华夏诞生。在很久很久以前，天地还未形成，宇宙宛如一个巨型的鸡蛋，在巨蛋中睡着一个巨喵。有一天，巨喵醒了，它劈开巨蛋，蛋壳中氢的物质变成了天空，浑浊的物质变成了大地，而巨喵的身体则幻化成了世间万物，世界就这么形成了。经过数万年的繁衍，在一片土地上出现了很多喵。为了更好的生存，喵们组成了一个个小部落。而这之中有3个喵带领着自己的部落慢慢崛起，分别是北边爱养动物的黄地喵，西边爱种地的炎地喵，和东边爱打架的蚩尤喵。炎地喵是个热爱学习的好奇宝宝，为了分辨出植物们的属性，它尝遍百草，发现了粟这种可以吃也可以种的植物，也发现了各种毒药和草药。为了方便大家种植，炎地喵还造出了农具耒耜。在其他部落还在因为打猎和吃野果意外扑街时，炎地喵的部落已经靠吃粮食和草药活得更久了。相比起学霸的炎地喵，他的老表黄地喵则更加野一点。黄地喵最爱的就是研究动物，他不仅驯服了动物当家畜，还制造了轮子和车。在他的带领下，周边小部落都纷纷前来投靠，黄地喵部落渐渐成为了北方强大的部落。而在遥远的东方，住着一只战斗民族，首领蚩尤喵天生很勇敢，而且还很擅长制造武器。在其他部落还在用石器砍树时，蚩尤喵已经带着兄弟们拿着刀子去砍喵了。在这3大部落发展的过程中，大家都向着有更好生存空间的中原地区迁徙。这天，黄地喵突然接到了属下的报告：外面有喵来了！炎地喵带着部族风尘仆仆地来到了黄地喵的面前。原来炎地喵在迁徙途中被蚩尤喵给揍了。炎地喵希望能联合黄地喵把蚩尤喵赶走。你可要帮我！这让黄地喵很高兴。我也想联合呀，娘！但由谁来当老大呢？本着能动手就别动口的共识，双方在版权之野干了一架。最后，文静的炎地喵还是输了。但赢了的黄地喵并没有很得意，反而以礼相待。炎地喵很感动，于是也将自己的耕种技术和黄地喵分享。在双方的努力下，新的联盟成立了，这就是华夏民族雏形的诞生。而这时，另一边的蚩尤喵听说炎黄的联合后，开始摩拳擦掌。双方抄好家伙，严阵以待。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一边是强强联合的联盟，一边是彪悍无比的常胜军。他们之间会产生怎样的故事呢？下一回，传说中的蚩尤喵是上古战神，跟炎帝、黄地喵一样，也是部落首领。不仅铜皮铁骨，我很硬喵，而且还能把沙子当饭吃，口味很特别呀。在抢地盘的过程中，先是干趴了炎地喵，最终与黄地喵在涿鹿约架。你瞅啥？瞅你咋地？虽然蚩尤喵有81个兄弟，但黄地喵也有熊、皮、修、虎等坐镇。双方打了9个回合，也没分出个高低来。这时，蚩尤喵掀起了一阵大雾，在浓雾的攻击下，黄地喵节节败退。幸好一个叫风后的喵制造出了指南车，在指南车的帮助下，黄地喵终于冲出了迷雾。没
时间解释了，快上车！为了反击，皇帝喵派手下截断河流，准备水淹蚩尤喵。可惜蚩尤喵却抢先了一步，招来了风神和雨神。在风雨的攻击下，皇帝军寸步难行。皇帝喵只好向神女旱魃求助。小拔，快来帮忙！旱魃乃是干旱的女神，所到之处寸草不生。有了她的帮助，整个战场顿时干到飞起。真的好热，这让在海边长大的蚩尤军无法适应，战斗力锐减。双方势均力敌，慢慢陷入了拉锯战。没有经历过这么长时间战斗的皇帝军，士气也变得低落了起来。有一天，皇帝喵在午睡，梦中一个仙女奉命来助他。老板，仙女告诉皇帝，要振军心需要一面特殊的军鼓，要用葵皮做鼓面，雷兽骨头做鼓槌。时间关系，帮你准备好呀。为啥跟讲的不一样？接着，仙女把神仙用的兵法交给了皇帝喵，画得好丑，还送他了一把大宝剑。从睡梦中拿到了一身极品装备的皇帝喵开始重回战场。他先通过神仙兵法布阵，把蚩尤军团团围住，围住他们！然后开始雷军鼓，咚咚咚，9通鼓后，蚩尤军已经快要被震晕了。再加上皇帝军的攻击，蚩尤军兵败如山倒。蚩尤喵虽然顽强抵抗，但还是输给了满级的皇帝喵。蚩尤喵的部落，有的接受皇帝喵的感化，归顺了炎黄部族；有的则带着蚩尤喵的威名逃向远方。战神的名声也因此越传越响。皇帝喵在征服小部落的时候，就把蚩尤喵的形象画在战旗上，大家都以为战神归降了，于是颤抖着投降。就这样，皇帝喵征服了整个中原地区，3大部族相互融合，元帝喵、皇帝喵、蚩尤喵成为了华夏族的共主。皇帝喵也成为了三皇五帝的五帝之首。那么三皇五帝究竟是哪些喵呢？讲中国历史有一个词是一定避不开的，那就是三皇五帝。虽然我们没少听这个词，但三皇五帝究竟是谁呢？据史书记载，三皇五帝存在于上古时期，具体都有谁呢？还真讲不清，各种古籍，各种说法。但简单的说，三皇五帝是指3个皇和5个帝。皇和帝啥意思？说文说皇者大也，就是牛叉的意思；而帝者必也，望天下之好也，大概是统治者的意思。所以皇帝的字面意思就是牛叉的统治者。顺带一提，造出皇帝这个词的就是秦始皇喵，他把皇和帝并在一起，以此表示自己比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更牛。我只想说，在座的各位都是……扯回来，总之，三皇五帝就是古时一群厉害的部落头头。今天我们选取最常见的说法，跟大家捋一捋。第一次用三皇指代3个喵的是《史记》，分别是天皇、地皇、人皇。而到了《尚书大传》的时候，就解释了三皇对应的喵：天皇燧人喵，人皇伏羲喵，地皇神农喵。元帝也是我喵。燧人喵因为教会了大家如何钻木取火，火就代表光明，于是被奉为天皇。伏羲喵不仅教会了大家用网捕动物，还教大家割兽皮做衣服，为大家解决衣食问题，所以被奉为人皇。对了，中国的八卦也是他发明的。神农喵其实也就是炎帝，是我。他教会大家制作农具和种庄稼，因为他做的事情都和土地有关，所以被奉为地皇。因为
为他们的创造和贡献，远古时期的中国喵民们摆脱了原始生活。而五帝呢，具体指皇帝喵、颛顼喵、帝喾喵、帝尧喵、喵帝舜喵。喵，皇帝喵统一中原，成了华夏共主；颛顼喵则改革了历法，颛顼历；帝喾喵订立了节气；帝尧喵测定了四时；帝舜教化民众，制定等级。五位贤人都励精图治，客观上发展壮大了民族。不过话说回来，当时的优秀首领那么多，为什么最后广为流传的只有5位呢？就是五帝的讲法是战国时期才有的。当时社会上流行一种叫五行说的观点，意思就是木火土金水这5行构成了大家所需要的一切生活资料，而5行相生相克，推动了世间万物的演进。这个观点在当时火到什么程度呢？所有的东西都要强行凑成5，唯5独尊。比如5色：黑水、赤火、白金、青木、黄土，东西南北中。史官在编写史书的时候，自然也就出现了五帝。三皇五帝除了代表8位远古贤喵外，也代表了2个时代。三皇时代让喵民们从远古到文明，五帝时代又从文明慢慢演变成国家雏形。三皇五帝不仅是远古的传说，也是华夏族的根源和开端。至此，我们形成国家的条件也基本具备，喵民们要开始建立国家啦。下一国，话说自从皇帝喵一统中原之后，上古喵民们变成了一个大联盟。之后经过了4代贤帝的治理，颛顼、帝舜、帝喾、帝尧，华夏族群得到进一步壮大。可突然有一天，天降洪水，喵民们不仅庄稼被毁，生命也受到了威胁。为了治理洪水，大家推举了一个名为鲧的喵来治水。鲧喵是建筑系的高材生，城墙就是我发明的。为了治水，他做了一堵墙来堵水。结果呢，水越涨越高，一决堤还把大家给淹了。鲧喵只能滚啦，但水还是得治啊。于是乎，鲧喵的儿子禹喵顶上。禹喵知道不能按照老爸的那套来治水了，会被打的，要想新办法才行。水是往低处流的，要治水不能光靠堵，要把水引入江河海才行。他开始全心研究地理情况，大热带，好难呀！访山川，测地形，带领喵们按着地势高低开路挖渠，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甚至3次路过家门口都没时间进去。老婆，怎么又没空回家啦？还因为老泡水，连腿毛都没了。这样忙啊忙啊，天下渐渐被划分为了9块，这就是所谓的9州。我们如今的地域概念，正是从那时候开始的。那这是四川喵，我係廣東喵，我是东北那嘎的喵。在禹喵的倡导下，各州之间开始相互帮助。13年后，禹喵终于打通了所有的水道，洪水成功被控制了。喵们非常崇拜禹喵，我要给你生喵仔。为了表彰禹喵的伟大，喵民们开始称呼他大禹喵，甚至还自发地拥他为新的首领。而治水后，陆路、水路的畅通，让9州的喵们可以前来进贡当地的土特产。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大禹喵融了贡品里的青铜器，铸造了9个大鼎，每个鼎上都描绘着代表这个州的山川野兽，而拥有这9个鼎的大禹喵就是天下的霸主，昭告着天下已经是一个整体，这个一统的整体就是夏。一言九鼎的九鼎正是来自于此，鼎也成了炎黄喵民们最贵重的礼器。总的来说，从五帝时代进入大禹时代，喵民们的社会体制慢慢发生了变化。水患的治理让喵民们能安稳地生产，从粮食刚好够生存变成了食物有剩余。
这让本来需要集体耕作的公有制慢慢消失。有了剩余之后，私有制开始出现了。偷偷藏起来。有藏的少，有藏的多，社会上就出现了穷喵和富喵，阶级就这么诞生了。当阶级变大，也就形成了国家这个形态。而作为领导者的大羽喵拥有着天下，就成为了阶级的顶端，于是成为了国家体制的第一个统治者。那么大羽喵建立了夏朝之后，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夏，相传大禹治水成功，大家拥护他成为首领。于是他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在这个稳定的政体下，喵民们生活繁衍。很多年后，年轻强壮的大禹也慢慢衰老，又到了选定接班喵的时候了。大禹的首领位置是上一代首领让给他的，看好你啊！于是乎，大禹也效法先代，指定一个认为有才能的喵接班。可惜这只喵却不受大家待见，大家拥护谁呢？是大禹喵的儿子启喵。启一直跟随在爸爸身边。芭比，他在大禹成为首领后，也担任了很多要务。Follow me。慢慢的，在大家的心目中，启喵才是真正的接班喵。于是乎，启喵在大家的拥护下，继承了大禹喵的位置。而且还在军台开了个新闻发布会，昭告天下。本喵打算要……虽然大部分喵都是心悦诚服的，但也有那么一些反对的声音。我不服。比如其中一个最大的刺儿头叫有护士，你不规矩，人家不服咋办呢？打呀！你再说一遍。说10遍都行。于是启喵和有护士就在一个叫干的地方打了一架，最终启喵获胜。还有谁？成为了新一代的喵首领。至此，大禹的王位被启继承，而启之后又由他的儿子接班，国就慢慢变成了他们家的东西。这种把自己王位传给子嗣的制度，就是王位世袭制。相对的，从前传位给贤能的制度，就是禅让制。那么，这种从传贤到传子的转变，是不是文明倒退了呢？试想下，在农业国家，如果每次老大更迭都要发生战争，才适合当老大，想得美，哪有我再说。那得多么打扰喵民们种地呀！陪我打群架去。我要种地呀！所以，王位的世袭让政权的交替更加的高效和稳定。你想想，反正选老大的规矩都定好了，干架的事儿也就少了。气死了，根本轮不到我们。对呀，洗洗睡吧。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更有利于农业社会的发展。于是这个制度一用就是几千年。原因也很简单，好样的！但凡事也有两面性。比如说，接班喵是个笨蛋，国家也许就会走向衰落或者灭亡。所以，夏朝的建立让王位成为了世袭，夏朝的君主们把王位代代相传。那么，夏朝有没有就这样幸福快乐下去呢？没有。国家建立没多久，一出极其宫斗、仇杀、复仇的狗血剧就上演了。首先是老夏家第3代传人太康喵。Playboy 虽然身为国君，但每日不理政事，就是喜欢出去浪。走，浪去。这样的君主自然是导致国家越来越混乱。于是这时另一个角色出现了，他就是后羿喵。是不是很耳熟？神话中的后羿喵设下了9个。但历史上的后羿喵其实是夏朝时期的一个部落首领。看着太康喵天天出去浪，后羿喵就带兵把太康喵给踹了，顺便立了太康喵的弟弟上去当国王。
因为手握重权，后羿喵想干啥就干啥，想让谁当国王就让谁当国王。终于他忍不住了，后羿喵把夏家人踹了，自己当了王。这就是历史上的后羿代夏。而当了国王后的后羿喵，发现自己体内的 Play 之魂在熊熊燃烧，想去浪。他也天天出去浪。哈哈哈哈！这时，本剧的大 boss 出现了，这就是后羿喵的臣子韩卓喵。这家伙外表人畜无害，老大，你射箭的英姿真迷人。是吗？那我射给你看。实际上心怀鬼胎，在路上下手。是。等到时机一成熟，后羿喵就领便当了。走你！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韩卓喵认为夏家的后代们将来一定是自己的威胁。喵，留不得。于是派杀手们去斩草除根，团购一批便当。是。剧情发展到这里，你应该也猜到个7、8成了。是的，夏家虽然大部分领了便当，但最终还是逃出来了一个人，这就是王子少康喵。少康喵从小流落民间，虽然我看上去是个风度翩翩的猪肉佬，可是他一直谨记自己是个王子。对，我是个王子。他经常深思复国的方法，复国，但啥都想不出来。复国方法没找到，他自己倒是被杀手们找到了，就是那个风度翩翩的猪肉佬。在敌人的追杀下，少康喵藏到了一个叫有余氏的部落里。有余氏的首领曾经是夏家臣子，是夏家后人。为什么感觉有人盯着我看？为了感念夏家的恩德，而且也觉得少康喵气质非凡，好有气质。不但把小弟和地盘打包送给了他，不要客气，拿去吧。连女儿都一块嫁给了少康喵，好好伺候。少康喵一下突然出任 CEO， 迎娶白富美。可要打大 boss 韩卓喵，实力还是不够呀。这时，突然一支军队出现了，原来是夏朝老臣多年来收集的遗族。吓死了！就这样，少康喵率领着大军杀回了京城。我走。韩卓喵也因为不是主角，帮他准备便当，乖乖地领了便当。国家再一次回到了老夏家，回来啦！少康喵也成为了新的国王，这就是历史上的少康复国。少康喵在位期间勤于政治，好难呀。经过努力，夏朝喵民们恢复了往日生机。从失国到复国，夏朝这出狗血剧经历了数十年，这暴露了王位世袭制的缺点。往往只有好的君主，民众才会过得太平，而君主昏庸，国家就会变得动荡不安。那么夏朝究竟何去何从呢？夏朝的建立确立了天下共主的局面，也就是说，在这片土地上，居于中原的夏朝是老大，周边的小部落就是大哥的小弟。大哥，大佬，波喜，大大。作为华夏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就这样繁衍了400多年。而来到第17任君主，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夏桀喵。桀喵其实是个很厉害的君主，怎么个厉害法呢？所谓桀喵厉害有3宝：斗得过豺狼，跑得过超跑，打得方国满地倒。这么厉害的喵，自然也就非常自大。老樊，我为什么这么出彩？他甚至把自己比作太阳。从今天起，请大家叫我日。然而，他这太阳却并不受喵民们待见。我们要跟你同归于尽。原因很简单，这家伙很无道。切！首先，桀喵是个很浪的喵。他爱喝酒，于是挖了个酒池，天天各种开 party。
装满点。其次，他还很好色，每天不理朝政，只顾着跟妃子们么么哒。刺不刺激，宝贝？无聊了，还喜欢随便抓个喵过来当马骑。我们走。这样的君主怎么可能得到喵民们的爱戴呢？他啥时候跑掉？好气息啊！而在此时，东边有个部落慢慢崛起，这就是商。商这个部落的技能点是做生意，咱们现在说的商业，正是来源于这儿。商的首领汤喵，勤政爱民，任用贤能。我也很累的。在他的带领下，商变得越来越强大。商的崛起让夏感到不安，于是乎，杰喵命手下将汤喵抓了过去。抓起来！首领被抓，害得商的大臣们乱成一锅。为了让汤喵能被放回来，商城内的杰喵又是送钱又是送美女，而汤喵为了自保，也各种装孙子。老大，我帮你捏捏肩。喝水吗？吃鱼吗？在一波又一波的示弱之下，杰喵心一软，就把汤喵给放了。好吧，好吧，回去吧。谢大王。他好肉麻。这一放就了不得了。汤喵回家之后决心造反，要他好看。为了积蓄实力，抓紧了部落的发展。搅拌，不搅拌。种田的努力去种田，用力种。做生意的努力去做生意，用心做。啥都不会的呢？我们只会吃饭。给我去生孩子。是。就这样，经过几年的发展，商变得兵强马壮，其他部落纷纷慕名前来抱大腿。大哥，聚聚。随着时机的成熟，汤喵开始率军攻打夏朝，走，打败他们。杰喵的无道让喵民们都向夏朝倒闭，没得救了，造喵吧，遭赔了。于是当汤喵攻打东边的时候，西边的喵就抱怨。当汤喵打南边的时候，北边的喵又开始不满。看起我们当喵吧。在喵民们的呼声中，汤喵一路凯歌，很快就跟杰喵在明条正面杠上了。年将仇报。你准。这时的杰喵已经众叛亲离，没2下就被干趴下了。让你便当锤。杰喵的战败也意味着夏朝彻底的覆灭。汤喵在大家的拥护下建立了新的王朝，这就是历史上的第2个王朝商。从个体的角度来说，夏朝的杰喵并不是一个笨蛋君主，哼唧，你才笨。但作为君主，他却忽略了喵民才是国家的根本。当年他的祖先大禹喵正是在洪水中拯救了喵民，才被拥立为王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他为了私欲而欺压平民的时候，夏朝也就到头了。那么新上台的汤喵又会怎样呢？下一期我们来讲讲汤喵背后神秘的男喵伊尹辅政。商是华夏历史上第2个王朝，在商的发展上有2个人功不可没，一个是商的开国之君汤喵，而另一个则是在汤喵背后的男喵，一代名相伊尹喵。传说伊尹喵是厨师的儿子，剖锅要用力。虽然身份低下，但志向却很大。气死！我可是要成为王身边的男人。在他的心目中，当时商部落的汤喵就是他的真命天子。汤喵大人。那时正值夏朝民怨四起，为了接近汤喵，伊尹喵跑到汤喵的未婚妻家当奴隶。我一定要见到汤欧巴。那点切菜的，手脚快点。于是等到汤喵娶亲的时候，他就被当作嫁妆嫁进了汤家。好兴奋！可作为一件嫁妆，怎样才能见得到汤喵呢？俗话说，要拴住一个男人的心，必先拴住他的胃。伊尹可是厨师的孩子，征服你！他的厨艺很快就俘虏了汤喵。大王又要吃你做的饭了。好，
没过多久，伊尹喵终于以厨娘的身份见到了汤喵。你就是那个做饭的小可爱。是的，大王。他们谈星星谈月亮，从美食一直聊到天下大事。那个煮汤有点像治国，当然不能太咸。接着说，很快就互相加了好友。伊尹喵从此成了汤喵的心腹。终于在背后了。他平时帮汤喵打理部落，快抓紧点，那边要跟上。打仗时就为汤喵出生入死。我们错方向了，放下。一个吃货就这样，在一个厨子的帮助下干翻了夏朝。打起你！汤大人好帅。作为商的开国功臣，伊尹喵成为了商朝历史上第一个相，阿妈，到走了。也就是国家的2把手，继续为商朝鞠躬尽瘁。伊尹喵不仅功能强大，还超常待机。在他任相期间，辅佐了5代商王。汤喵建立商朝没多久，挂了。汤喵的太子还没登基，又挂了。汤喵的2儿子登基3年，也挂了。汤喵的3儿子登基4年，还是挂了。3代君王挂了，伊尹喵还依然坚挺。身为3朝元老的他，可以说威望极高，甚至到汤喵的孙子继位时，都对他忌惮3分。比如说，他有一次干了坏事儿，千万不能让尹相知道我买了新的游戏机，就直接被伊尹喵赶去为汤喵守墓。你一点都没学到你爷爷的优点。相爷，我错了，我怕。我真的好想问，伊尹喵是不是拿错了汤喵老婆的剧本啊？汤喵的孙子在陵墓里关了3年才被放回来，终于改掉了身上的坏习惯，成为了一代明君。我不敢了，然后挂了，还是熬不过长寿的伊尹喵啊！我没有篡位，你们应该感谢我。据说一直到100岁才光荣咽气，被后世尊称为一代贤相。作为5朝元老，伊尹喵一直维持着商朝的稳定。实际上，这正是相的意义所在。如果一个国家皆由君主说了算，那只要君主不靠谱，国家就完蛋了。相的角色正是在辅助君主的同时，制约君主的权力，为国家的稳定上一个双保险。那么商朝的后代君主有没有好好的发展呢？补回武丁中兴。在商朝的历史上有过31任商王，那么其中最厉害的是谁呢？不可否认，建立商朝的汤喵应该是最牛的那个。但是除了开国之君汤喵外，还有一任商王把商这个王朝发展到巅峰。他就是商的第22任国王武丁喵。跟其他锦衣玉食的国王们不同，武丁喵从小就被扔到了民间，吃点苦头。这让武丁喵跟其他历任商王比起来，都更懂平民的疾苦。快来人，今天超市5折，晚点就没了。那么武丁喵厉害的地方就是体恤百姓吗？你猜？当然不是，别误会。他牛的地方在于奇葩的用人方式。武丁喵继位的时候，商朝的国力已经变得衰弱，内有忧患，而外有战乱。这个时候，武丁喵做了啥呢？他不说话。你真的没听错，他登基后3年的时间里，愣是一句政令都没有发过，这让大臣们很着急呀。老大想怎样？快说话呀！眼看大臣们快崩溃的时候，武丁喵才表示，他睡觉时梦见上天会派一位圣贤来辅佐他。这是他的头像，你们去给我把他找来。虽然大臣们一脸懵逼，但也只好到处去找了。
这一找，还真找到一个跟头像一模一样的奴隶，好像就是他。而且这个奴隶还满腹经纶，韬略满满。太魔幻了！果然，一做了宰相后就辅助 Max。老大，今晚开黑，我打辅助。准。这究竟咋回事儿？大家都懵了。这难道真是上天的旨意吗？当然不是，套路你懂吗？这其实是武丁喵在民间时认识的奴隶，觉得他很有才。你技术不错，跟我回宫怎么样啊？吹牛吧你！在那个年代，如果不使点手段，是没办法以奴隶的身份逆袭的。这样。所以，为了让大家忽略他奴隶的身份，武丁喵才下了这么大一盘棋。傻眼了吧？老板真坏，他们被骗了。是不是觉得他很牛？但还有更牛的。毕竟让奴隶当宰相其实也没啥。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也做过这事，因为他还是个让自己老婆当将军的男人。这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就没做过。武丁喵在位期间打了不少仗。喂，前线吗？他老婆就是商朝大将军。是的，大令，有事吗？一有小国出来跳脚，别呀，上是个大笨蛋。武丁喵就放老婆。再跳一下试试。老婆不仅能征善战，还是华夏历史上第一个打伏击战的将领。武丁喵做商王时期，光是被揍过的小国就多达81个。问你服不服？给大老弟查，内政有基友，外伐有老婆。商朝不但更加稳固，领土还不断扩大。武丁喵在位59年，开创了商朝的盛世。一个奴隶宰相，一个女喵大将，这放在其他朝代都是难以想象的。但也正是因为他唯才是举的做法，才让衰退的商朝焕发新的生机。可是，能这样做的君主，可并不是历代都有。我又要换了吗？商的末代君主又是怎样的呢？商王。公元前1046年，商这部系列大剧终于落下了帷幕。末代商王荒淫无道，残暴不仁，终于在讨伐之下，王朝覆灭。商朝究竟做了啥，导致倒闭呢？这就要讲到末代商王纣王喵了。我们来采访下他，请问亡国是一种怎样的体验？谢邀，我们先从体制讲起。商王朝总共由3根支柱支撑，分别是祭司、王、贵族。商王虽然是老大，但还要顾及另外2派人的意见。商是一个很迷信的王朝，一天到晚都要占卜，吃饭占卜，打猎占卜，连牙痛也要占卜。所以祭司一旦发话，王也没办法。瓜想说今晚不宜睡觉。而在商朝，能不能当官要看出身，很多重要的官职就被贵族们承包了。恭喜你被录取，谢谢。 3根支柱，只要2根反对，国王就搞不定了。这种情况一直到一个强硬的商王出现，也就是俺文能喷众人，武能拖9头牛奔跑。在位期间还提拔出身卑微的喵，恭喜你被录取了。谢谢大王。架空贵族，学习占卜，挤兑祭司，终于大权独揽，走你！周围那些不知好歹的小国也一个个被揍个半死。当然钱没少花，国力也有点小枯竭。眼看着一切尽在掌握中，
可这时，贵族和祭司开始吃里扒外，勾结了西边的周国。周总，是我们可以动手了。就这样，商朝被干了个底朝天。可恶！可听说你是暴君呐？才不是！你们给列的罪状有6条，分别是酗酒、听女人话、不认真祭祀、自大、不重用亲戚、任用身份低微的人。你说哪一个跟残暴沾边了？老子不服！即使说拿奴隶生计，那也是俺们老商家的传统，而且我生计的数量比我们祖先少多了。至于其他暴行，那都是新王朝对我的污蔑。好气！还有后代诸子百家的谣传。我跟你讲哦，他超坏的，天哪！对了，还有《封神演义》这本破书。谁暴君？你全家都暴君！你冷静点儿。作为商的末代国王，纣王喵成了史上最大的背锅侠。但回过头来看，纣王喵的种种罪行，目的只是为了集中王权。在华夏的历史上，王权是永恒的主题。对于能干的君王来说，王权的集中可以让国家的运转更有效率。但君王的专横与自私也容易引起内部势力的反抗和国家动荡。那么，作为击败纣喵的强敌，周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历史如同一出戏，你方唱罢我上台。取商而代之的便是华夏历史上的第3个王朝周。据《史记》记载，周取代商朝主要经历了4代领导人。周是一个古老的部落，在尧舜时期就是管理农事的。周喵们每天除了种地，就是被周围的蛮族欺负。为此，初代目周首领号召全族喵民，准备好了吗？等老大你发话，一起搬家。卷好铺盖，跟上我！周部落于是集体迁到了岐山一带，从此在那儿扎下了根，这也就是西岐名字的来源。初代目目光远大，他和自己的儿子2代目不断发展部落。导演，我不用出场了吗？为此，周喵们建造城市，复兴农业。经过他们2代人的不懈努力，周变得越来越稳定，而且也再没有人敢欺负他们，一派欣欣向荣呀。可周这个部落究竟是怎么走上造反道路的呢？这就要讲到周的3代目文王喵啦。嘿嘿，是老子反的。文王喵是个很仁义的首领，出来混，最重要的就是仁义。他尊老爱幼，且礼贤下士。兄弟，你先请。在他的管理下，周部落翻了倍的强大起来。强到啥程度呢？强到连商王朝都开始不安起来。让我吃素的。于是乎，文王喵就被商王朝给关了。为了救出自家大王，周喵们向商王送去了大量财宝。快出来送钱，周老大！大笔的宝饰金送出去，才把文王喵换了回来。快让道！无端端的进了一次局子，让文王喵很生气。为此，文王喵更加努力发展自己。开会，快过来！四处高薪挖掘人才。你约调的不错，跟我一起搞事吧。不断与周边小国搞好关系，然后咱们就讲而且还暗地里把支持商的诸侯国一个个干掉。就这么一点点的发展，文王喵终于挂了。老子是过劳死的。复仇的重担就落到了4代目的身上，也就是他儿子
武王喵。当然，等一下，我还没换好衣服。那时候的商朝已经混乱不堪，经过多年的发展，武王喵觉得时机差不多了，于是乎大喊一声：“老子要反了！”这一喊突然炸出了很多诸侯，表示想跟着他干。求蛋！诸侯们的反应让武王喵确信，灭商大计近在眼前了。但这次行动他没有进行到底，而是退回去继续积蓄力量。这一积蓄又是2年。2年后，商已经混乱到连月光们都跑了。又没法活了哟！我要创造自己的音乐哟！这次武王喵再表示伐商的时候，这次老子真的要反了！跟着搞事儿的诸侯就变得更多了。反商大军浩浩荡荡，让开！所到之处攻无不克。冲快点，小的们！没2下，商军就被干得七零八落。大战的胜利也意味着周正式推翻商朝，在4代首领的领导下，周王朝正式建立。但新的王朝，新的天下，周喵们该如何巩固自己的统治呢？下周公治国，我们经常会这样说道：困了，见周公去。那么周公是谁呢？上一集我们讲到周武王喵灭商，建立了周王朝。这新江山新事物，总有一大堆麻烦事儿等着武王喵去解决。咋这么多作业呀？可事儿还没来得及做呢，武王喵就挂了。建国没2年，老大挂了，少主年幼。这时，一个救世主出现了，他就是我们所说的周公。我来辅佐少主。周公喵姓姬，名旦，是武王喵的弟弟。他是一个怎样的喵呢？总的来说，他的设定就是玛丽苏啊。周公喵从小德行就非常好，忠厚仁爱。父王，哥哥今天翘课了，但请您别怪他。他哥哥生病的时候，他祈祷：我灵巧能干，多才多艺，要死就让我死吧，别带走我哥哥。他侄子生病的时候，他祈祷：讨厌，他还是个孩子呢，有啥事情冲我来。真是超级清纯不做作。不过周公喵也确实是一个有才干的喵。当年跟着打天下时就征战有功。西周建立后更是一个工作狂状态。他求贤若渴，招聘，快来些能干的。一旦有人才求见，头洗到一半就跑出去迎接。大大，您来啦！饭吃到一半也跑出去迎接。玉玉，您来了。能不能吃完？唉，反正就是拼的不行。不过他也有他拼的道理。那会儿的西周王朝刚建国不久，局势紧张得很。前朝的统治者虽然被打败，但前朝贵族还在呀。他们经常仗着自己势力就出来搞事。老实点，小心我们造反。这让周公喵意识到一个问题：不简单。仗是能打赢的，但怎么彻底的根除这种动乱呢？机智的他做了2件事。第一，把前朝贵族迁走，给我死远点。再让周贵族去管理他们，削弱他们在地方的势力。听话，我们听话。第二，夺了人家的地，总要给点福利。给。所以前朝贵族离开时可以带上自己的奴隶，去到新的地方也允许当官。软硬兼施，旧贵族们也就不敢瞎搞事了。见好就收嘛，搞不好会被砍死。在当时的背景下，西周实行的是分封制，就是中央给指定的诸侯分一块地，
诸侯就去分地，又成立新国家，形成周王管诸侯，诸侯管封地的制度。而周公喵让新贵族带着旧贵族迁移，一方面防止了旧贵族搞事，乖，一方面又让更多的人出去开疆拓土。这高明的治理方法让周公喵获得了极高的威望。然而，这并没有让他膨胀。嘿嘿，少主一长大，周公喵就立马回去当臣子，是不是跟外面的妖艳贱货不一样？嘿嘿，如此玛丽苏的周公喵获得后世极高的评价。我要给你生喵仔！周公喵的辅佐让周王朝度过了极其不稳定的初期，尤其是在加强分封制的治理上，进一步缓解了国家矛盾，也扩大了国家领土。这对周后面的发展奠定了极其重要的基础，但同时也为周王朝的灭亡埋下了巨大的隐患。为什么呢？周王朝建立之初，为了巩固统治，全面实行分封制。简单点说，就是周天子给诸侯们一块封地。世界这么大，去看看吧。谢大王。诸侯们去封地当老大，我要让宫女都穿水手服。平时给周天子交保护费，大佬免费，还要帮忙打群架。老大砍谁？滚出来！瞎子开门。周老大稳坐中央，诸侯小弟们则开疆拓土，保卫天子。这简直一片江山永固啊，不是吗？不是。周的江山直到一出8点档的出现而彻底改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烽火戏诸侯，又称劲爆、事件、渣男殷红小三、得罪正室娘家人。事件的主人公就是周的第12代国君渣男幽王喵。这货登基的时候，周朝已经内忧外患，国内有天灾，国外有强敌，快抢！快抢！快抢！而他则忙着敛财，抢红包。为了突出他的渣，老天还给他安排了一个面瘫小三儿，妃子褒姒喵。喵褒姒喵虽然长得美，但却不爱笑。喵，这样清纯不做作的女子，自然引起了霸总的注意。幽王喵想尽一切办法撩她，她都一脸冷漠。无论怎么做，咋办呢？那会儿周朝有个报警系统叫烽火台，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台。中央要是出现危机，烽火台一点，诸侯就会带兵来救场。赶紧去救老大！这可是保命的系统啊！可是呢，幽王喵却拿来撩妹儿，帅气吗？每次诸侯们跑过来，就是一脸蒙圈。踢馆的人在哪儿？而看着蒙圈的诸侯，褒姒喵就笑得很开心。这让幽王喵很迷醉，好刺激！甚至为了宠爱他，还撤掉了原本的皇后和太子。老公，这一撤，果然搞出了大事情。皇后的娘家人怒了，可恶！作为一方诸侯的娘家人，带着一堆外援就杀进了王都。竟敢欺负我宝贝！这会儿幽王喵点了烽火，也没有诸侯过来了。大王，烽火点了，别鸟他！因为援军不够，怎么还没来人？没2下，幽王喵就被冲进王都的娘家兵给端了。女神升龙豹！干掉了幽王喵的娘家诸侯，扶持了原来的太子，成为新的周天子，这就是周平王。然后将周王朝首都迁往东边，史称平王东迁。而这个事件也将周朝的历史一分为二。
在此之前的周朝被称为西周，东迁后则是东周。东周的开始意味着周王室的统治地位开始衰落。分封制就像一个公司上市后把股权分给了员工，员工们为了让股权更有价值，则更加拼命工作一样。撸起袖子加油干！这让周朝在分封制的积雪下领土不断扩张，但同时也让诸侯日益强大。最终，周天子失去了掌控诸侯的实力，天下进入了群雄割据的时代。出手！那么东周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敬请看。周王朝的统治几经昏君的瞎搞，终于控制力大减，不但王都挪了窝，小弟们也开始不听话。从此，诸侯并起，进入了约架斗殴的春秋时期。在那个时期里，诸侯国们开始发展自己的势力。这个月业绩要完成啊，市场不搞毛啊，覆盖率不行啊，快来加班！互相吞并。天下纷乱的情况下，先后出现了5个最强国家。后人给领导了这5个强国的君主起了个很霸气的名字——春秋5霸。而今天我们要讲的正是5霸中首先冒头的齐国国君齐桓公。桓公喵本名叫小白，用他自己的评价就是好玩、好酒、好色。宝贝，讨厌。这按以往的惯性来看，要不是昏君，就是亡国之君呐。我好怕。可惜他不是，我没有。原因在于他有个很厉害的小男蜜管仲喵。管仲喵既辅助他复国，又辅助他强兵，把国家治理得蒸蒸日上。加油，努力！可话说回来，桓公喵和管仲喵可不是一开始就在一起的，他们这段孽缘也可以说相当有趣。对面的男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当年的桓公喵还在和兄弟竞争王位，我一定要先一步回去继承王位，让宫女们产生手福。而作为敌方的手下，管仲喵则打算为了主人暗杀桓公喵，射死你个死宅男！可惜射杀没成功，桓公喵装死逃过一劫。耶，成功了！幸好没射中，赶紧装死。赶回王都的桓公喵顺利继承了王位，把他抓来，我要让他知道水手服的厉害，报一箭之仇。就这样，管仲喵就被抓了回来。放开我！桓公喵虽然很生气，却因为管仲喵有才能而没有处罚他。哇，你才华不错，从了我吧！天意呀！从此，管仲喵被调教成了桓公喵的男蜜。我就喜欢你这种清纯不做作的小野猫。好吧。管仲喵到来后，为桓公喵制定了重要的国策。我来帮你写一份计划书。那就是尊王攘夷。尊王攘夷，简单点说，就是让桓公喵成为周吹。比如，坚决支持周天子，每天为天子助威，统治者中的战斗机，中外斗天下无双。比如，反叛天子的人都要干掉，等等。你行你上啊！你们知道周爱豆多努力吗？这种疯狂打气的方式，爱你，爱你，让周天子很高兴，官方给你点个赞。有了官方的认可，桓公做起事来自然师出有名。比如有外族攻打其他诸侯国小伙伴，他就带兵过去，把外族揍一顿。比如有大诸侯欺负其他小诸侯，他也带兵过去，把人家揍一顿。经过这一番知心哥哥一般的形象塑造 Love you， 桓公喵逐渐成为了诸侯们的大哥。老大，大哥，大哥，好弟弟，
每次开新闻发布会，诸侯小伙伴都来捧场，甚至到后来，周天子也派人带着信物来出席。这不仅表示诸侯们承认他是老大，连周天子都得表示你厉害，你说话。这让黄公喵有点沾沾自喜，甚至打算站着就接受周天子的信物。不过，幸好有众管严在场，桓公还是谦虚地接受了信物。这表面上还是宣扬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威严，万岁万岁！但实际上只是不捅破这层窗户纸。万岁哟！不敢，合理的让周天子承认他是诸侯老大的地位。齐桓公抵御外族，团结诸侯，尊重周王，让他的声望达到了顶峰，奠定了春秋第一霸主的事实。而他尊王攘夷的做法，不但维护了表面的封建礼制的稳定，还使得霸主成为了新的封建中心。在周王地位下降的情况下，团结诸侯，维护了新的社会秩序。然而，这也意味着，只要谁的实力强，谁就能成为新霸主。那么，春秋乱世里，谁又是下一任霸主呢？5回，大器晚成。在春秋时期，先后有5位霸主威震华夏，他们在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都号令群雄，威风八面。可在这5个霸主中，却有一个画风显得有点惨，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晋文公重耳喵。重耳喵从小就贤能好学，身边总是围绕着一群能干的小伙伴。推塔呀！上啊，守到后路。按理说，这就是出任 CEO 的人设呀。可上天偏偏没有给他一个好的开头。黑毛线啊！有点复杂，咱们来捋一捋。首先，他爸的小老婆诬陷他造反，君上，他们都不是好东西。于是他爸追杀他。来人呀，去给我宰了这个不孝子！重耳喵东躲西藏好几年，快找！终于把他爹熬死。君上挂。然后他弟继承了君位，他弟上了位，当然怕哥哥回来抢君位。于是他弟弟也追杀他。快找！可怜的重耳喵就这么在外面到处寄人篱下，整整19年，他跑遍了狄、魏、齐、曹、宋、郑、楚，穷游啊，简直！好在旅途的最后，一个机会让他终于咸鱼翻身，那就是秦国。当时晋国得罪了秦国不少事情，例如说好给秦国的土地没给，例如发生饥荒的时候跟秦求援助，求救给。到了秦发生饥荒的时候，求救，他反而去打秦。滚！秦的这口气那是憋了很久，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决心把现在的晋国老大干掉，扶持重耳喵上台。这个事情对重耳喵来说简直久旱逢甘霖呐！秦国这条大腿根本不用重耳喵去抱，就自动送上了门。不仅锦衣玉食，而且上来就给他送了5个老婆。就这样，重耳喵在秦国的帮助下杀回了晋国。跟我杀回去！他成了晋的第22任君主，这正是晋文公。而那一年，重耳喵也都36岁了，陈年老将啊。
虽然年纪有点老，但并没有消磨他想干一番事业的雄心。业绩，虫儿喵决定效法前任霸主齐桓公的做法，以尊王攘夷来谋求霸主的地位。可这还没来得及想好怎么做呢，周天子就遭到了内部乱党的追杀。老大，有人追杀周天子！啥？虫儿喵赶紧带着兵过去，把乱党一顿削。少削啊！天子是你能得罪的吗？他保护着周天子安全回到了国都。天子莫慌，到家啦。这个任务的完成，让晋国获得周天子的赞赏，还获得了大片的土地，国际地位一下也提升不少。官方的小心心有了，国土面积也大了。那接下来怎么争霸呢？在当时的形势下，上任霸主已经不在，晋国争霸最强大的对手就是南边的楚国。楚国在吞并了很多小国后，来势汹汹，一步一步地开始进犯中原地区。乔比亚，我要去找周王喝个茶。楚国真的兵强马壮啊，可人家来都来了，虫儿喵也没有畏惧，把兄弟们都给我叫来！两军在一个叫城濮的地方干了一架，最终楚军战败。虫儿喵不仅扫清了争霸的障碍，还保护了中原地区的和平，完成了攘夷任务。2个主线任务的完成，终于让虫儿喵满级通关，站上诸侯之巅。经过会盟诸侯，奠定了新一任霸主的地位。新一任霸主！虫儿喵的经历可以说是大起大落，这里有他命运的坎坷，更有他自身超强的毅力和敏锐的政治嗅觉。但最终遇尽烈火，铸就了他大器晚成的人生。200多年的春秋乱世，历史车轮不断转动。那么下一任霸主又会是谁呢？惊人！楚国，相传先祖为皇帝之后，西周初期分封后，逐渐形成了地处南边的楚国。楚虽地大富足，但却因身在南夷之地，一直受中原诸国鄙视。北里蛮夷，二货， no 原始人。这种情况直到一位霸主上线，才发生了变化。他就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春秋5霸之一楚庄王喵。庄王喵的一生可谓风骚之极。怎么说呢？咱们从他刚上位说起。楚王喵刚继位那会儿，其实还是个20岁不到的小可爱。对，小可爱。而那时也正是楚这个公司不稳定的时期。总的来说，就是内有权臣争斗，你臭傻，臭你妈逼！外有敌国骚扰。快抢呀！抢！庄王喵这个 CEO 当得闹心呐，怎么办呢？庄王喵开始吃喝玩乐。你没听错，他当起了一个肥宅，还下了一道命令：敢来劝我的，都拖下去砍了。这就让大臣们一脸茫然了。这他喵的要亡国的节奏啊！这时有忠臣实在是忍不住了，上前打算暗示下庄王喵。大王，微臣弟有话要说。忠臣说：有什么的，蹲着3年不飞不就。陛下知道是啥么的吗？庄王喵微微一笑，说道：3年不飞，飞将冲天；3年不鸣，鸣将惊人。咦，一点儿都不肥宅的感觉。嘿嘿，原来庄王喵表面上是个肥宅，暗地里却观察哪些是忠臣，哪些是佞臣。等时机一到，庄王喵果然迅速诛杀奸佞，全雷达，重整了朝政。这也是成语“一
一鸣惊人的由来。随着庄王喵风骚的操作，楚国股价瞬间跳了几个涨停，这让庄王喵重拾了信心。Good job！ 而既然内政已经安抚，那外忧也是时候解决了。刚好当时周围的蛮夷趁着楚国发生饥荒，纷纷过来找茬。走，去捞一把！看着这些趁火打劫的家伙，庄王喵决定出去和他们打一仗。来人呀，出去干翻他们！结果不仅把蛮夷们打败了，来呀，让你嚣张！还顺手揍了几个小国。这样的战绩让庄王喵领导的楚军一时风头无量，嘿嘿嘿嘿！甚至跑到周天子家门口晃荡。开门开门，送桶装水啦！人家周王室虽然衰落了，但名义上还是老大，好不好？我能怎样？可此时的庄王喵呢，才不理，直接上去问人家：“你家的屌有多重啊？”这不明摆着威胁嘛！幸好人家周喵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老楚啊，其实统治天下要靠德行，我们老周家还没到头呢，给个机会吧。庄王喵这才罢休。问鼎中原这个成语也就是这么来的。楚军的强大让他向中原长驱直入，庄王喵甚至把老牌强国晋国也打趴过。最终经过多年的征战，中原的大多数诸侯国均向庄王喵俯首。这个长期被视为南蛮的国家，终于在庄王喵的带领下，成为了中原诸侯的霸主。庄王喵的成功不仅依靠他的胆识，更依靠他的智慧。脑子是个好东西。如果没有早期的隐忍，就不会有后面的夺取政权，更不会有强大的楚国。而当楚国跃升为超级强国之时，在他的隔壁有一个小国也悄然无声地发展了起来。他是谁呢？且听下一回威震东南。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这是古代的继承制度。简单点说，就是老爹传位给儿子，也可以老哥传位给弟弟。在春秋这个战乱的时期，有的国家父死子继，有的则兄终弟及，还有的则混合着来。交给你了。而这期的主角正是一位倒霉的嫡长子，他就是吴王阖闾喵。这事儿还得从头讲起。阖闾喵从小志向远大，一定要干大事。一是想当王，二是想当霸主。可惜呢，他一直没当上。这原因就是他们家的人都想把王位传给他四叔。哎，我也不想一直散发魅力，楚中真讨厌。所以为了他四叔能当上王，家里人打算根据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礼法传位。这个充满魅力的家伙。是啊，只能这么办了，没办法。于是乎，他爷爷传给了他爹，他爹传位给他二叔，他二叔传给了他三叔，等到要传位给他四叔的时候，他四叔跑了。哼，老子有自己的梦想，才不想继承亿万身家。什么？没办法，他三叔只能传位给他自己的儿子。交给你了。反正就是轮不到阖闾喵。我没哭。然而阖闾喵并没有灰心，而是暗暗招纳贤士，准备着日后寻机逆袭。
当时邻居的楚国已经称霸许久，于是作为对手，吴国动不动就让阖闾喵出门打楚国。干他们！边界有人采桑叶起争执了，找死吗？你试试！打楚国！干他们！把楚国的船打丢了，不敢回家。大笨蛋！蠢货！接着打，把船抢回来为止。干他们！反正吴国每天就是吃饭睡觉打楚国，我还能说啥？而这边阖闾喵也是郁闷，楚国天天打，自己却不是大王，气死我了！这可能连上天也觉得这样的剧情实在太无聊。于是突然有一天，楚王就挂了。我死得好冤！这对吴国来说真是个大好时机呀！于是吴国赶紧集结部队，开着就过去打楚国。走，打他们去！哇！接着就被困住了。你没听错，吴军去打楚国，结果就被围住，回不来了。让你准，继续打呀！不过这倒是给阖闾喵一个机会。他趁着国内空虚，马上踹了现任吴王，走你！自己登上了王位。阿媽冇得咗啦！上位后的阖闾喵更加勤于政务，处处与喵民们同甘共苦，吃最简单的，住最朴素的，就连闹瘟疫都要亲自去巡视。久而久之，吴国变得上下一心，国力不断强大。而这些努力只为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打楚国。干他们！果然，在阖闾上台后的10年中，楚国大部分情况下都被揍个半死。放过我好不好？连国都也差点被灭了。走你！昔日的霸主风光不再，而阖闾喵则名声大噪，威震东南，取代了楚，成为了新一代的霸主。直到他脚趾被射了一箭，然后挂了。阖闾喵的上位经历相当曲折。在他奋发努力下，吴国战胜了楚国。可惜这个霸主并没有做多久。那么那一箭究竟是谁射的呢？月相争。上集讲到，正当吴王阖闾喵威风八面之时，就被一箭射死了。那么这一箭是谁射的呢？是隔壁的越王勾践喵。说起吴越之间的恩怨，那是悠久得很。首先，吴国在阖闾喵当王时期就经常和越国闹矛盾。后来呢，老越王就挂了，吴国的阖闾喵于是趁机大举进攻越国。陈大兵要他命！新上任的越王就是勾践喵。父王莫慌，有我在。乖儿子，老爹刚死，敌人就上门找茬。勾践喵只能临危受命，正面对上阖闾喵。射死阖闾喵的那一箭，就是这么来的。那么这下好了，两边都挂了王，互相争斗的两国变得更加水火难容。瞅啥？就瞅你，打我呀！家仇变成了国恨。越王这边是初入锋芒的越王勾践喵，哇，疯起来自己都敢砍。而吴国则是新上任的领导人吴王夫差喵。记得为我报仇。爸比，夫差喵天生勇武，为了给爹报仇，他日夜操练，还找了个随从站在院子里。说好的站着，只要见到自己路过就大喊：夫差喵，你忘了越王杀了你爸比了吗？以此来警示自己要记住报仇的事儿。爸比，
在夫差喵的努力下，吴国慢慢走出了战败的阴霾，准备着复仇。而这会儿，打败了吴国的勾践喵就显得有些轻敌。得知吴国还在恢复，于是贸然兴兵攻打。看我去灭了他！结果呢，却被夫差喵围困在了会稽山上。勾践喵真不愧是见过大场面的喵，他临危不惧，然后当场跪下求夫差喵放过。爸爸，怎么不按套路来？勾践喵不仅表示可以当夫差喵的臣子，再爱我一次。还愿意贡献出自己的亲人。小娜，反正就是要多怂有多怂。不原谅我就自杀。果然，在这般认怂之下，夫差忘记了仇恨，选择原谅他。溜了。恶心到我了。但此时的勾践喵内心却燃起了熊熊的复仇之火。他韬光养晦，睡在枯树枝做的床上，好渣。没事儿舔一舔悬挂在屋子里的苦胆，好苦。为的就是提醒自己，你忘记会稽山的耻辱了吗？卧薪尝胆的典故也就是这么来的。勾践喵和百姓同甘共苦，越国慢慢变得比之前更强大，而且时刻准备着找吴国算账。不可饶恕恨其死瓜，成其分级报仇。杀！真的很记仇呀。而夫差喵自从打败了越国后，则不断北上，让开！打群架，当霸主。虽然威名远扬，但连年的战争导致国内日渐空虚，吃不消了。一个养精蓄锐，一个穷兵黩武。于是，当勾践喵再次发兵的时候，上，夫差喵就被包围了。勾践喵并没有给他机会，而是直接发了便当。热好了。至此，勾践喵洗刷了战败的耻辱，亲手端了吴国，带着夫差北上诸侯，成为了春秋最后的霸主。在春秋这个乱世里，南方诸侯国的竞争也异常激烈。倘若当时在北方政局不稳的情况下，南方有大国北上侵吞，也许华夏的中原文化基础就会改变。好险！至此，经过多年的混战，春秋时期已经进入了末期。混战的中原地区又会发生什么事件呢？三家分晋。自从周朝初期，分封列国诸侯开始，诸侯们打打杀杀，至600年后的春秋末期，大多数国家已被兼并消亡，留下来的只有过气老大周天子和仅存的小部分国家。而在存活下来的国家中，最强的就是晋。晋国不仅幅员辽阔，而且兵强马壮，但它有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晋国没有自己人。这个有点复杂，请往下看。简单点来讲，就是晋曾经出现过内乱，搞得自己的亲族要么被放逐，要么不被重用。这个结果导致什么事情呢？那就是晋国的权力最终旁落到臣子手中。晋国虽大，却无奈权臣当道，把持晋国朝政的主要有4大势力，分别是智、赵、魏、韩4家。智家实力最强，所以智家动不动就欺负另外3家。走，请我吃饭。有一次，智家向韩魏2家勒索土地，哟，分点地方快活快活。韩家和魏家迫于智家的实力，不得不从。So easy。但当智家向赵家索要土地时，
哟，分点儿。赵家拒绝了，这一拒绝就出事儿了，脸都肿了，生气。智家带着韩魏一起来揍赵家，揍他！赵喵们死死守着城门不出去，关紧，别理他们。是。而智家则用水灌他们。眼看快要扛不住了，赵家赶紧给韩魏两家打电话。他今天能干我，明天就能干你们。韩魏两家一想，对呀，于是三家暗暗密谋。先是赵家偷偷让水倒灌智家军营，咋回事？等智家阵脚大乱，到处忙着救水，快呀，堵住，堵住！而这时韩魏从两边杀出，嘿，我智家一脸茫然，发生灭洗。最后韩赵魏三面夹击智家，智家当场便当。从此智家的势力被三家瓜分，四大家族变成了三大家族。韩赵魏不但把持着晋的朝政，而且还不断对外发展，各自的势力也越来越大，连过气老大周天子都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实力，给他们各自封侯。啥？老大你们的？春秋末期的巨人晋没有败于外敌，却从内部走向了分裂，变成了三个新兴的强国。在春秋期间，诸侯间其实仍然遵守着周的礼法，即使再强大，也只敢称霸。给你面子懂吗？懂。只有国与国之间的兼并，而极少以下事上。但三家分晋事件意味着新兴封建势力与旧贵族之间的斗争。周天子对韩赵魏的行为不但没有惩罚，反而赐封为诸侯，标志着君臣之间的规矩彻底崩坏。你以为我想的美？简单点讲就是，只要你有头脑、有实力，你就可以争雄。叫爸爸。周初的800诸侯国基本消失殆尽，而在仅存的国家中，7大势力同时并存，华夏大地开始进入一个更加混乱的时代。那么，之后历史的车轮会往何处转动呢？商鞅变法。秦是地处边陲的一个国家，祖上靠养马发的家，后来因护驾有功，快掩护周老大撤退，受封为诸侯。可是呢，毕竟是养马的，这出身就一直受到中原列国的鄙视。哟，养马的，他怎么进来了？瘦瘦的。养马惹你了？所以对于秦的历代国君而言，发展壮大后进入中原上流社会就是最高纲领。但怎么做呢？这个难题直到一位喵的出现而迎刃而解，他就是商鞅喵。嘿嘿，鞅喵原本在魏国打工，魏国的老臣曾经向魏王推荐过鞅喵。他很聪明的，如果要重用他，就把整个国家交给他。啊？可惜人家魏王不听，老糊涂了吧？鞅喵这才带着自己的治国理论来到了老秦家。嗨，秦军一开始并不看好商鞅喵的理论，感觉就是个吹牛的人。但是经过4次的面谈，商鞅喵却俘虏了秦军的心。你好棒，今晚就留下当国家大事吧。成
于是乎，一场由央喵主导的秦国升级计划拉开了帷幕。加油，加油！史称商鞅变法。商鞅变法一开始先是废除世卿世禄制，改实行官僚制。简单点说就是，原来老子当完儿子当的制度，老子当完给儿子，变成了老子当完给你个大头鬼，干完就得滚。法令的实施不仅削弱了贵族们的地方势力，还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这实际上就是秦国多年以后郡县制的雏形，也是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雏形。而央喵的变法主要目标其实是2个，一是富国。在当时的情况下，铁器已经出现，生产力被大大的提高，于是央喵规定，种的越多，奖励就越多。而家里如果有2个成年公喵，就需要分家，然后按家庭为单位来收取赋税。这样一来，不仅喵民们能种更多的地，收入变多，国家也因此获得更多税收，一举两得。接着是强兵。央喵在秦国实行军功爵制度，意思就是你上战场砍人，别跑，让我砍一下就好，鬼才信你啊！砍一个就给你记1次功劳，看你往哪跑！加1，你砍的喵够多，不仅给钱给房，甚至还能当官。这个规定可不得了，秦国的喵民们一下就被撩了起来。一夜暴富，暴富！因为法令的颁布就是告诉大家，要致富先砍人呐。走，赚钱！你可以想象下，在此之后，秦军眼里的敌军脑袋已经不再是脑袋了。兄弟们，提款机来了，上啊！每个秦兵一到战场上，就如同嗑了药一般，疯狂砍人。所以6国的士兵每当遇到秦军时，都是瑟瑟发抖。老大，对面是怪物吧？央喵一边鼓励大家拼命种地，加油，一边鼓励大家拼命砍人，好好干。央喵的变法取得了长足的成效。哇！秦在短短几年间就变成了战国时期最强大的国家，不但彻底甩掉了落后的帽子，更变成了一只势不可挡的巨兽。在那个大兼并的战国时代，各国之间表面上是军事力量的竞争，实际上则是改革能力的比拼。新的发展力需要新的国家制度，商鞅变法就是适应新时代的变革。它的厉害之处在于影响了整个秦国后世的发展，不但为秦国统一天下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有些甚至保留到以后的其他朝代。秦的发展势不可挡，那么其他6国又该如何应对呢？国合纵。如果说春秋是讲着礼仪打打杀杀，对，还好了吗？还好我打了，来呀，你打输我不追你。那到了战国就是毫无情义的疯狂互砍。我还没准备好呢，看你病我要你命。在经历了几百年的互相吞并后，华夏大地形成了7大势力并存的局面，分别是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之中，秦国通过变法的方式快速升级，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都是碾压着其余6国的状态。这可就不好搞啦，不知咋整。总的来说，6国想硬怼呢，怼不过；认怂呢，我
又不甘心，说不出口啊。反正把六国愁的呀。而正所谓有需求，就有市场。一群专为国君们想法子的口活喵应运而生。他们大多出身贫寒，却伶牙俐齿。这之中有一个口活特别厉害的，他就是苏秦喵。苏秦喵从小数理化不行，倒是那个嘴吧唧吧唧灵活的不行。他长大后本想靠着嘴皮子忽悠口饭吃，可惜想多了，一份录取通知书都没有。不仅工作没找着，还遭到家人无情的嘲笑。嘿，傻儿子，笨蛋，没出息的家伙！真是耻辱啊！不能忍。于是乎，苏秦喵一头扎进书海里，他发奋读书，刻苦学习，学到困了，甚至不惜拿锥子扎自己的大腿。终于，他带着满腹经纶，再次踏上忽悠的征途。然后，失败了，而且还不止失败一次。他去见周天子，被拒；去见秦军，被拒；去见赵王，还是被拒。悲剧啊！然而，苏秦喵倒也没有气馁，其实是有一点点的。走了一通后，他发现一个点，那就是大家似乎都很畏惧秦国的强大呀。这下他的主角光环终于亮了。既然大家都单挑不了秦，为啥不围殴他呢？于是乎，苏秦喵带着这个点子，重新开始游说六国国君。果然，大家听到这个点，都恍然大悟，纷纷托付苏秦喵去实行结盟之事。苏秦最牛的时候，不仅身上佩戴着6个国家的相印，而且走到哪儿都是香车宝马，保镖一堆。苏秦喵的这一计谋，使当时的局势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本在西边的秦国，因其强大的实力不断东进着，6国眼看岌岌可危。苏秦喵的出现，则促成了6国抗秦的局势，使6国一致对外，枪口瞄准。当苏秦喵把6国盟约送到秦国时，懂吗？即使强大无比的秦国也不敢乱来。我不生气，大声不好，冷静，好好说话，消消气。整整15年的时间，没有大规模的东进行动。这道无形的壁垒阻隔在秦的面前，史称合纵。那么面对6国的联盟，秦又该如何破解呢？战国中后期，秦国通过变法迅速崛起，喵，成了7国之中的超级强国。从小拳拳到小拳拳，秦国都碾压着其他6国。然而俗话有云，刺儿大了容易扎到人，扎你。为了对抗秦这个刺儿头，其余6国在生存的压力下组成了联盟。这下秦国就有点懵了，一下怼6个，血不够啊，该咋办呢？这时，一只喵的出现，让局势产生了变化。它就是秦国的特工张仪喵。张仪喵从小聪明，而且是重点私立学校的毕业生。这本来应该是飞黄腾达的样子，但因为太穷，他还没开始施展才华，
东西丢了，一定是你！就是打，没错，这个球一定是他。就被人揍了一顿。愤怒的他发誓一定要为自己雪恨，这才来到老秦家效力。我还会回来的。当时的局势下，6国虽然是联盟，但总的来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小九九。从地理来看，韩、赵、魏3国堵在秦国的枪口眼上，所以遭受的压力最大。支援啊！撑不住了。燕、齐、楚离秦远，就相对比较悠哉。一边在前线抗火力，一边在后方看好戏。那联盟必定不够坚固。有这样的前提，张仪喵这个特工便有机可乘了。有破绽。他在秦的帮助下，先是跑到离秦国近的魏国去当官，然后跟魏王说：“乖点儿，别跟那些坏孩子闹，懂吗？”可惜呢，人家魏王可是不听。既然不听，于是张仪喵给秦王打了个电话，揍他！一顿抗揍之后，魏国屈服，听话好不好？好。就这样，原本贯通南北的合纵线，因为魏国的叛变，秦哥哥，而遭到破坏。秦从中间突破，冲散了6国的联盟。对穿。即使6国在之后的时间里多次合纵，秦都用同样的办法，以拉拢一个国家来破坏他们的团结。蒙子燕，没错，我不在。张仪喵就如同秦国的特工，干得漂亮，巧言善辩，周旋于6国之间，破坏于无形。这正是张仪喵的连横之术。在这个战争与和平的时期，国与国之间不断结盟与背叛，6国的联合因各怀鬼胎而不断被打破。秦国则靠着连横之术不断反杀，炸你！到最后，6国不但没能抗衡秦国，实力还或多或少的被削弱。而秦在这场博弈中，则一步步逼近，为统一天下积攒着资本。那么秦国要消灭6国了吗？还没办法。 No。 6国虽弱，但还没到一击就垮的程度。好害怕，还能撑一会儿。面对这样一个僵局，秦要如何一步步蚕食他们呢？称霸天下一直是秦国发展的目标。经历了几代国君的经营，秦完成了从弱国到强国的转变，不仅资本雄厚，且不畏惧6国的挑战。然而，6国虽弱，可他们的兵力、人口、土地加起来，秦国一口也是吃不掉。你感动吗？不感动。那么，秦国如何消灭6国，一统天下呢？往哪儿下手好呢？冷静，冷静。有话好好说。这时，秦国历史上超强待机王登场了，他就是秦昭襄王嬴稷喵。稷喵本来是秦国一堆公子中的一个，他哥才是秦王。哥哥，然后呢，他哥没事儿举鼎玩，给压死了。稷喵这才被扶持上位，当了秦王。虽然上位方式有点意外，但稷喵却是个非常贤明的国君。在当时的局势下，秦国虽然不断出击，但往往是今天打下了，报，禀报我王，我们打下一块地，后天就丢了，又被夺回去了。统一6国的进度条，基本是动都没动啊。
为了打破这个格局，季喵大胆启用新的战略方针，那就是远交近攻。远交近攻主要是2个手段：外交和军事。面对当时敌意满满的6国，你不要过来，我会跳的。秦先是逼迫距离最近的韩、魏2国俯首称小弟，做个朋友好不好？好，有话好好说。因为韩魏低头，楚赵2国也跟着屈服。做个朋友。明白。了解。这样6国中有4国与秦建交，远处的燕、齐2国也就不得不来握个手了。加个好友吧。当6国都放下了武器时，秦国也就可以动手了。老规矩，先拿距离近的韩魏开刀，一边揍，一边又跟距离远的燕、齐保持友好关系。反正你不跟我交好，我就揍你。大家是好朋友，别客气。好。这样的好处在于，揍近的打下来的土地就能并入秦国，交远的他不会在你揍别人的时候来帮对方。这样一来，秦国加快了东出的步伐，不断地蚕食着其他国家的土地。季喵这一战略总方针使秦国统一天下的趋势变得不可逆转。季喵在位整整56年，不仅把6国熬得油尽灯枯，第1个儿子还没上位，被熬死了；第2个儿子上位3天，也死了。那么强大的秦国，究竟由谁来继任呢？战国末期，群雄争霸的混乱局势终于变得清晰起来。天下7国一极多强，秦无敌于天下，而6国则日渐衰微。眼看着一统天下的安装包秦国即将下载完毕，但悲剧的是，大秦数代国君却接连去世。这下懵了，咋整？老大之位空缺的秦国，究竟会不会霸权旁落呢？此时，一只喵的出现，让局面发生了变化。它就是历史上最强投资喵——吕不韦喵。吕不韦喵是一只有钱喵，它靠着低买高卖的手段，不仅赚得盆满钵满，还转型开始当投资人。那么怎样的投资收益最大呢？是房地产还是奢侈品？都不是。吕不韦喵要投资的是一个落魄的王子——秦公子一人喵。吕不韦喵非常清楚，秦国现在需要有人回去继承王位，而落魄的一人喵又是最没有可能的那个。也就是说，只要把这个落魄的家伙扶上去当秦王，那就赚大发了，划算。那怎么做呢？吕不韦喵的方法其实也很简单，砸钱。他先拿出1半的家底包装一人喵，化妆师、摄影师、发型师、造型师，该买衣服买衣服，该做发型做发型。接着再拿剩下的1半家底跑去贿赂当时受宠的王妃。您这么受宠却没有儿子，收他做儿子绝对不亏呀！将一人喵立为太子，这下子落魄公子摇身一变，成了王位继承人，而且还迅速成了秦王。拥立有功的吕不韦喵不仅得到大量的封赏，还当了大官。嘿嘿，可你猜怎么着？3年的时间，一人喵就挂了。于是，为了秦国朝局稳定，吕不韦喵全权代理政务。
在他执政期间，秦国不仅继续征伐六国，还不断吸收人才。他甚至倾尽自己团队的力量，编写了《吕氏春秋》一书，来给秦国统治者做教辅资料。给你写了本工具书，便宜点给你。作为一个商人兼政治家，吕不韦喵敢想敢干，不仅让自己权钱双收，还使秦国不仅没有因为无主而衰落，反而变得更强，一统天下的霸业也顺利推进。可是，就算吕不韦喵权力再大，天下毕竟是王的天下。随着太子喵慢慢长大，大秦的正主就要登场了。接下来的秦国又会发生什么事儿？公元前246年，大秦第36代领导人上位，他便是日后大名鼎鼎的秦王嬴政喵。这个雄踞天下之最的大国领袖，究竟是怎样一个喵呢？今天我们喵咪创业栏目组就来采访一下他。你好呀，郑喵，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嘿嘿，电视机前的六国子民们，大家好，俺是即将要蹂躏你们的郑喵。我先讲下我的成长经历。好的。老子俺爹是作为两国友好被送到敌国的人质，所以俺从小就在敌国那边长大。本来想着日子就这么平静地过下去，谁知道老家突然发兵来打，俺爹就趁乱逃回秦国争夺王位。我回老家争夺下王位，会来接你们的。你要知道，人质跑了，人质的婆娘和崽子就惨了。俺跟俺娘不仅受尽欺负，每天还东躲西藏。快搜，别让他们逃回秦国。幸好老子俺的主角光环强，逃回去的臭老爹竟然成了预备秦王，俺跟俺娘才顺利被接了回去，不然真得死在那边。回到秦国的俺成了太子，本来想着日子就这么平静地过下去，谁知道刚当秦王不久的老爹就挂了。这是要玩我吗？幼小的我这才挑起重任，成了新的大秦 CEO。那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大秦集团呢？能不能别边吃边说？大秦呐，秦本来是个边陲小国，经历了多年的努力才得以生存下来，又经历了前几代大秦 CEO 的发展，才变成了现在的强国。至于俺这代的目标嘛，当然是毁灭六国，蹂躏他们啦。总是这么温和的说出这么可怕的话。那么刚刚上位的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呢？你要知道，俺上位那会儿还是个13岁的小可爱，所以朝中的政务大都交给了大臣和俺娘代理。作为吉祥物的俺，就安安静静的在旁边听着。本来想着日子就这么平静的过下去，谁知道寂寞难耐的俺娘开始到处撩汉。现在的老年人真是还找了个小狼狗男友。然后呢？你要知道，恋爱中的女人是盲目的。俺娘不仅每天跟男友么么哒，连国政也都交给他。难道家族企业即将落入他人之手？才没有！老子俺其实早就知道他们要造反，于是偷偷让人盯着他们，等他们真造反的时候，走，造反去！我就把他们一窝端了。真的超简单的。怎么感觉是一群蠢货呢？确实是这样。
就这样，俺在掌权那天开始，把朝中所有的敌对势力全都灭了，国家的政权完全的落入俺手中，终于可以没人管我了。我要做很多手办。那么，对于后面的发展有啥愿望呢？当然是毁灭六国，蹂躏他们啦！啊，真是个可怕的人。作为幼年上任的秦国国君，嬴政喵默默隐忍，待时机成熟之后，便迅速扫清了所有的障碍势力。这彰显了嬴政喵缜密的政治谋略和强硬的处事手腕。超级强国加上这么一位强韧的国君，简直是战斗力暴涨。纷乱的战国时代究竟会如何结束？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战国七雄的战争从此尘埃落定。一个比之前任何时代都要巨大的疆土进归于秦，新的王朝就此诞生了。可我们不禁要问，群雄争斗之下，为何是秦国完成了统一的霸业呢？如果在整个战国的发展来看，秦国在主观条件上持续出现好领导，他的胜利先后经历了5代国君的艰苦经营。秦孝公变法强国，让秦国脱离贫弱，积累了抗衡列国的资本。而秦的发展立即引起六国的围攻，所以惠文王负责离间突围，运用外交手段拆散各国的联盟。到了武烈王时期，秦国开始拓关东出，往中原地区撕开一个裂口，开始进攻中原。至昭襄王当政时，秦开始发兵六国，把列国一个一个拖垮，再由庄襄王斩断合纵，加大了六国在地理上的合纵难度。每一代秦国国君都在为秦的发展添砖加瓦，且代代重用人才。相比之下的列国呢，要么分裂，要么不重视人才。大局势之下，此消彼长，最终到秦王政时期已是收官阶段。公元前230年灭韩，公元前228年灭赵，公元前225年灭魏，公元前222年灭蜀燕，公元前221年灭齐。10年的时间里，六国尽灭。秦的统一非一人之功，实乃6代人的接力。从此，持续500余年的大争之势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统一的集权王朝。秦王政史称皇帝，以雷霆的手腕，迅速在经济、政治、文化上进行统一，废分封，立郡县，彻底消除了战国乱世的重演，让中国在未来的2000多年里，都在此基础上聚多散少。然而从散到聚，是充满铁与血的过程。通过暴力统一起来的天下，又会走向何方呢？
下一季前夕，经过数百年的邦国混战，秦最后脱颖而出，天下土地尽收囊中。大秦，一个无比巨大的帝国，横空出世。然而，如此之大的一个帝国，该如何维持它的统治呢？对于秦国来说，统治的危险主要来自3方面：一是草民造反，二是六国复辟，还有就是外族入侵。兄弟们，出！外族的侵略使皇帝倒是不怕，毕竟帝国大军多的是，敢动吗？打就是了。所以最需要注意的还是内部的统治。于是乎，始皇帝被分封，行郡县，由中央指定官员去管理地方，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快点哦！是。修建驰道和灵渠，方便军队从水陆两面迅速抵达战场。拆毁原来六国城郭要塞，让六国旧址没了抵御的能力。没收全国民间兵器，还有这么多，让人民没了武装。都被没收了，早期将天下富商迁入国都，给你们准备了首都落户快捷通道，跟我走吧。让地方没了资金。当据点、武器、资金这一切都没了后，巡游全国，威震天下。还有谁？那么始皇帝的做法巩固统一了吗？没有，他倒是把自己给累死了。那么做了这么多事情，为啥秦还是走向了灭亡呢？有2个原因。第一，是秦始皇到死都没有公开指定继承人，致使奸臣佞相祸乱朝政。你爸死了，国家是你的啦，小心你的兄弟们，他们是威胁。第二，就是秦法严苛，人民难过。因为自从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就是强调权力的集中，也就是上面说啥就是啥，不许干别的，让国民用力种田，使劲打仗，要是不听话就往死里惩罚。这样的生活虽然苦，但种田能加官，砍人能进爵，苦虽苦，人人也还能过。可天下统一之后，仗就不用打了，没了富国强兵的目标，这苦日子就显得难熬了。好累啊！更何况那些原本就不用过苦日子的六国喵民们，老子从来没有这么累过，好想吃炸鸡。于是乎，大家痛不欲生。而秦国呢，为了巩固这么大一个帝国，他北筑长城，南征百越，干他们！这都是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的。于是乎，越消耗民力，人民就越不爽。不爽怎么办？唯一能用的手段就是高压政策。秦法的严苛变本加厉，天下苦秦久矣。而在一次行军中，因延误了时间，秦法即将置一群士卒于死罪。这个事件引出了一个喵，它犹如一颗火星，点燃岛秦这个火药桶。他是谁呢？下一期，为了巩固帝国的统治，秦始皇大兴工程，繁重的徭役下，民不聊生。高压之下，大秦帝国如同一个炸药桶，命运
将会让谁来当这颗火星呢？这颗火星正是陈胜喵。陈胜喵是一个小人物，是帝国征调入伍士兵中的一个。据说他从小胸有大志，有梦想谁都了不起。就算是给人打工，也常拉着小伙伴发白日梦。以后我发达了，不会忘记你们的。虽然压根儿没人搭理他，他是不是又发病了？别理他，别理他。可就是这么一个无名之辈，命运的大手却偏偏让他掀开了一场变革的序幕。就决定是你了。秦末年间，作为小队长的陈胜喵，在前往边境服役的路上遇到了大雨，天气恶劣，道路难行。迟到的结果非常严重。他算了笔账，迟到被砍死了，造反也被砍死了，那还有啥好选？老子造反算了，都是死吧！尽管如此，陈胜喵还是心里忐忑。他甚至还做了占卜，但是我想造个反。哎，莫慌莫慌。可没想到，竟是个上签。真的假的？为了得到大家的支持，陈胜喵打算来一波自我炒作。例如，在鱼肚子里塞纸条；例如，装狐狸叫“大楚兴，陈胜旺”。这些营销很有效，陈胜喵就这么火了。而士卒们先是死亡的绝望，然后陈胜喵又似被天选中一样。这家伙怎么回事啊？好耀眼！哇！这种种事迹让一行的900多名士卒一下子就响应了陈胜喵的号召。大大，老铁，乔带，爱你。嘿，于是他们拿起手中的木棒，宣布起义。那我们就来造反吧。不过就靠手上的木棒，打得过人家坚兵利器吗？还真打得过。估计连陈胜喵自己也想不明白，他们这么一群乌合之众，不仅攻无不克，还得到了很多喵民的响应。没多久，就从900人的散兵一下变成了几万人的军队。我是谁？10来天的时间就横扫数百里，甚至直接打到帝国的大本营里去。我们杀！从陈胜喵的过往来看，他不过是个普通的士卒，不仅穷，甚至也没啥才能。可他的行动就像掉进火药桶里的火星，瞬间引爆了全帝国的倒秦运动。天下苦秦久矣，华夏历史上第一场大规模农民起义从此拉开了序幕。一时间，各路英雄豪杰纷纷顺势而起，偌大的大秦帝国开始土崩瓦解。各方势力的目标只有一个：推翻暴秦。而这其中，一个少年霸主正渐渐崭露头角。他是谁呢？诞生。秦朝末年，由于长期的残暴统治，喵民们受尽压迫。所谓官逼民反，反抗的势头一旦燃起，瞬间变得无法控制。大秦所担忧的事开始不断出现，各国各地到处起义，6国夷族也纷纷复辟，闹心呐！真累。然而，第一阶段的倒秦运动虽然声势浩大，但仍然不敌精锐的帝国军队。为了提高战斗力，各路倒秦势力开始凝聚起来。在这之中，高举楚国旗帜的起义军最为勇猛。
这关系到一个将领，他就是项羽喵。嘿嘿，老项家世代都是楚将。项羽的爷爷在当年秦国灭楚时，就是有名的抗秦将领。快带大王走，我要炸死这帮后改！所以在楚国人民心中，老项家威望很高。项羽喵天生魁梧聪明，可是呢，这家伙又拽又不爱学习，文化不学，去你的！兵法不爱，去你的！反正就是啥都看不上。有一次，他在看到秦始皇出巡时，还突然说了一句：“我要取代他。”吓得他叔叔赶紧捂住他的嘴。然而，这样的一个人，在战场上却几乎战无不胜。给我上！倒秦运动爆发后，项羽就和8000子弟兵开始起义，走，而且还拥立了楚王作为旗号，让你做你就做，一路过关斩将。可你要知道，大秦军团也不是吃素的，主力大军一到，其他的起义军就被干得嗷嗷直叫。同样复辟的赵国起义军甚至被围了起来。这个地方就是巨鹿，因为秦军的强悍，其他的起义军完全不敢去救。倒是项羽喵，别松，咱们上！带着军队就冲过去。去之前还把逃走用的船、吃饭用的锅全砸了。我做错了啥？意思就是，要是看死你，老子就不回去了。等下，你不想回去，你的士兵想啊。老大，冷静啊！在这种没退路的情况下，妈呀，站了，没后路了！士兵们果然战斗力爆表，愣是5万起义军干趴了40万秦军。你这咋回事？打个仗这么认真？经过这一战，项羽喵名声大噪，史称巨鹿之战。那些没有出手抗秦的诸侯，纷纷对项羽喵表示折服。项羽喵一跃成为了起义军盟主。而经过巨鹿一战，秦军主力被消耗殆尽，大秦帝国从此失去了翻身的机会。项羽喵领导着起义大军开始西进，走，去找秦王老米，打算把皇都里的秦王一举消灭。然而他却不知道，在他与秦军主力在巨鹿拼死决战之时，一个人已经赶在他的前面，西入秦关，亲手灭掉了秦国。这个人是谁呢？下一期，秦末无道，陷天下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自从反秦第1炮打响之后，天下豪杰皆奋起倒秦，大起义的烽火很快就燃遍了整个秦国。在起义军的不断猛攻下，秦王朝的统治日渐瓦解，灭秦就只缺临门一脚了。死定！那么这最后灭了秦的本场 MVP 究竟是谁呢？他正是刘邦喵。嘿嘿，刘邦喵既不是谋略家，也不是战神，而是个流氓。刘邦喵出身低微，原名叫刘季，季就是排行最小的意思，其实比张三李四没好多少。闭嘴！刘邦喵从小就好吃懒做，不是出去浪，就是出去喝酒。女人我饮酒醉。然而，这样的一个咸鱼倒是很仗义。哥们儿，起码刚开始那会儿是这样。成年后的刘邦喵在乡下做了个小官儿，
有一次，他负责押送犯人，网友们这边走。可距目的地还有好远，犯人就已经逃了大半。后面的人呢？你要知道，那会儿让犯人跑了可是死罪，惨了，咋办呢？是的，这家伙干脆就把剩下的全放了。你们走吧。你没听错。然后表示我也跑好了。这样的一个二货，让犯人们很暖心，有木呀？真的吗？于是乎，刘邦从此成了这个队伍的头头，带着大家一起东躲西藏。然而，开挂的人生就是这么凑巧，因为刘邦喵没逃多久，秦国就炸了。全国各地开始大规模的反秦运动，刘邦喵也跟着起兵来搞事儿。走事去！但跟其他的起义军首领相比，刘邦喵别提带兵了，武力值都菜得不行。快撤！然而这家伙知道自己菜，倒是非常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不能老是瞎搞，好，要让军队正规化。久而久之，刘邦的身边汇聚了大大小小各种人才，不但口碑好，队伍还不断壮大。在当时的情况下，秦帝国受到的压力非常大。最近也有点烦。一方面，领导人每日只顾着浪；一方面，起义军规模庞大。救星啊！趁这样一个局势，起义军决定分兵作战，一边北进迎战秦国的主力，另一边则西进攻打秦国的老巢。刘邦就是西进的那一个。凭着自己识好歹、听意见的方针，看不懂啊！遇到阻碍了，老大，问人怎么办？咋办？知道，这不是在想吗？遇到抵抗了，老大，问人怎么办？咋办嘛？哎呀，再写，你等等。反正就是一路超乖。加上那会儿因为秦军主力在外跟另一队起义军打，内部很空虚。不知不觉间，刘邦竟然打下了大秦国都。赢了！没错，大秦帝国就这么给灭了。这个华夏史上首个大帝国就这么倒在了刘邦喵脚下。这事儿不仅有点不可思议，在远方抗击秦军主力的起义军甚至还不知道这事儿。累死了，终于打完了。秦朝的灭亡不仅代表着暴政的结束，也成为了这场起义运动的拐角点。上半场结束。那么，秦国灭亡了，天下又该由谁来继承呢？秦末的天空风起云涌，它的残暴使喵民们愤然起义，开始了推翻暴秦的运动。经过浩浩荡荡的斗争，项羽喵北进，在巨鹿消灭了秦国的主力军团， No problem。而西晋则由刘邦喵打下了秦帝国的大本营。根据约定，谁先打进秦的大本营关中，谁就能称王。刘邦喵虽然打仗不咋地，但因为会用人，抢先拿下了这关中要地。皇都里那个美呀，财宝那个多呀，真是吸引力巨大。但刘邦喵还是忍了。我忍。为啥子嘞？因为他要防范另一个人，
那就是干掉了秦军主力的项羽喵。嘿嘿。虽然说大家约好了，谁先进来谁当王，可在武力面前，约定就跟废纸一样。战五渣的刘邦喵对着狂暴战士项羽喵，只能认怂了。爸爸，老老实实的把打下来的关中让出去，爸，还要表现得很高兴。啥都没动过，一直在等您。而这边的项羽喵刚接过秦都，就一把火给烧了。从此，项羽喵自称西楚霸王，去个帅名字，好回去嘚瑟。且分封天下18诸侯，灭秦运动终于告一段落。然而，项羽喵的分封却让部分诸侯感到不爽。可恶！比如被封到山沟沟里的刘邦喵，自从在关中被项羽喵踹了之后，去当王八。刘邦喵就日夜思考着如何报仇。可身处山沟沟，人家项羽又战斗力爆表，咋整呢？也许这会儿老天都歇不下去了。这样下去，有点无聊啊。于是乎，东边的诸侯率先叛变。战士们，项羽喵随即带大军前去镇压。跟我走，又有仗打了。这下刘邦喵的机会终于来了，他偷偷出击，偷偷绕到他们后面。凭借着将士们的英勇，4个月的时间就吞并了3个诸侯国。然后趁着天下人心未定，他高举仁义的大旗。项羽，你个王八蛋，你没良心！原本不服项羽喵的诸侯纷纷集结到他旗下。混蛋，项羽，混蛋！竟有联军56万众。项羽，混蛋！刘邦的反扑开始了。从被封边陲到重新出关，刘邦喵经历了不少坎坷，而他超强的政治隐忍和政治智慧，却让他扭转了局面。老子又回来了！56万的刘邦联军，对峙西楚项羽军，双雄的局面正式形成。那么忙于评判的项羽喵会如何应对呢？公元前207年，起义军攻破秦帝国大门。跟我走！辉煌一时的大秦帝国，在那咸阳城的大火下化为灰烬，天下又重新回到分裂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本目标一致的起义军开始互相争斗，且最终形成两方势力。一边是刘邦带领的汉营，另一边则是项羽带领的楚营。在灭秦运动中，项羽喵是起义军的扛把子，所以当天下打下来后，则由项羽负责分配。我切！可这家伙只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分配。于是乎，在分配完不久，西北两面的诸侯就反了。老子反了！这西面就是分得最惨的刘邦。为了壮大声势，刘邦扛起项羽不仁的大旗。项羽，你没义气，你没人性！然后联合56万诸侯军，决定去踹项羽老窝。出发！面对着刘邦浩浩荡荡的大军，项羽先是把大部队派去镇压北面叛乱，你们留下来，接着揍他们。是。自己则带着3万人马找刘邦算账，打死那个死不要脸的！
56万对3万呐！刘邦在这样压倒性的优势下，果然被揍个半死。事实证明，光凭人多果然对项羽不起作用啊！嘿嘿。刘邦只能转变计策，改离间项羽部下。哥们儿别干了，来我这儿吧。让其帮忙打下南方战场。接着派大将北上，干死项羽，你们要啥我就给啥。又搞定北方战场。经过一连串操作，一个3面夹击的包围圈慢慢形成，3面环敌，让项羽压力越来越大。无奈之下，只能提出议和。不玩了，出来聊聊。经过谈判，两家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这正是鼎鼎大名的楚河汉界。然而，这样的结局，刘邦接受吗？他没有。我才没那么傻。和平协议刚签完，刘邦便派兵追杀项羽。趁他兵，要他兵！楚军虽然勇猛，但也实在经不起刘邦阵营的围剿。最终，在一个叫垓下的地方，项羽大败。项羽喵的战败，标志着这场战争的彻底结束，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新皇朝的诞生，这就是汉皇朝。作为汉皇朝的开创者，刘邦完成了从布衣到天子的逆袭，让天下重归一统。然而，从秦末起义到楚汉争雄，华夏大地经历了战火的蹂躏。这么一个凋零的天下，该如何经营呢？下一期，公元前202年，汉一统天下，成为了华夏历史上第2个大一统王朝。然而，经过多年混战，土地荒废，喵民们生活艰苦。这个新生的帝国将如何巩固统治呢？我想想，一个喵的出现起到了重要作用，她就是汉朝初代皇后吕雉喵。吕雉喵原本是山东大户人家的小姐，为了避仇，举家搬到了南方，然后就嫁给了当地有名的老流氓。爸比跟你说，这人一定发达。没错，也就是当时还没发迹的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喵。嗨，baby。雉喵刚嫁过门，就多了个便宜儿子。麻烦你了，私生子。白天不仅干农活儿，夜里还得伺候家人。我饿了，饭呢？来了！明明原来是个大小姐呀。不过，这样的主妇生活倒没有过多久。几年后，刘邦就出门造反去了。老婆，我造反去了，你不要再想我。整整7年的时间里，不但让雉喵独自承担这个家，后来还被死对头抓去当人质。明明原来是个大小姐呀。不过幸好雉喵命大，刘邦喵不仅打败了对手，还夺得了天下。大走了。久别多年的雉喵这才回到了刘邦喵的身边。老公，我回来了。然后回来了嘛，那好好休息。看着刘邦喵宠幸其他妃子。经过了这次，雉喵终于明白，我不会再这样下去了。我要掌握命运。
那么从那时起，吕雉做了什么事呢？首先，他要确保老刘家的统治。自从推翻秦朝之后，大家开始争夺天下。老刘家是靠着团结诸侯获得了最终胜利，可带来的后果是，诸侯们凭借着军功获得大量土地，表面上臣服皇权，天子召你进京，老柯。好，好，好，是。实际则威胁到中央。怎么办呢？吕雉的方法很简单，诱骗进攻。老大，天子让你去一趟。啊？剁了。接着，要确保儿子当皇帝。雉喵的儿子是刘邦喵的嫡长子，按照礼法，嫡长子有接班做皇帝的传统。儿子，给。谢爸比。可刘邦喵的妻妾儿女一大捆，怎么办呢？还是剁了。而且儿子是自己人，儿媳妇儿也得是自己人。于是雉喵甚至把自己的外孙女儿嫁给了亲儿子。当这一切部署完毕后，雉喵才正式开始确保自己的权利。汉朝是老刘家的，皇帝姓刘，帝国内的高层也姓刘。要掌控，就得让吕氏也有权利。他先是把自己吕氏的女性嫁给各个诸侯王，实行全面监视。谁要是敢放肆，就剁谁。然后分封自己部分娘家人成为诸侯王。反正就是无论是谁，只要妨碍到他的，通通发便当。从此以后，朝野内外，雉喵的权力达到顶峰。皇帝人选由他任免，帝国朝政由他掌握。这便是历史上第一个由女性主政的时期，史称临朝称制。然而，雉喵在统治阶层的斗争中手段凶残，但在其当政时期，却是采取与民休养的政策，不但废除前朝苛法，且鼓励农商，让疲惫不堪的天下得以恢复元气，从而巩固了汉朝的稳定。然而，无论是刘氏还是吕氏，汉初并立的各诸侯王仍然是对皇权的威胁。这个矛盾该如何解决呢？经过8年斗争，汉成了新的华夏之主。然而，在大一统的汉初时期，国家实行的却是郡国并行制，意思就是帝国内部分土地归皇帝管，另一部分则归诸侯王们管。诸侯王可以统治自己领地的喵民，也能发展自己的军队。所以，无论是早期一同打江山的功臣派诸侯，还是中期皇后娘家派诸侯，或是后来的老刘家同姓派诸侯，通通都可能对中央产生威胁。那么皇族与诸侯王族的矛盾该如何解决呢？这个重任落在了第3和第4代汉帝肩上，他们便是文景两帝。说起来，这爷俩基本上是幸运之神转世，
文帝喵一开始其实并不是正规的皇帝候选人，可因为其他候选人该挂的都挂了，于是他就被扶上去当了新皇帝。文帝在位时期，汉朝中央实力有限，所以他当时对待诸侯们的基本国策就是：只要你不过分，你要啥我尽量满足你，乖乖就好。对待外来侵略也是尽量忍着。财宝给你，女儿也给你，麻烦别闹事啊。当然惹急啦，我要是不呢，也会干回去。别闹，没听懂吗？文帝喵的隐忍给喵民们带来了稳定的社会环境，而且还带头工作。陛下，经他的努力，国家的经济得到充足发展，然后就光荣病死了。而接替他的则是景帝喵。景帝喵原本也不是正规的皇帝候选人，可因为其他候选人该挂的都挂了，他就被推上去当了新皇帝。爸比，我继承了你的运气。景帝上位后，继续实行发展农商的政策，也继承了你的工作。但对诸侯王，那个就没那么客气了。他采取削藩的建议，开始找借口收缩诸侯的国土，行为不轨，削；触犯律法，削；胡搞瞎搞，削。反正就是一顿削。这样，诸侯们当然不乐意。凭什么这样对我们？于是他们抄起家伙就反了。这正是历史上的七国之乱。但你要知道，经过发展后的汉中央已经力量大增，七国联军浩浩荡荡而来。3个月后就被全灭了。原本充满威胁的7个诸侯国，一次性全被揍了一顿。汉中央昭示了他强大的实力，而景帝喵也趁机收回了各诸侯国的行政权。从此，诸侯王只能享受封国赋税，而无统治权利。爸爸，诸侯国对中央的威胁大大减弱。至此，经过文景2代皇帝的努力，皇权控制住了王权，且实现了华夏历史上第一个治世，史称文景之治。然而，内部的威胁虽然得到控制，外部的忧患该如何面对呢？自汉高祖刘邦建国以来，高后改革，文景2帝休养，经历了几代的努力，汉帝国的根基逐渐稳固。这个新兴王朝发展的计划终于提上议程，而这个重担则落到了第5代继承人的肩上。这正是大名鼎鼎的大汉孝武帝刘彻喵。彻喵少年登基，这上位时还是个16岁的小可爱。他接手的汉帝国人口和经济已经得到了巨大的提高，前代们的努力为他准备了足够的资本，要好好干哟。而摆在彻喵面前的主要是2座大山，内部是诸侯王的灵力，外部则是匈奴的威胁。
办呢？先统一思想。儒家学说讲究忠君爱民，也就是说，它既能维护君主，也能让民众接受。于是乎，彻喵剔除其他学说，将儒学定为唯一官学。从此，大量的人才通过儒学被提拔，儒生的增加使皇帝的权威得到加强，而彻喵正是运用了皇帝的权威，开始对诸侯王动刀子。开队。汉朝初期是天子和诸侯王们共治天下的局面，诸侯王的领地世袭，也就是老子挂了，由嫡长子继承。宝贝儿，爸比，不是嫡长子的，就只能垂头丧气，靠边站了。利用这一点，彻喵颁布了推恩令，意思就是你诸侯王不要偏心，除了给嫡长子，其他子弟也可以给他们封地。这样的政令当然受到诸侯王子弟们的拥戴。于是乎，大诸侯王国拆分出很多小诸侯王国，王国变侯国，越分越小，诸侯王的势力几乎消尽。但光削弱你的势力还不够，还要消灭你。所以彻喵直接找了个借口，说诸侯们祭拜时用的黄金成色不好，他插着把胡锅给收了回来。从此，邻立的诸侯王国几乎消灭殆尽，帝国内部才真正实现了统一。但帝国安稳吗？不安稳。因为另一座大山正是外面的匈奴。大汉刚建立时，因为疲惫不堪，所以匈奴你干啥事儿就都忍了。冷静。但彻喵时期的汉朝已今非昔比，干他！从此，汉帝国送往匈奴地区的不再是美女和财宝，而是大量的兵团。彻喵先后对北方的匈奴进行了3次大规模打击。攻击！匈奴喵不仅节节败退，大片的土地更是被并入大汉的版图。在彻喵的统治下，汉帝国疆土东至朝鲜，西至中亚，南至越南中部和南海，北至阴山以北，几乎比汉初疆域大了1倍。大汉真正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超级帝国，而这一切，他只用了30年的时间。彻喵作为汉的第5代皇帝，很好地完成了他的历史任务。在位期间，加强了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对外开边，对内收权，为汉朝后世300多年奠定了实质的基础，更让汉成为了民族称号。但月满则亏，强盛的汉朝又会遇到怎样的波澜？经过汉初的发展，皇帝的权力得到空前的集中。然而，权力永远只是强者的武器。当帝国的统治者无能之际，就会出现群强均弱的情况。到汉朝末期，示弱的皇帝开始借助母族的力量，
这就是王室外戚。在皇帝的重用下，王氏集团权倾朝野，而一个喵的出现，甚至为强大的汉帝国敲响了丧钟。这个喵正是王莽喵。大家好，我是本期的反派。作为权贵一族，王室成员大多生活奢靡，而王莽喵呢？他不仅勤奋好学，还侍奉长辈。伯父，这期连载真的好棒，路飞15亿了。真的吗？正是这份美德，让王莽喵受到长辈的推荐。以后的剧情我都会讲给你的。好孩子。他被送到朝廷当官，承蒙关照。而且因为他做事认真，且人缘极好，前辈的工作我帮忙做好了。这是新买的单行本，太感谢了，使命必达。王莽喵平步青云，可即使身居高位，他还是保持着自己朴素的生活，甚至经常把自己的工资拿去接济穷喵。他样子也很穷啊。长此以往，王莽喵受到了从中央到百姓的集体点赞。感谢领导，感谢我的粉丝。妈妈，我都走了。即使到后来下岗了，还是很快被返聘回中央。那么，这样一个傻白甜的人物，理想就是做一个好人吗？不，王莽喵有他自己的政治抱负。公元前1年，皇帝驾崩，王莽喵拥立9岁的小皇帝登基，从此总揽政务大权。当然，他还是保持了自己艰苦朴素的生活。天灾的时候，甚至还带头让官吏们捐出土地来救济灾民。作为臣子的他，甚至被称颂成圣人。这样的人气，让王莽喵产生了当皇帝的野心。碰巧，这时的小皇帝也死了。于是，王莽喵一方面拥立2岁的小皇太子上位，一方面则制造自己是真命天子的祥瑞，例如让人在野外发现一块写有王莽是皇帝的石头，或者找人献上写着传位给王莽的天书。当当，经过一番造势，王莽喵终于带着天命所归的架势称帝了。这就是历史上的新朝。成为天子的王莽喵终于如愿以偿，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在他看来，汉末一切的苦难都是因为没了规矩，只有恢复西周时期的制度，才能实现他治国安天下的理念。于是，他开始对国家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政策，通通一顿整。最后呢，国家大乱。例如，官职改革，实行绩效工资制。简单讲就是，地方农业收成多少，就发多少工资给官员。这本来是想鼓励地方官员发展好当地农业的，但你要知道，那是没有专业会计的古代，所以后来官员经常领不到工资，反而去贪污盘剥农民。给我工资！还有货币制改革，废除原来旧的铜钱，
然后国家统一发行货币。假币啦，假币啦！光币种就有28种。这是真币吗？我也。再加上天灾人祸，到王莽喵统治后期，每幅米价值竟高达黄金1斤，喵民们苦不堪言。在这样的生活惨状之下，农民起义最终爆发了，各地喵民纷纷起而反抗。而这反抗的队伍中，有2支发展非常迅猛。他们是谁呢？公元8年，经历200多年的汉朝政权轰然倒塌，新朝政权代汉而立。然而，在新朝倒行逆施的统治下，喵民们受尽苦难，最终起义爆发了。这之中有2支队伍最为突出，一支是发迹于鹿林山的鹿林军，一支则是以红眉毛为标志的赤眉军。这场让饥民、地主都纷纷加入的大运动，开始搅动天下。而一个喵的出现，更是加速了历史车轮的转动。它就是刘秀喵。刘秀喵乃汉高祖9世孙，不过呢，后来因家道中落，到刘秀喵一代就已经是种田的了。刘秀喵从小性格低调，甚至算不上有啥大的志向。他大哥倒是很有志向，且常常取笑他整天种地，等哥以后干大事，你来当我马仔。实诚的刘秀喵只是想迎娶白富美，当上 CEO。然而，命运却没有如他所愿，因为没多久，天下就开始乱了。老刘家被新朝所取代，新朝混乱的政策引发的农民起义越演越烈。我们要吃饭！在这样的情况下，刘秀喵的哥哥我要出道了，决定动身去搞事儿。本来作为一个种田的，刘秀喵并不想淌这趟浑水，可家里人都已经出去闹事儿了，光复我们老刘家。所以无论他闹不闹，反正都是死。于是乎，刘秀喵只能也跟着起义了。当时的农民起义军大多是饥民组成，一开始只是为了组团挖野菜或者抢粮食，经过发展才成了军队。绿林军就是这么一支松散的农民军。不过作为野路子，他们倒是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于是当刘秀喵这些接受过教育的汉室后代加入后，队伍很快就焕然一新啦。他们开始依靠复兴刘氏江山的旗号迅速发展，不仅连打胜仗，规模也越来越大。这股崛起的势力开始威胁到新朝中央政权，于是乎42万中央军开始集结，杀向绿林军。可这时的绿林军主力却在别的地方，大军杀来的消息把绿林军吓得心态都崩了。我想回家种地。幸亏这时，其实刘秀喵站了出来，
还有一个办法。他带着小部队冲出城外，搬救兵。你要知道，人家中央军42万喵，所以刘秀喵10几人的小部队，并没有被放在眼里。悄咪咪，悄咪咪，悄咪咪。可结果呢？中央军被狠狠地打了脸。因为大军压境的缘故，绿林军这边没得选，只能玩命。刘秀喵带回来的小虎救兵冲进中央军中心，疯狂砍杀。42万大军竟然被砍得无还手之力。而且刘秀喵还散布谣言，表示主力部队快要回来了。听说主力要回来喽！一边突然士气高涨，一边手忙脚乱，中央军溃败。从此，新朝政权的主力被消灭。刘秀喵则在这场以少胜多的战役中一战成名。嘿嘿。然而，这份喜悦还没来得及庆祝，一份灾难却悄然而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汉末的动荡使他被新朝所取代。然而，这个新建立的政权却在短短15年后葬送在大规模的起义运动中。这个王朝的掘墓者正是绿林军将领刘秀喵。嘿嘿，在昆阳一战中，刘秀喵以数万兵力干翻42万新朝中央军。42万主力军的溃败，直接加速了新朝的灭亡。刘秀喵因此名震天下。出道。可这事儿还没来得及庆祝，刘秀他哥就被砍了。气死我了！究其原因，只能说刘秀喵和他哥业务能力实在太强。他哥俩的强大，使绿林军头目们不得不忌惮他们。他哥不好控制，要搞定才行。哥哥招来了杀身之祸，刘秀喵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也只能忍气吞声了。哥哥。而自从新朝垮台后，绿林军便占领了王都，然后迅速腐败。折棒在哪儿？游戏机给我，快把卡带也交出来。这不仅让喵迷们对他们大失所望，苍天啊，我的游戏机，你的食量棒够大。爸爸，我要宝可梦。我还没通关呢。也让其他的起义军看到了争夺天下的希望。在当时的局势下，除了绿林军外，还有一支叫赤眉的农民起义军，双方都是能争夺天下的武装势力。可当时却有一个说法叫“得不得，再河北”，意思就是只有搞定河北地区，天下才算到手。绿林军是想要拿下河北的，于是乎，在人才匮乏的时候，咱们的刘秀喵就被派去收河北了。出差。这对于刘秀喵来说，不仅可以避免杀身之祸，更可以脱离绿林军的控制。而刘秀喵去河北没多久，绿林和赤眉就开始撕起来了。我还叫爸爸可没儿子，我就当皇帝。最终，赤眉打败绿林，占领了王都。可这俩起义军却都一个尿性，成功上位的赤眉军也迅速腐败，甚至比绿林还过分。把漫画也交出来，别想藏起来。还有签名 CD。喵迷们再次失望。我的签名版限量 CD， 我的小月的10周年手办。爸爸。
幸好这个时候刘秀喵回来了，老子回来了，而且是带着河北雄兵回来的。嘿，绿林军被赤眉军打败后，他便举兵南下，收编绿林残部。等到赤眉上台，全天下的小鱼干都是我们的。秀喵就不做动静，看着他们作死。等百姓恨透赤眉军的时候，妈妈，他们把我的全屏 CD 抢走了。赤眉军太过分了！秀喵在下令伏击他们，动手吧！不到3年的时间，刘秀喵吞下了绿林和赤眉2大兵团，战斗力暴涨。凭借强大的实力，其他地方割据势力被逐个平定。破碎的天下终于又回归了一统。这正是刘秀喵开创的东汉政权。作为一个从田地里奋斗上来的皇帝，他不仅善待功臣，陛下，也善待百姓。皇上，在政局稳定后，更是实施了轻徭薄赋的政策，文化建设也被大力提倡。建学校，建学校，建学校！到东汉中后期，派学生就达到3万多人，为东汉成为一个史无前例的文化大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是华夏史上唯一一个集中兴君主和开国皇帝于一身的帝王。而东汉这么好的一个开局，后面的发展又会怎样呢？敬请期待下一季。课。公元25年，东汉政权建立，成功延续了大汉皇朝的寿命。吸取前朝教训，东汉中央集权进一步得到加强，皇帝的权威发展到了新的高度。但悲剧的是，从第3代起，皇帝就开始早死，留下年轻的皇后和幼小的皇帝。于是乎，皇后依靠娘家人辅助，这就形成了外戚集团；而小皇帝则依靠从小侍奉他的宦官，形成了宦官集团。再加上原本靠读书当官的士族集团，这就是东汉中后期政治框架的3大支柱。不过，因为权力高度集中在皇室，靠读书当官的士族阶级就比较弱鸡。有皇室做靠山的外戚和宦官倒是轮着死。我们是皇上的代表，滚！谁听你们的？由于皇帝都是年少上位，所以小时候被母族的外戚掌权。乖，你还小，我帮你管着。到皇帝长大了之后，又靠宦官们夺回政权。接着再到皇帝一死，新的皇后外戚又干掉旧的宦官，再次掌权。反正就是交替着来。反正没我们的份儿。到桓帝时期，宦官集团在斗争中取得上风。来呀，让你知道厉害！他们开始控制朝政。
然后买卖官位，成交。这让一直靠读书当官的氏族集团突然断了上位的途径。这是欺负我们吃瓜的吗？于是乎，氏族集团和宦官集团开始撕了起来。东汉的氏族阶级是有骨气的，虽然一直在吃瓜，但在他们心里，匡扶社稷是自己的责任。作为读书人，氏族集团拥有笔杆子，所以他们开始抡笔狂喷。可他们忘了一点，宦官集团却拥有皇帝。于是他们向皇帝造谣，皇上，他们抱团想造反。就这样，200多士人被抓了起来。这就是著名的党锢之祸。虽然后来迫于舆论的压力，中央还是释放了被抓的士人。喂，以后识趣点。但党锢这个方式却变成了宦官对付士人集团的杀手锏。到灵帝时期，宦官们故技重施，再次向士人们泼脏水。皇上，他们会阻碍你买新游戏的。又有上千士人被获刑。从此，有望挽救东汉的氏族集团集体失声。宦官专权的东汉制度则愈加腐败。成交，成交，成交。从皇帝到小官吏，自上而下的买官卖官，而买官者为了回本，则变本加厉地剥削喵民们。把零食、游戏机都交出来！东汉进入了风雨飘摇的末年，后面的发展又会怎样呢？东汉末年是个黑暗的时期，从皇帝到小官吏都在剥削平民。在这样的情况下，起义爆发了。起义的喵民们头戴黄色布巾，这就是著名的黄巾起义。因为起义规模浩大，中央军焦头烂额。救命啊，领导！他们人好多啊！又来了。于是乎，东汉中央政府权力开始下放，让地方可自己组建军队以镇压起义。从那一刻起，高度集中的中央皇权制开始崩溃，各地官员、豪强纷纷组建自己的军队，而这些拥有着私人军队的个体，便是军阀。军阀的出现，确实镇压了各地农民起义，但也让东汉统一的江山走向分裂，而开启这个乱世的，便是西北军阀董卓喵。嘿嘿，董卓喵生长在长期与外族斗争的边陲地区，所以那儿的喵都喜欢用拳头说话。游戏打赢了算啥？有种肉搏！看我不打瓜你！董卓喵天生强壮，也喜欢跟强者交朋友。哎，小老弟，你怎么练的？加个微信呗。是啊是啊，要吃蛋白粉吗？长大后的董卓喵应征入伍，嘿嘿，战场上见谁砍谁。经过30年的疯狂刷怪升级，他不仅当上了将军，更培养了一支忠于自己的强悍军队，成为了当时最强的军阀之一。但你这么发展下去，
中央也不是瞎呀，嗅到了不安的气息。于是中央多次要求要他把兵权交出来。老大，上面又打过来了。可是他不干，不解，而且还找了个借口，把军队开到王都附近。哥哥走，看看去。时刻准备着干点啥。恰好这个时候，皇上驾崩了，皇帝挂了。原本东汉的政治力量有3派：皇帝的宦官、太后的外戚和吃瓜的士族。以往每当皇帝换届，宦官和外戚就互撕，叫爸爸，滚！示弱的士族只能在边上看着。而这次，外戚拉上士族一起玩，士族快过来，一起干死这群没下面的！打算干掉宦官。带我玩？所以他们决定把军阀叫进京来。哎，你们都来，干掉那群死太监！这些军阀里就有董卓喵。嘿嘿，计划通。接到消息的董卓喵立刻上路，想着进京大干一场。快走，到京城看看去。可刚到王都，他就发现，外戚和宦官已经同归于尽了，掐得真狠啊！剩下光杆小皇帝和吃瓜士族。妈妈，真是省了不少功夫。于是董卓喵轻易地控制了王都，甚至替换了一个新皇帝。东汉皇权失去了对天下的控制，从此名存实亡。董卓喵的登场，震动天下，揭开了军阀混战的序幕。但所谓枪打出头鸟，董卓喵粗暴的手段也成了天下军阀讨伐的对象。当董卓喵为所欲为之时，一个由10路军阀组成的联军正在集结。他们会成功吗？东汉末年的汉朝就像一所破房子，政局混乱，朝臣专权，然后农民就起义了。我们要吃炸鸡！黄巾起义就像一把熊熊燃烧的烈火，只不过这把火不是一片的烧，而是这里点一下，那里点一下，烧得中央忙不过来，只能下令让各地官员自己招人手灭火。最后，火是灭了，各地官员的翅膀也硬了起来。明面上是东汉的臣子，暗地里都在观望着中央的局势。而这时，西北军阀大老粗董卓来了。哎嘿！趁着东汉这所破房子摇摇欲坠的时候，上来就一脚，去你的！把他踹塌了。这下好，各地黑势力的借口来了。浩浩荡荡10路人马，打着爱国的名义杀了过来，史称关东军。然而，联军人数虽多，可大家心里的小九九可不一样。虽然有一部分是真心想救国的，老贼，看我收拾你！你快回来！但大部分都只是想趁机捞一把。现在的年轻人太成瞪了，所以大军开到王都跟前儿，就停下来了。前面的旅客，
和我来！每天在那野餐和开音乐节。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包片片。可怜的小皇帝不但没人来救，大家好，还被董卓喵绑架去了西边。哈哈哈哈哈哈！不过董卓喵去了西边没多久，就因为团队内讧挂了。别误会，我不是被情杀的。眼看中原无主，皇上在哪里？我们不知道。这下军阀们彻底放飞自我了。我们的目标是抢地盘，抢地盘！大家开始了互殴模式。群雄割据的时代就此展开。然而，在大家都在为自己抢地盘的时候，有一个喵，当时却是怀抱着炙热的救国之心。他就是曹操喵。在众联军都在开 party 的时候，曹操喵是第一个带兵过去打的。跟我上！只不过打输了。可恶，一个来帮忙的都没有。可他的出现，东汉末年的历史开始荡开了涟漪。在这汉末飘摇的风雨中，惨遭失败的曹操喵，还会坚持拯救大汉吗？皇帝到处飘，军阀四处搞，这就是东汉末年的情况。在这个大家不理国家死活，只想捞好处的时代里，倒是有一个喵，一心想着救国，他就是曹操喵。曹操喵是太监的孙子，宝贝乖。所以他爹是谁的儿子啊？爷爷，我爹是……一直是个谜。别问了。在东汉时期，国家就是被一些太监搞乱的。于是，作为太监的孙子，曹操喵从小就没少被鄙视。你看他那样子，恶臭！太监的孙子，也是个好东西。龟儿子。可能正因为如此，曹操从小就有想要证明自己的想法。20岁的时候，他就考了国家公务员，没多久，又当了洛阳北部尉，也就是首都北区副公安局局长。作为一个渴望干出成绩的热血青年，曹操喵执法严明，反正不管你是不是皇亲国戚，老子上面有人，你打我一下试试。该打死的就打死。你再说一句试试，老子要你命！在他的治理下，地方没有谁是敢闹事儿的。没事儿，可以，我们 OK。然而，这样的愣头青，百姓很爱戴。贪官污吏们对他则是恨得牙痒，太不像话了！想尽一切办法向中央说他坏话。这样的政治环境，不得不让曹操喵重新审视这个王朝。经过几年的韬晦，曹操喵被调去当点军校尉，也就是中央警卫团营长。而从那个时候起，朝廷就开始乱了。皇帝被挟持，军阀在乱斗，国家乱成了一锅粥。于是乎，摆在曹操喵面前的只剩下2条路：一是别掺和，回家种田。但这样别说救国，自己哪天被砍了都不知道。
二是抄起家伙干他喵的！通过壮大自己，还有可能抢救这个天下。经过一番挣扎，曹操喵决定了，干他喵的！可军队和地盘从哪儿来呢？刚好这会儿天下大乱，喵民们都纷纷起义，曹操喵就被邀请过去帮忙镇压。知道了，等我。你要知道，当时的喵民们都是被迫造反的。哥，咱们下午怎么打呀？其实我想回家种地。种地才是他们最大的梦想。我也是。再加上他们都敬佩曹操喵以前的智力。在这种情况下，曹操喵一边揍他们，一边又安抚他们。放下武器，否则打死！喵民起义军哪里玩得过他？投降！我们听话。30万降军最终被收编入曹操喵麾下，这就是有名的青州军团。借着青州军的兵力，曹操喵趁机向南拓展势力。经过4年的经营，东汉13州中的兖、豫2州被成功拿下，地跨2个省的地盘，数10万的军队。曹操喵一下从光杆司令迅速成为一方新秀，正式坐到了东汉末群雄割据的牌桌前。而在这强敌环伺的乱世中，他的下一步又该怎么走呢？公元190年，洛阳大火，年幼的皇帝被挟持出国都，从此天下大乱，各地武装势力纷纷互相斗争，形成了分裂的割据局面。而这时，一个喵的崛起，成为了东汉最后的希望。没错，他就是曹操喵。在这混乱的形势下，曹操喵迅速拿下了2州之地，还吞下了30万的起义军，成为了争霸天下的一股新力量。可问题是，这30万农民起义军却附带了100多万的随军家属，而且还带着种地的家伙。这么多人怎么养活呢？在当时的情况下，全国大乱，到处都在打仗。喵民们不是造反了？走，跟老子造反去！就是被抓去造反。走，跟老子打仗去！到处都是无人耕种的土地。于是乎，曹操喵决定实行屯田制，意思就是把无主的土地分出去给大家种。去，这块地给你种。种出来的粮食一半上交，一半给喵民。士兵们则平时种地，战时打仗。来啊！这样的方式，曹操喵不仅解决了流民问题，还实力大涨。So easy。可无论曹操喵如何强大，始终是太监的孙子。在东汉那个看出身的时代里，曹操喵的出身根本吸引不了人才。咋
咋办呢？大家还记得被挟持的小皇帝吗？没错，就是那个啥权力都没有的汉献帝。虽然国家乱了，但名义上他还是这个国家的天子呀！救命！在这个大家都不守道义的乱世里，快抢啊！管他喵的！曹操喵要做的便是想办法占领道德高地。为此，他在屯田之前就迎奉了小皇帝。皇上，跟我走。维护了这东汉最后一个标志。有了皇帝这块招牌，曹操喵的阵营一下子成了新的中央。大量的人才纷纷向他投简历，而且在那个乱世里，高举天子旗帜的曹操喵显得打谁都是正义的行为。皇上说，看他们不爽，赶他们！口碑、土地、军队都有了。曹操喵战斗力暴涨，一跃成为北方强劲的势力。那么，曹操喵能顺利的发展下去吗？没有，因为在北方还有一个大军阀的存在。他是谁呢？自从东汉末，天下大乱，各个片区的豪强们就开始互砍。给我上！赢了今晚吃炸鸡！汉朝的疆土上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其中曹操喵手握天子，高举正义的旗帜，迅速打下了黄河以南的疆域。然而，随着势力的壮大，一个强大的对手出现在曹操喵的面前，他便是袁绍喵。嘿嘿，说起来，袁绍喵与曹操喵从小就是一起混的，小时候就没少搞事儿。来人呐！新娘被偷走了！袁绍喵祖上都是朝廷重臣，所以凭借着关五代的身份，他每天搞聚会、开 party。跟我一起来 ！Put your hands up！ 然后认识各种网红。干啥呢？跟大卫互粉。长大后，两喵一起在朝廷当军官。哎嘿。可没多久，朝廷就乱了。袁绍喵带头组建讨伐逆贼的关东军。走，组团走起！然而这俩家伙虽然从小一起长大，志向却不同。在国家有难的时候，一个想的是壮大自己，一个则更多的想着救国。所以，袁绍喵带领的关东军走到一半就不走了。倒是曹操喵第一个冲上去打，跟我上！然后被揍得很惨。随着中央的暗弱，原本打算救国的军阀们干脆开始互相抢地盘。我的，想办法！袁绍喵趁机往黄河以北发展，而曹操喵则往黄河以南发展。两人虽然方向不同，却互相配合。10年的时间里，一个称雄河北，一个则虎踞河南。可你要知道，这种并肩作战的蜜月，注定不会持续下去。当南北势力发展到尽头，最后的敌人就只有对方了。
公元196年，原本流离失所的小皇帝，被曹操喵接到了自己的阵营里。曹操喵从此声威大振，选择我们，还你一个梦想。不仅吸引了大批人才，他的阵营也成为了新的中央。这件事为双方的对抗投下了火种。因此，在称霸河北后，袁绍喵要消灭的，便是河对岸的曹操喵了。这个北部中国的巅峰之战即将打响。面对着来势汹汹的袁绍喵，曹操喵要如何应战呢？东汉末年是一个乱世，军阀混战，每天互砍。经过10年的发展，北部赛区有2个玩家脱颖而出，一个是祖传当官的白金王者袁绍喵，另一个则是出身宦家的手速之鬼曹操喵。他们以黄河为分界线，分别称霸了黄河以北和以南的区域。可所谓一山不容二喵，怎么回事啊，小老弟？乖乖低头，不好吗？就不。当所有障碍扫清之后，再说一个试试，说就说，你个迟钝鬼！这场北部中国的王者争霸赛便正式打响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袁绍喵实力强大，拥有4个州的地盘，曹操喵也是4个州，但军队数量上却少得多，所以袁绍喵完全不把曹操喵放在眼里。不听。他倾巢而出，通知所有人抄家伙。等一下，直接把大军开到黄河边上，走，然后渡过河去打。对面的曹操喵虽然军队少，却个个战斗力爆表。要打了吗？大哥，加上曹操喵的神级操作，这一开打，曹军竟然小胜了2场。然而，袁绍喵毕竟是北方最强大的军阀，正面刚还是不行的。于是乎，曹操喵下令全军后退。喂，收拾下，往后撤。这后退的地方就是官渡。溜了。看着曹操喵后撤，袁绍喵反而加紧追击。他害怕啦，快追！大军浩浩荡荡地杀过黄河而来。加速，加速，加速！那么曹操喵真的害怕了吗？并没有。曹军的后撤实际上是回到家门口。打仗需要粮食供应，外卖到了。曹操喵离家门口近，自然补给方便。哎，上来。而袁绍喵渡过黄河来进攻，反而远离了他自己的大本营。喂，我要1份炸鸡。对，官渡这边的。我们不送那个地址。去你的！补给变得困难，而且原本在黄河边上打，黄河的渡口多，容易被分兵包抄。后退至官渡水，就只有1个渡口。公里外，袁绍喵就只能单面进攻了。有种过来呀！你等着。双方在官渡你来我往，愣是耗了几个月。一段时间后，曹操喵虽然没被干掉，但也有点熬不下去。正当曹操准备撤兵的时候，却被老天叫停。老大，外边有情况啊！局势的转机是
袁绍喵那边出了个二五仔，曹总，偷偷地将援兵放粮食的地方告诉了曹操喵。在那个地方放着所有粮食。这下曹操可逮住大鱼啦！他亲自带着一票人偷偷潜到袁绍的屯粮处，二话不说就上去放火。给我烧！你要知道，打仗是需要吃饭的。得知自己的储备粮被烧得一干二净，什么？都烧了！援军瞬间大乱。我的炸鸡，小天饼也没了。不仅士兵失去了信心，主将们更是纷纷投降曹操。曹总，随着有利局势的形成，曹操乘胜追击，趁他病，要他命！袁绍喵只能落荒而逃了。官渡的溃败使袁氏集团受到毁灭性的打击，领便当了呗！从此退出历史舞台。而胜利的曹操喵则逐渐吞并了袁氏的地盘，最终取得了北部中国的霸权。但尽管如此，统一天下的进度也才过了一半。在一江之隔的南方，一个家族正在雄起。话说东汉末年，西北军阀祸乱中央，于是乎，大家便组成联军前去讨伐。可当时只有2个喵真正冲出去打，一个是曹操喵，干他喵的！哈哈，打了一下，打败了。而另一个则是孙坚喵，上！他倒是打得逆贼到处跑，有大的，逃走了！可一回头，联军们却为了抢地盘互殴了起来。地盘是我的，是你个大头鬼！孙坚喵就在争抢过程中，愣着干啥？快来帮忙！挂了。于是乎，孙家的发展重任就落到了孙坚长子的肩上，他就是孙策喵。嘿嘿，儿子，孙策喵天生超帅超能打 Hello baby， 江湖人称孙小霸王、大帅哥策。美丽。父亲的早逝让他不得不扛起一切，幸好孙策喵能力超凡，好险！不仅收回父亲留下的旧部，还广纳贤才。喂，老周吗？我是小策策呀，要一起创业吗？他带着军队往南方发展。这时的华夏大地上动荡不安，中原一带已经乱成一锅粥。总部，快支援啊！而远处的南方呢，倒是因为被认为荒蛮，所以相对较安稳。不过自从战乱开始以来，大批的中原喵民逃往南方避难，同时也带去了劳动力和先进技术，加上土地肥沃，南方俨然成为了适合创业的新天地。孙策喵正是瞅准了这个机遇，趁着中原军阀干得不可开交，他便招兵买马，一路往南打，全速前进！而南方赛区的军阀们
因为环境安逸，战斗力低下。面对着战斗力爆表的孙策喵，完全不够打。一个能打的都没有。随着孙家军的一路高歌，孙策喵的名号也越来越大。江东地区的势力都被打个半死，而为了得到当地喵民的支持，爸比，他会不会是坏蛋？孙策喵下令不准打扰喵民的生活，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自己缝。这个做法受到了广大喵民的拥护。做得好棒！于是他的军队数量大增，从此在江东地区站稳脚跟，成为了南方一霸。孙家的威名甚至震动中原诸侯。正当孙策喵想带领着江东军北上争霸时，一支冷箭飞了过来，正中孙策喵。放箭的正是曾经被打压的旧江东势力。在命垂一线之际，孙策喵意识到孙家政权巩固的重要性。为了家族命运，他将一切托付给了自己的弟弟。这就是孙家第3代的掌门人孙权喵。可接过这个重担的孙权喵，只是年仅19岁。在那个尔虞我诈的乱世里，孙家要如何发展壮大呢？在东汉末动荡的群雄割据中，有一支军队远离竞争激烈的中原地区，南下谋求发展。这就是孙家。孙家的首领虽然战斗力爆表，却是个短命鬼。事业才刚起步就被仇家给暗杀了。于是乎，孙家未来的重担便落到了弟弟孙权喵肩上。孙权喵苦啊，年纪轻轻不仅爹死了，你可以的。哥也死了，就给你了。还要继承这么大一个烂摊子。孙家的形势那时相当凶险。外部，中原军阀们虽然正在打着，但哪天那边打完了，就该轮到江东了。而内部，孙家虽然在南方建立了政权，但江东的豪族们仍然只是看看不说话，甚至军队里时不时还出现叛乱。够了，老孙家不行的，咱们走吧。这么多破事儿，真是让孙权喵没时间悲伤啊。弟弟别慌啊。是啊，儿子，你可以的。于是乎，他先是重用父兄留下来的部下。喂，老周吗？我是小拳拳，帮我招呼下他们，巩固军事统治。瞎造反，让我们作死，往死里打。接着，设法加强孙家政权的实力。但要怎么加强呢？东汉末年的时候，在南方地区其实还存在很多土著政权，他们自立山头，也不服从政府的管理。这些愣头青正是动刀子的好材料。于是，孙权喵就出兵揍他们。可秉着打死不是目的，
收服才是奥义的原则。歪了没？孙权喵只要打下一片山头，男的拉去扩充军队，女的就拉去种地。这样一来，不仅搞定了土著之患，还增强了孙家的实力。嘿！孙权喵的努力慢慢得到江东豪族的认可，从此纷纷投诚。这样一来，不仅壮大了人才队伍，在经济上也获得了很大的帮助。孙家政权从此在江东地区完成了巩固和发展。孙权喵完成了父兄的心愿。儿子好棒，弟弟好棒，嘿嘿嘿，也实现了青涩少年到人臣之主的转变。于是乎，他开始挥师北上，相邻的荆州便是他第一个目标。可当他全力攻打之时，北方的霸主曹操喵却已君临荆州，接着便打算逐鹿南下。而随着曹操大军到来的，还有另一个重要角色，他是谁呢？所谓乱世英雄起四方，东汉这个乱世里，有的英雄靠家世，有的英雄则靠拳头。而在这么多乱世豪杰里，有一个的画风却有点不一样，他就是三无衰鬼刘备喵。嘿嘿，刘备喵是个穷光蛋，可据说他却是汉高祖刘邦的后裔，只是到他这一代，沦落为卖草鞋的。然而，作为一个穷光蛋，刘备喵倒是胸怀大志。大志，大志！贫寒的家境不仅没让他低头，反而让他锻炼出坚韧的毅力。没事，我还能再饿3天。刘备喵也曾积极谋求发展。同学们，看一下这道题。只不过这家伙不是很爱学习，爱交友，爱玩乐多点儿。好，接着喝。这点倒是跟他的老祖宗刘邦很像。随着东汉末年的农民大起义，刘备喵也入伍参与镇压。刷进去。通过积累战功后，还当过小官儿。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刘备喵对喵民们都很好，吃，大家吃。因此喵咪们都很爱他。给了他仁义的美名。可没多久，天下就进入到了群雄割据时期。刘备喵便顺应时势，世界那么大，我现在就要去看看。也下海创业。刚好当时的徐州正面临着军阀的攻打，听说刘备喵有点能力，便请他去那儿做官。刘先生啊，你被录取了，麻烦尽快来上班，求你啦！可到徐州上任没几天，地盘就被别的军阀给抢走了。勾践，没办法，刘备喵只能投靠到同期出道的曹操喵那儿。作为同期的枭雄练习生，
曹操喵对刘备喵非常器重。贝贝，我终于得到你了 ，Daisy。不仅提拔他，贝贝，我带你一起跳。出门一起坐车，吃饭还坐同一张桌子。新品好像一点都不好吃哈。是啊。刘备喵于是成了曹操喵麾下的一名得力助手。可作为想有一番作为的英雄来说，刘备喵从来没有放弃过独立发展的念头。屈身于曹操喵之下，只是为了等待时机。而曹操喵呢，也认可刘备喵是个英雄。于是，在一次喝酒的过程中，曹操喵便挑明了态度：“咱们来聊聊天。你为啥不敢直视我呀？”我没有。表示要论天下英雄，也就他们2个了。You and me。虽然不知道曹操喵为何要戳穿刘备喵的小心思，但刘备喵的孙子算是装到了头。于是乎，在一次行动中，刘备喵带兵出击。曹哥，你之前说的那个麻烦，我帮你去处理吧。哦，好。然后趁机脱离了曹操喵的阵营。老子要自己当老板。势单力薄的刘备喵再次投身于乱世的洪流之中。这弱肉强食的天下间，想要闯出一番事业的他，又将何去何从呢？东汉时期，天下分为13州，其中荆州是最大的2个州之一。荆州地区不是政治中心，所以当首都地区因群雄割据而遭受战乱的时候，荆州相对和平稳定。在战乱年代里，和平稳定意味着富庶。所以当军阀们开始抢地盘之后，老实点儿，这么，荆州变成了兵家必争的肥肉了。这块肥肉在当时就被3个喵盯上，一个是统一了北方的曹操喵，一个是江东霸主孙权喵，另一个是落魄的贵族刘备喵。不好意思，就我最没分量。刘备喵到荆州来，其实是来找亲戚的。荆州这边也认为刘备喵其实有点能力，希望他来给荆州看家护院。于是刘备喵就来了。贤弟长得很结实啊，能来我这儿，老哥很高兴。可惜呢，刘备喵天生命硬。跟的第1个小伙伴，跟着我公孙家不会有错的。好的，老哥。自杀。第2个小伙伴，跟我走吧，咱老头家需要你。好的，老哥。病死。第3个小伙伴，我天底下最能打，以后我罩你。行吧，听你的。被杀。而来到荆州之后呢，嘿嘿，荆州的老板也病死了。我才刚出场。有点惨呀。不过倒是有一个例外，他就是曹操喵。这个混蛋！刘备喵就是从曹操喵那儿跑出来的。我走喽，你抓不到我。
曹操喵自从统一北方之后，便开始考虑统一全国的计划，而南方的孙家也在打荆州的主意。对于曹操喵来说，一旦孙家吃下荆州这块肥肉，那么南北的对抗可能会阻碍国家的统一。于是乎，曹操喵亲自率领大军攻打荆州，然后荆州这个没怎么打过仗的地方，就投降了。你要知道，刘备喵这时可还在荆州啊！ What？ 搞什么飞机？他可是踹了曹操喵才逃到荆州来的。老曹再见了！喵急也只能跳墙了。喂，计程车，2级、3级，快准备一下，顺便带上那个新来的小孔。刘备喵收起行李，只能往南跑。他知道必须得找个有力的帮手。那么南边还有谁呢？没错，南边便是江东霸主孙权喵。面对来势汹汹的曹操喵，抱头逃窜的刘备喵，将如何说服孙权喵与自己联合呢？经过10余年的混战，东汉末的大佬们已经挂了一大半。别急，别急，排好队。然后整个北方就被一个喵统一了，他就是曹操喵。随着北方割据势力的消灭，曹操喵开始考虑统一全国，而这第一个目标就是荆州。荆州可是个好地方，不仅大，还有钱。于是乎，曹操喵抄着家伙就过去了。走，出发！可曹操喵前脚刚到，荆州喵民们听好了，命令你们马上逃！好的。降。后脚荆州就投降了，而且隔壁的益州看人家荆州一投降，曹总么么哒，自己也跟着举白旗。曹总，我也……所以怎么说呢？感觉曹操喵自己都还没缓过神儿来，就拿下了最大的2个州。这个形势惊动了一个喵，他就是江东的孙权喵。对于老孙家来说，老曹家这么撵过来，那是很危险的。所以，孙权喵要怎么对待南下的曹操喵呢？干他，还是投降他？就在这时，刘备喵出现了。嗨，这哥们儿踹了曹操后去了荆州，不跟你玩了，来打我呀！又因荆州投降而跑了出来。你有种别跑！谁管你？这会儿不仅来江东求合作，小老弟，有个事要跟你说下。看到他了，曹操在追我。还跟曹操喵一起到了孙权喵家门口。这下上天给孙权喵出了个大难题了，那就是到底要不要跟这家伙联合呢？是吗？咱们来算一盘账。归零。首先，曹操喵已经打到家门口来了。如果帮刘备喵，那曹操喵会不会连自己一起打呢？而如果不帮刘备喵呢？滚！估计按曹操喵的尿性，打完刘备喵之后，也还是会接着打他呀。到你
你啦！再说了，孙权喵要是真投降了，曹操喵也根本不可能放过他。一合计，反正都是死，那还考虑个屁呀！干他喵的！于是乎，在利益相同的情况下，孙刘两个集团一拍即合，决定共同迎战曹操喵这个大怪物。但是怎么打呢？这时孙权喵召回了一个将领。喂，老周吗？有人上门搞事。知道了。他是谁呢？话说东汉末年，军阀火拼，大家你搞我，我搞你。经过10几年的混战，最终形成了曹操喵统一北部，孙权喵占据江东，中间留着个刘备喵在跑来跑去的局面。当然，还有几个闲杂角色在街边嗑瓜子儿。而随着曹操喵的壮大，他开始向南方拓展势力。为了自保，在南方的孙权喵和刘备喵只能联合起来，努力加油！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那么，孙刘如何对抗曹军呢？这时，孙权喵召唤出了东吴最强将领，他就是周瑜喵。周瑜喵是孙权喵的哥哥孙策喵的老部下。老周，靠你啦！正所谓充一次钱用2代人。老周，又要靠你啦！对于曹操喵的迫近，周瑜喵表现得非常淡定。听说对方有80万兵马，咋整啊？整个屁，那都是假粉，反正就是正面刚。烤好啦，来，张开嘴。而曹操喵那边呢？北方喵来到南方地界，水土不服，这一开打就输了一仗。咋办呢？这时，曹操喵采取了一个计策，这就是著名的馊主意——连环船计划。他将所有的船连了起来。你要知道，在水上打仗虽然晃，但起码移动起来还算方便。现在绑在一起，这不就是固定的靶子吗？于是乎，这时周瑜喵上线了，烧死这个死宅男！他趁着刮起的大风，给对方送火，弄他！然后曹操喵就着了，而且从船上一直烧到岸上。曹军瞬间大乱，被打得溃败。稀里哗啦，赤壁一战就打完了。一身烧烤味的曹操喵只能收拾行李撤回北方。一路上不仅饿个半死，还病个半死。这次的战败使原本无敌的曹操喵损失惨重，统一南方的机会更加是从此失去，而孙刘两家则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空间。赤壁一战的结束，标志着群雄混战格局的终结。华夏大地从此向着一个3分的格局发展。那么天下
将会是谁的呢？立足。东汉末年是个混乱的时代，老大不行，马仔上位，大家伙互相干了10几年，最终南北2波势力互掐，这就是著名的赤壁之战。最后的战果是北方势力败退，而南方势力守住了自己的地盘。北方代表就是曹操喵，虽然逃回去了，但很神伤。疼！南方呢，是刘备喵和孙权喵，一个创业老腊肉，有意见吗？和一个守业小鲜肉，就是两家打败了北方的巨头，自然开始了一段蜜月期。吃完火锅还有这个，哇哦，你真棒！例如，巩固一波自己的地盘和分享胜利果实。可所谓人情归人情，树木要分明。孙刘联盟中，孙权喵实力更强，自然就更强势。分完的结果就是，孙家除了占据了整个江东外，还拿了荆州的一部分。而刘家呢，则被分到了角落的一部分。你要知道，刘备喵可是个有梦想的喵。当我是咸鱼吗？虽然从出道开始就很倒霉，不仅仕途坎坷，还总是丢老婆。姐姐，你会唱小星星吧？快闭嘴吧！这会儿都50了，老头子还没啥像样的成绩，没出息，怎么可以窝在这旮旯里呢？于是乎，他决定找找孙权喵。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从地盘来看，孙家的地盘完全挨着曹家。试想，曹操喵一旦打过来，火力就全挨在孙权喵身上了。孙权喵压力也是真的大呀。所以这时刘备喵就出来了，他跟孙权喵表示：“你嘛，把南郡给我，我帮你分担点火力。”这个办法倒是打动了孙权喵。这样啊，因为南郡这块地是通往隔壁益州的唯一路径。卖个人情给刘备喵，以后还能一起去打益州。算了算，还挺划算。借你吧。这就是著名的借荆州事件。成功啦！耶嘿！这个事件的发生成了重要的历史节点，因为就是从那时起，刘备喵开始突破了地狱的牢笼。他虽然分担了孙权喵的压力，却获得了足够崛起的空间，而且还掌握了通往益州的通道。50年的创业生涯，刘备喵终于看到了黎明的曙光。然而，也正是这个事件吹响了三国下半场纷争的哨声，甚至为刘备集团埋下了不安定的隐患。那么趁势而起的刘备喵将如何扩大他的势力呢？益州在三国的历史上，曹操喵枭雄，而刘备喵则人主，简直就是光和影般的存在。仁义的刘备喵
不仅在正史上多有描述，在小说《三国演义》中更是仁义的接近迂腐。那么，刘备喵真的是这么一朵白莲花吗？当然不可能。在那个年代里，刘备喵同样兼具枭雄的一面。例如刘备入蜀事件，正是很好的诠释了刘备喵的魂。蜀指代的是当时的益州，益州地跨了今天的四川和重庆等地。所谓沃野千里，天府之国，就是口味比较辣。在赤壁之战后，上一个大州荆州已经被瓜分完毕，所以作为肥肉的益州，自然成了下一个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益州的老大刘璋喵急需一根救命稻草。哪根稻草好啊？老大，那是割尾巴草。想来想去，同为老刘家的刘备喵，就是这样，就成了他的最优选。我是刘备，投资热线400-785-600。总的来说，刘备喵不仅是打败曹操喵的一员，同时也掌握了通往益州的南郡。嘿嘿，这样光鲜的履历，让刘璋喵觉得，只要能拉拢到刘备喵，那就万事无忧了。姓刘备不心累，贝贝。可惜刘备喵根本没那么听话。首先，南郡是他从孙权喵那儿借的。来嘛，小老弟，不会吃亏的。孙权喵本来的想法是联合他一起过去吃益州。要一起玩哦，一定。可南郡到手后，刘备喵就把路给堵了，而且还自己进了益州。刘备，你个混账！而益州这边呢，希望他帮忙对抗北边的曹操喵。贝贝啊，你去帮我挡住曹操好吗？可以，小事。不但让他入驻益州，还给了他很多军队和物资。刘备喵明面上是答应帮忙，拜托你了，没问题。暗地里却到处做好事儿，收买人心。加油！等到时机一成熟，动手吧，就把刘璋喵给围了。没办法，刘璋喵只能乖乖地交出益州。从这个事件上来说，刘备喵可以说相当不仁义，不仅忽悠盟友，还忽悠亲友。这么简单就被骗了，蠢货！你不也是？但从时代的角度来说，却也无可厚非。在那个尔虞我诈的乱世里，他今天不诈，明天也许就可能被干掉。刘备喵的仁义，其实更多的是对待部下和民众。他懂得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所以一直实行宽政，正史并无可敛的记载。甚至在攻城略地的时候，也没有屠城的行为，说是人主，乃实至名归。而被套路的刘璋喵，虽然显得有点天然呆，不仅引来了刘备喵，还丢了地盘。但在那个争斗的年代里，敢于投降，确实避免了让益州喵民们遭受战火的摧残。差点就被涂炭了。不是个强者，却也算是个好官，不应该嘲笑他。无论如何，经过这个事件后，刘备喵成为了横跨2州的大军阀，
取得了和曹孙两家平起平坐的资格。三分天下的势头已经不可阻挡，但是作为盟友的孙权喵，会让刘备喵这么做大下去吗？孙权喵和刘备喵的联盟是在赤壁之战时形成。老曹打上门了，咋整啊？看他，算是共患难的干翻了曹操喵。去你的！我一定会回来的。可仗打完之后呢，联盟就微妙起来了。在两家中，孙权喵显得更加重视这段关系。刘备喵过来要南郡，来嘛，小老弟。孙权喵戒了。嘿嘿嘿嘿嘿。刘备喵堵着路，不给他去打益州。孙权喵忍了，直到刘备喵单独吞了益州时，孙权喵也只是闹了一下，要了点地盘就复合了。消消气嘛，好商量。简直就是刘备喵虐他千万遍，他待刘备喵如初恋呐。别气啦，别气啦，我跟你最好啦，你说的哦。那么，作为一个称霸一方的军阀，孙权喵为何如此好说话呢？这跟他的性格有很大关系。你猜我什么星座？纵观三国的历史，孙权喵可能没有曹操喵和刘备喵那么大放异彩，可他却有一个重要的特点：能忍。在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里，孙权喵清楚，谁都有被消灭的危险，所以他隐忍。但他的忍却不针对谁，而是为了江东的大局。赤壁一仗算是把曹操喵打跑了，可从大局来看，曹操喵仍然拥有东汉13州中的8州。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靠单打独斗，孙刘两方谁都干不过老曹家。所以他只能忍受刘备喵的做法，以维护联盟关系来确保江东有足够的发展空间。而刘备喵呢，也因此疯狂捡便宜，成为了地跨2州的大军阀。可作为相邻的存在，刘备喵的做大可就威胁到了孙家的生存了。于是孙权喵开始暗中调整战略。在那时，刘备集团迅速做大后，就开始头脑发热。喂，小雨呀，听说你要出去打架？让大将关羽喵去襄樊地区找曹操喵麻烦。这一仗，关羽喵放水，把曹军泡水里。救命！不要！水淹七军，讲的就是这事儿。然而，这个行动却给了孙权喵可乘之机。忍了这么久，终于不忍了。他先是私底下和曹操喵握手言和，曹总，咱们谈谈。再偷偷潜入关羽喵后方，然后捅一刀子。可怜的关羽喵就这样成了三明治。这个事件最终不仅导致关羽喵败走麦城，还让刘备喵失去了荆州。刘备喵继续做大的势头从此被打断，而捅刀子的决定也意味着孙权喵亲手撕破了与刘备喵的同盟关系。天下的三角格局也由孙刘抗曹
转变为孙曹姑刘。这个关系的转变，不仅是孙权喵的自保，更是3家势力的再平衡。然而，转动的历史车轮是无法停止的。当局面一度归于稳定时，北方却又变天了。汉是华夏历史上最长的封建王朝，前后共400多年，以至于汉成为了一个民族。所以，即使到东汉末天下大乱的时候，大家都还是认定他为正统。请问你觉得大汉如何？虽然我3天没吃饭了，但我还是支持他。甚至但凡想要动摇他的，都会被怼。西凉来的大胖子董卓喵换了个皇帝，怎样？被围殴了。祖上当官的自恋鬼袁术喵自立为皇帝，怎样？也被搞死了。这时的汉朝就像一瓶价值3000块但又过期的面霜，抹脸不行，但也不想扔。想我怎样？咋办呢？这时曹操喵出现了。嘿嘿，过期的面霜抹脸不行，擦脚总可以吧？江江。于是他拎起小皇帝，开始了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操作。削他！不仅迅速崛起，且基本战无不胜。嘿嘿。而小皇帝呢，则成了吉祥物。曹操喵这样的做法，不仅降低了创业阻力，你们看皇上多高兴，还能用中央的名义吸引人才。嘿嘿。只不过这也让他有时搞不清楚，这些人才究竟是效忠皇帝呢，还是效忠自己？所以他干脆把小皇帝晾一边，伺候皇上。是。带着一帮员工到自己家里办公去。虽说东汉这会儿已经凉了半截，但还是有死忠粉的好吗？大汉，大汉，大汉！看见皇上被拿去擦脚，汉粉们对曹操喵那个不爽啊！于是乎暗杀他的，嘲讽他的，曹，你不要脸！甚至是自杀给曹操喵看的。老大，荀大人挂了，就没中断过。没办法，他只能从政治上使手段了。随着曹操喵势力的巩固，他也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待遇。在东汉时期，大臣见皇帝是需要各种规矩的，例如上前时要恭敬的小步快走，例如朝见时要通报名号，喵喵将军，李狗蛋觐见。例如进殿前要脱鞋和解除武器等等。而曹操喵呢，则通通不用。此外，他还不断升官，从丞相加封为公爵，又从公爵升到王爵，到最后，他的政治地位登峰造极。而反对他的人则被消灭殆尽。东汉王朝从此失去了一切支持他的力量。曹操喵除了没有皇帝的名号外，成了东汉王朝实际的控制者。那么曹操喵做了这么多，是不是想代汉自立呢？不好说。
至少在所有条件都合适的情况下，他都没有取代汉朝，直到他去世都没有。这个一代枭雄带着大忠和大奸的争议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他的位子由儿子曹丕喵继承。他倒是在曹操喵去世后，就把汉献帝赶下了台，自己当了皇帝。这就是魏朝。曹魏的上台，意味着400多年的汉王朝正式消亡，而魏的领土实则只有半壁江山。作为另外2霸的孙刘两家，又将有啥动静呢？如果将三国的故事比喻为企业集团纷争，那么就是在公元220年的时候，汉这个100年老企业终于倒闭了。大部分资产由旗下3个子公司瓜分，这就是曹、刘、孙3家。其中曹家的业务做得最好，新任总经理曹丕喵不仅懂得为团队打鸡血，只要你们支持我，吃啥都听你们的。还将母公司资产分拆重组，我敲，成为新的集团董事长。集团代号就是魏。讲讲。可这下让另外2个子公司尴尬了。大家原来都是打工的，现在你咋当老板了呢？我把你当对手，你竟然想当我爸爸！于是乎，刘家总经理刘备喵宣布自己独立上市。哼，老子自己玩。企业代号还叫汉。不过大家都只叫他楚。而孙家的孙权喵呢，他倒是没有出来单干，反而选择了孙子装到底。曹总，我赞你。赞，以后你就称吴总吧。这说起来，之前孙权喵抢地盘的时候，有你，还背后捅了刘备喵一刀子，总不能2家都得罪对吧？嘿嘿。所以就干脆拉上曹家当靠山呐。嘿嘿，刘备喵郁闷呐。作为东汉末期老刘家最出息的崽儿，不仅祖上的基业被抢了，自己辛苦打下来的地盘也被挖走了，还搭上一个强有力的业务员。哈哈哈哈，贝哥哥。那么咋办呢？在刘备喵原本的计划里，他需要拿下荆州和益州2个地盘，这样往上可以干掉曹家，往下可以端掉孙家，最后完成统一天下的霸业。可这会儿荆州却在孙家那里，在我这儿。所以一定要把荆州抢回来不可。孙权，我要弄死你个臭小子！于是乎，刘备喵7带着小弟们上门找孙家算账。跟我上！这气势汹汹的，还真有点吓到老孙家。来真的，但也只能正面刚啦。喂，让小鹿接电话。而他们派出的，则是一个江东的超新星，他就是新任前线主帅陆逊喵。嘿嘿，陆逊喵大户家庭出身，有钱人，21岁就凭借着超强的能力入职孙氏集团。欢迎入职，小露露，谢谢老板。反正就是又帅又能干，酷哥。面对着来势汹汹的刘备喵，陆逊喵倒是一点儿都不紧张。他帅气地对部下们喊了一句：“撤！”是的，
陆逊喵带着军队不断后撤。啊！别跑！让给你。把刘备喵累的呀！别跑！一直撤到一个叫夷陵的地方。这是一个处在峡谷里的位置。刘备喵顺着狭长的地势，连续扎下几百里的军营。刘备喵当老板还是不错的，但是这次的战术嘛，难道不行？面对着扎在四面环山峡谷里的大军，陆逊喵上线了。他把谷口一堵，我塞，再扔下一把火，嘿嘿，浩浩荡荡的刘备大军瞬间烧了起来。影视小说里说的火烧700里连营，就是指这个。刘备喵带着一身烧烤味儿仓皇逃窜，仗就这么打完了，史称夷陵之战。夷陵的战败使刚建立的蜀汉政权元气大伤，刘备喵从此再无力量与孙权争夺荆州。天下三分的局面彻底巩固了下来，鼎立阶段正式形成。那么以惨败收尾的刘备，又将迎来怎样的命运呢？自从刘备喵夷陵战败后，就抑郁了，每天双眼无神，进入了等死的状态。他发愁啊，因为这会儿不仅自己建立的政权年纪小，自己崽子的年纪也小。要是自己一挂，曹孙两家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乎，刘备喵从总部招来了一个大臣，帮我叫亮亮接电话，决定将一切托付给他。他就是诸葛亮喵。诸葛喵天生气度不凡，帅气，可早年间却有点惨。他在出生时是个官二代，可没多久，当官的爹就挂了。兄弟几个靠着叔叔一力拉扯，为了生活，叔叔带他们搬到荆州，结果也挂了。真是有点惨呐。从此，诸葛喵便开始在荆州的郊区种地为生。好累。不过他一边种地，还一边努力读书，而且读得还很好。强大的学识让他成为荆州读书人圈中的人气王。读书真轻松，随便翻几下就行。甚至有当地的豪族还把女儿嫁给他。别客气，别客气。简直搞定了从上到下的所有阶层。Everybody 跟我一起来！所谓不想当网红的读书人，不是好农民。这样的好名声，自然吸引到了老板上门招聘。没错，这个老板就是当时还在荆州待着的刘备喵。是我。刘备喵不仅上门，我来了，还上了3次门。先生，他又来了。你终于回来了，都吃了3碗饭了。好感动啊！再吃下去一定破产。诸葛喵这才心甘情愿地跟他走。那咱们走吧。好嘞。3顾茅庐的故事就是这么来的。成功入职的诸葛喵，成为了刘氏集团强有力的帮手。
刘备喵被追杀时，快走！诸葛喵去搬救兵。刘备喵出去打地盘时，诸葛喵则为他做后勤。一生坎坷的刘备喵，自从有了诸葛喵后，完成了翻身的逆袭。成语“如鱼得水”说的就是他们。然而，世事总是无法一直好下去。夷陵的兵败，终归要为这紧密的君臣关系送上最后一道难题，这就是托孤之难。蜀汉政权是一个刚建立不久的政权，内部势力既混乱又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国之君即将死亡，而少主却还年幼，甚至连早期一起创业的老臣也都悉数不在了。形势可以说非常危急。于是乎，一直坐镇后方的诸葛喵成了托付一切的最优选择。公元223年，刘备喵在群臣面前正式将国家交于诸葛喵，并说下那句流传千古的遗言：“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对于这句话，世人有很多猜测，有的认为这是史上最真挚的君臣情谊，有的则认为是刘备喵阴险的试探。但无论如何，刘备喵的这句话不仅肯定了诸葛喵，更是巩固了诸葛喵的政治地位，为他后面执掌蜀汉政权和辅佐少主提供了有力支持。从此，刘备喵安心地闭上双眼，走完了他艰辛的创业人生，而诸葛喵则扛下了这沉重的江山。蜀汉政权由此进入诸葛时代。在那风雨飘摇中，诸葛喵将如何迈出下一步呢？话说，刘备喵将一切托付给诸葛喵后，亮亮，后面就交给你了，就死了。老大，留下了蜀汉这么一个烂摊子。这时的蜀对外刚刚打败了仗，对内则穷得叮当响，反正就是虚得很。那么，作为新一任的接盘侠，亮亮救我！诸葛喵该怎么做呢？他做了2件事。首先是恢复外交。在当时的情况下，3足鼎立的格局已经形成。对于蜀来说，干曹魏呢？干不过。干东吴呢？刚被干过。反正3国里面就他最弱。所以诸葛喵上台后，就重新向东吴发出了好友申请。天价。面对着魏国的威胁，东吴其实也不想僵着。乖乖当老啊，不然弄死你！于是吴蜀联盟很快就重新复合，对吧？咱们不在一起很容易死的。还是一起搞曹魏爽。3国关系又回到吴蜀抗魏上来。然而，外部环境得到缓解，蜀的内部问题也不小。蜀这个政权是刘备喵夺取益州后建立的。益州的本土势力明面上被统治着，
暗地里却仗着自己的势力横行霸道。该怎么办呢？上法治。没错，诸葛喵做的第2件事就是严厉地执行依法治蜀的方针。简单讲就是守法听话的给糖，守规矩好不好？好。违法乱纪的给枪，守规矩好不好？好。经过铁腕法治的管理，蜀汉不仅逐渐走出战后的混乱，诸葛喵还通过发展农业，宝贝，看我为你恢复的江山，恢复了蜀国的经济。然而，仅仅恢复元气根本不足以抗衡另外2国。怎样才能把实力提升一个等级呢？诸葛喵瞄准了当时益州南部的彝族们。嘿嘿，这些移民趁着刘备喵刚挂，就起来造反。皇帝老子挂了，咱们闹去吧！而他们所占地区不仅物资丰盛，且喵民数量也众多，正好拿来当升级的祭品。于是乎，诸葛喵领着大军就撵过去，跟我冲！虽然彝族喵很顽强，但哪里是中原正规军的对手？连首领都被疯狂调戏，请他回来聊聊。不但抓了7次，还放了7次，直到没了脾气。还玩吗？这首领叫孟获，7擒7纵的故事讲的就是这个。不玩了。最终，南部的叛乱被全部平定下来，嘿嘿，搞定。蜀因此也获得大批的兵员军资，国力实实在在地提升了一级。在接手国政的3年间，诸葛喵力挽狂澜，不仅让危急的蜀汉政权平安过渡，还使蜀汉一方的势力得到了提升。然而，天霸一隅的蜀汉政权仍然需要面对曹魏政权的威胁。诸葛喵的下一步又该怎么走呢？自公元228年起，诸葛喵便开始了长达7年的伐魏战争，史称诸葛北伐。虽然经过了短暂的发展，蜀仍然是3国中实力最弱的一个。作为弱国，诸葛喵为何要不断主动出击呢？因为形势变了。在原本计划里，蜀汉集团需要以荆、益2州为基础，2路出兵去攻打曹魏。可是呢，荆州打丢了。贝哥哥，亮亮会不会怪我们？放心啦，他可以的。这样一来，蜀汉的实力便远远弱于曹魏。从国家规模来讲，蜀国只有1州，国民约为90万。而魏国则有9州之地，国民800余万。比军事力量呢，蜀国军队10余万，而魏国光是用于对付蜀的第1线军队就有20万。如此的差距，只能迫使诸葛喵改变策略。这就是以攻为守。在诸葛喵看来，唯有活下去才能图进取。面对强大的曹魏，
蜀汉只能不断主动攻击。我们知道，主动攻击就是去别人家门口打。打过去，跟我上！打赢算自己的，打输国内也不受战火波及。粮食不够了，回去吧。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把被动防御改为主动防御，才能确保蜀汉的存在。那么，北伐成功了吗？没有，因为对于蜀国的攻击，魏国仍然拥有充足应对的实力。更何况，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蜀国光自己出去就很难，粮食供给更是困难重重。北伐之于诸葛喵，实属困难却必须完成之事。于是乎，自228年春开始，诸葛喵发兵陇西3郡，先得后失。228年冬，包围陈仓，久攻不下。229年春，攻打武都、阴平，只得2郡。231年春，包围岐山，收获甚微。数次北伐，却战果寥寥。然而，诸葛喵却只能坚持。无论是对刘备喵的承诺，还是自己的心愿，这份执着一直伴随他到最后一次北伐，最后病死于五丈原军中。终年54岁。诸葛喵耗尽一生，虽无法北定中原，却保卫了蜀汉政权的稳固，以一州之弱属抗衡数倍于己的曹魏，尚能保持国内经济的发展，实属不易，着实可以说是三国时期的英雄人物。诸葛喵的逝去，对于蜀汉来说，犹如巨星的陨落。然而，在曹魏阵营当中，却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是谁呢？所谓士族，就是世代读书做官的家族。东汉末年的政治格局由三大势力组成，分别是外戚、宦官、士族。可随着汉末的权力争斗，听我的，请你个大头鬼！外戚和宦官双双挂了，平衡一旦被打破，天下顿时陷入大乱。于是乎，拥有武装的军阀们开始争抢地盘，剩下只会读书的士族瑟瑟发抖。从那时起，士族阶级们便开始为这些军阀们服务，有的当文员。这仗打得好，帮算一下抢到多少鱼竿。是。有的当谋士。快想法子呀，敌军打过来了！而在这群汉末士族中，有一个喵同样面临着命运的抉择，他就是司马懿喵。司马喵家里排老二。作为士族，从爷爷的爷爷那代开始当官，而且从小聪明博学，
这样的先天优势，按理说应该风光无限才是。可惜他遇到了东汉末的乱世。汉末群雄争天下，最强的那个就该属曹操喵了。作为最早出来的一批创业者，曹操喵创业需要人才，所以自然就看上了出众的司马喵。叮。可司马喵呢？去，却看不上他，咋办嘞？曹操喵把他捆了。没错，软的不行，来硬的。司马喵就这样开始了与老曹家恩怨纠缠的一生。这份入职表麻烦填一下。从曹操喵算起，司马喵共侍奉过曹家4位家主。曹操喵虽然赏识他的才能，却也顾忌他。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于是乎，司马喵便开始了思考自己立足的问题。从那时起，他就将自己深深地隐藏起来。他每天努力上班，却从不强出风头。经理，他又偷偷帮我完成了所有工作。哎，真是个充满魅力的家伙。连喂马这种事都亲自干，还喂了12年呐。面对曹操喵，他也是尽力讨好。做皇帝，做皇帝，做皇帝。还主动勾搭太子。我那儿买了一批新的漫画。这些手段下来，司马喵渐渐获得了老曹家的信任。等到曹家第2任家主上位时，司马喵便开始得到了重用。最新的专辑记得帮我买。收到。可2代曹却没坚挺几年，就挂了。司马喵又跟着侍奉3代曹。万岁！万岁！万岁！嘿嘿。作为3朝老臣，此时的司马喵已经是曹家最信任的臣子。从东汉末熬到三国鼎立，他靠着自己卓越的军事才能，为曹家东征西讨。东边抵御住了孙吴，西边又扛住了蜀汉。不仅能干，还能活。蜀国的诸葛喵被他耗死，活不过，实在是活不过。甚至3代曹也没能活过他。反正就是超长续航。要懂得养生。到4代曹的时候，司马喵已经为曹家整整效力了31个年头。他用大半生的时间来获得曹氏的信任，从被猜疑到被完全信任，最终一步步挤上了权力的核心。那么，面对年仅8岁的4代家主，司马懿的忠心还会延续吗？经过几十年的争斗，曹魏集团成为了3国最强的存在。可老曹这一家似乎基因不太好。1代曹66岁挂了，2代曹40岁挂了，3代曹35岁也挂了。等到4代目上位时，只有8岁。这主子年纪小，自然需要有大臣辅助。于是乎，有2个喵成为了辅助大臣，一个是老曹家的亲戚曹爽喵，
另一个则是侍奉了曹魏3代家主的隐忍之鬼司马懿喵。司马喵作为3朝老将，在内不仅威望高，在外更是战功显赫。所以，同样作为辅臣的曹爽喵，一开始对他也是客客气气。嘿，您先请。不。可这时间一久，争斗也就自然出现了。作为皇族，曹爽喵想总揽大权，可能力嘛，却比司马喵差了几条街。于是乎，他想出了一个狠招，那就是通过提议给司马喵一个空闲的高官位，却夺了司马喵的权利。这一下情况就不一样了。曹爽喵不仅把持了朝政，更是处处排挤司马喵。为了想彰显自己的威武，大魏战神，大将军威武，他还主动出兵去打蜀国。喂，听说蜀国很拽，咱们过去打他们一仗。差点就回不来了。反正，在曹爽的专横下，曹魏国政糟透了。而这时的司马喵呢？他干脆装病，不上班了。我病了。你要知道，隐忍之鬼的称号可不是说着玩的。司马喵的演技实在精湛无比，唏嘘的胡须，空洞的眼神，落寞的睡姿。曹爽喵为了搞清楚真假，甚至找人去试探他。那个大人，你病了？是啊。但却啥都看不出来，毫无破绽，看来是真的。司马喵就这样一边装着病，一边却暗地里默默地准备着。经过4年的装死，曹爽喵对他已经完全松懈下来。他真的不行了？是吗？终于，他有一天带着小皇帝和百官们出去扫墓。走，扫墓去！这下，司马喵的机会可来了。他迅速集结军队，动手，占领武器库，再封锁城门。还在城外的曹爽喵跟小皇帝瞬间连家都回不去了。一顿思想挣扎后，只能乖乖投降了。这场行动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正史之变。而经过政变的司马喵，将曹氏势力屠戮殆尽，只留下小皇帝作为傀儡。这意味着经历4代的曹魏政权正式落入司马氏手中。而在那分裂相争的时代里，任何一点内部动荡都有可能带来致命的破绽。司马懿族的登台势必引发了新的变化，三国局势的平衡终于开始松动了。那么，作为曹魏的对手，西边的蜀汉政权又会有怎样的影响呢？随着诸葛喵的离世，蜀汉政权便开始走下坡。总的来说就是皇上无能，贤臣死光，太监乱政。反正就是有点糟就对了。可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有一个喵
坚定着复汉的决心。他就是姜维喵。作为蜀汉最后的顶梁柱，姜维喵说得上文武双全。可惜呢，却是个倒霉蛋。还记得诸葛喵时期的伐魏战争吗？姜维喵原本是魏那边的一员。当时诸葛大军一到，魏国3郡的长官便吓得城门紧闭。快把门关上啊！是。我们的姜维喵在外巡逻，小心注意，小心注意。刚回城就被当成了叛徒。没办法，姜维喵这才跳槽到了蜀汉这边。投蜀后的姜维喵很快获得了诸葛喵的重视。小田家以后要努力哦。是。他自己也视诸葛喵为导师。孩子，加油！丞相，眼看着这一老一少默契无间，跟我上。是。可惜没多久，老诸葛却累死了。你说是不是够倒霉的？为了报答诸葛喵的恩情，姜维喵重新扛起了北伐的重任。靠你了，先生。那么，他的北伐成功了吗？没有。不仅没成功，而且蜀国还越打越穷。从客观角度来看，诸葛时期的蜀国君臣还算上下一心。前方军事有诸葛喵坐镇，后方经济则有各位贤臣支援，所以即便连年北伐，国内经济仍能保持发展。可到诸葛喵一死，皇帝就开始浪了。嘿嘿，我要去看都江堰。一批诸葛时期的贤臣也都基本逝去，内政大权则落入到宦官手中。这样的国家哪里来的战斗力呢？于是乎，姜维喵只在前方打仗，前线火力掩护，国内生产却无人看管。皇上，看看我吧！皇上，我爱你！前后9次北伐下来，蜀国喵民们个个惨得不行。俗话说，挑柿子捡软的捏。现在的蜀国基本就是个烂柿子。魏国在此前一直被动防御，现在伐蜀的机会终于来了。总共18万魏军分3路直扑而来，而姜维喵这边呢，只有5万。这怎么算都是干不过呀！怎么打呀？知道事情严重性的姜维喵赶紧向中央求支援。皇上，对方打过来了，请求支援，请求支援。可这时的皇帝呢？皇上，大将军说有人打过来了。哦，真的？我觉得是假的。那别回了。根本不听他的。没办法的姜维喵只能在边境死扛，而皇帝则还在国内吃香。你说这能不灭亡吗？这个……作为一名出色的将领，姜维喵最终扛住了前线大军，可国都却被魏军绕道给抄了。面对着闯进国都的魏军，皇帝无心反抗，举手投降。别冲动，我投降吧。立国43年的蜀汉政权正式灭亡。后期的蜀国内政可以说极度腐败，多年积攒的国力被消耗一空，人民更是连饭都吃不饱。
所以纵使姜维喵如何努力，事实也都无法扭转。而蜀的灭亡，也意味着三国局面的瓦解。那么，作为偏安东南的吴国，又将如何呢？晋。蜀汉的灭亡标志着三国局面的崩溃。吞并了蜀的魏国，成了当之无愧的超级大国。然而与此同时，这也为曹魏政权敲响了丧钟。纵横多年的曹氏一族，此时已无力执掌国政，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直辅佐他们的司马一族。经历3代人的巩固，司马氏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而灭蜀一战，更是为司马代曹提供了政治资本。从此，晋代替了魏，司马氏的第4代家主，正式为曹氏政权画上了句号。他就是晋的开国之君，司马炎喵。炎喵上位的时候，其实才30岁。嘿嘿。总的来说，江山是祖父辈熬下来的，地位则是亲戚功臣们抬上来的。作为一个帝国的开创者，炎喵确实显得分量轻了点。在当时，晋虽然有了大半江山，可东方还存在着吴国，统一仍然是天下人的目标。作为三国阶段唯一还存活的国家，东吴已历3代，不过这会儿的老大却是个暴君。嘿嘿，这货基本上没事儿就给亲戚发便当，拖下去办了。对大臣更是手段残忍，在他面前吃炸鸡，杀了我吧！东吴的喵民们在他的统治下苦不堪言。我想吃炸鸡，国力也在不断下降。我也想吃炸鸡。而晋国呢，不仅主动废除苛政，废掉，更是从上层带头节俭，不准吃炸鸡。让喵民们充分地发展农业经济，来年就可以吃炸鸡了。好久没吃炸鸡了。就连被灭了的蜀魏旧臣，你老曹家的？你老刘家的？晋朝也尽量联合。哦，都是俺司马家的。是。总的来说，朝野上下，君臣一心。嘿嘿，这使本身就是大国的晋变得更加富强，而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灭了吴国，干掉他们！在当时的情况下，吴国还是有老底儿的，家门口有长江作为屏障，水军的实力也不差。当年老曹家就吃了他的亏。面对这个情况，晋国开始积极筹备，不仅疯狂囤积粮草，囤它，还疯狂制造战船，造它。不断追赶之下，东吴的优势越来越薄弱。经过14年的准备，炎喵才正式下令大举伐吴。出击！晋军30万，分6路进攻，沿着长江上游直冲而下。东吴军根本挡不住。摧枯拉朽4个月的时间，
东吴就被端了。从此，三国尽灭，近100年的割据状态自此结束，华夏大地重新回归一统。而作为终结这个时代的晋王朝，又会走向何方呢？随着东吴的灭亡，一个近100年的割据时代结束了，晋成为了最终的赢家。作为晋的开国之君，司马炎喵开始了他25年的统治生涯。而天下既然已经统一，新政也得跟上。于是他重新将全国划分为19个州，然后登记天下喵民数量。我们是庙口普查的，家里几口喵？大概有。以便收缴赋税。到时记得按时交税啊！晋实行的是占田克田制，简单点讲就是规定每个喵最高可占据的耕地，再规定每个喵咪最低要交的租税。拿了。这样的政策让战乱后的喵民能重新恢复生产。只要交足赋税，给足了，明白没？余下就是自己的，起码是饿不死了。而且有了土地最高额度的限定，兼并土地的大地主也较难出现。现在房地产没法干呢，谁说不是呢？你要知道，东汉的分裂就是因为大地主阶级的产生。一旦中央下放兵权，地方武装便可无视天子，互相争斗。炎喵吸取了前朝的经验，直接下令解散地方的军队，把他们都炒了，然后将军权收归中央。这样使得皇权和统一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而对待士族官僚，则给予各种特权，例如不需交税和赋役等等。今天去哪儿呢？好呢。这也让士族阶级更加拥戴司马政权，跟着我们司马家，保你过好日子。司马万岁！维护了朝廷内政的稳定。这些新政的实行，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新生政权的平稳，也实际恢复了国家的元气。炎喵这10年的治理，甚至被称为太康之治。那么，太康之治真的给天下带来安定的未来了吗？没有，因为新政带来繁荣的同时，隐患也随之埋下了。例如占田克田制，虽然国家规定了获得占地面积的上限，却不理喵民是否真的获得规定量的耕地。地在哪儿？可租税是必须要缴足的。给钱。部分喵民就受到了严重的剥削。好饿。而士族官僚则因拥有特权而不用交税，好爽，变得沉迷享乐，腐败不堪，甚至炫富成了日常。我们家吃酸奶从不舔盖子，哼，算啥？我们家手机从不贴膜。当官的也不干正事儿。我说3个字就能当官，嘿嘿，不是我告，我1个字就行。只知道扯犊子，长此以往，只会导致国力不断下降。我也慌啊。然而，最大的隐患却是在军权上。炎喵虽然吸取东汉教训，加强了中央兵权，但他却认为曹氏的灭亡是因为没有自家人帮忙。于是乎，他开始分封诸侯王。
每个诸侯王不仅拥有自己的地盘，还能拥有自己的军队。在他看来，有了诸侯王就能保卫中央，外族便无法夺取政权。不知道他是不是忘了战国这事儿？不好的回忆。在颜喵执政的几十年间，天下的元气得到了恢复，喵民生活也从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但繁荣的同时，也种下了祸患的种子。当这些隐患慢慢发芽，一个前所未有的黑暗时代即将到来。华夏大地又将经历什么呢？晋的统一，终于结束了近100年来的三国乱世，天下稍微恢复了点元气。可晋这个王朝却是个悲催的王朝。悲催。作为晋的皇族，司马家从三国时期起就算计着，可以说前几代家主个个都老谋深算，这才熬死了一堆英雄，统一了天下。但到了新一代的继承人呢，却是个智障。说他智障，真的是字面意思。例如饥荒的时候，喵民们无饭可吃。报告皇上，今年饥荒，喵民们已经吃不上饭了。善良的他竟然说：“那他们为啥不来碗肉粥呢？”你说大臣该有啥反应？我大晋要完了！那么作为一个智障皇帝，又怎么管理朝政呢？朝政？这就涉及到一个关键角色，她就是皇后贾南风喵。这皇帝傻，自然需要有人帮。喝粥吗？大臣呢是靠不上了。于是乎，皇后南风喵就成了辅佐傻皇帝的其中一个。你个大头鬼啊！跟以太后为首的老妈党，和她为首的老婆党，双双上阵。然而，峰峰的野心却是极大。他出身于世家大族，样子虽然长得丑，但心黑呀。你再说一遍。作为辅佐傻皇帝的双外戚保险，老妈党和老婆党本应互相合作才是。儿子是我的，以后乖乖协助我。但咱们的峰峰呢？他不同意。凭借着自己的手段，喂，在吗？那个老妖婆很嚣张。南风喵先是利用傻皇帝的亲王们干掉了老妈党。弄他！等老妈党被清除后，老实吧，让你管。又转过头来干掉亲王们。喂，皇上，这里有人造反。中央大权就这样一步步落入南风喵手中。而在这期间，傻皇帝全程如同摆设。不过他倒还有一件事儿威胁着南风喵，那就是傻皇帝竟然有一个聪明的太子，而太子却不是南风喵亲生的，这哪里是南风喵能忍的？于是乎，南风喵随便找了个借口，就把太子给办了。皇帝被架空，太子被干掉。我好冤呐！晋朝的中央皇权从此完全由南风喵把控，司马氏的统治岌岌可危呀。然而，作为一个心狠手辣的阴谋家，南风喵虽然血洗统治阶级，
但专政期间却任用能臣，某种程度上使国家安定发展。还算过得去。起码是比傻皇帝强。我还要一碗。然而，南风喵铁血的手腕虽然夺得了权力，但杀太子的行为却破坏了晋朝的皇权体系。既然太子都没了，皇帝的位子由谁来坐呢？这状况如同诱饵一般，让建国初期分封的诸侯王们开始露出獠牙。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即将来临。根底未深的晋朝又将何去何从呢？晋王朝刚开张时，就任命了很多保卫科科长。科长们全是皇帝的叔伯兄弟，他们可以拥有自己的军队，必要时就得承担起保卫中央的工作。这本来是个保障新政权早期稳定的好法子，可惜呢，老天的剧本却不打算这么写。因为一上来，晋二代就是个傻子，晋三代还没上位，就被搞死了。原本定好的权力秩序，简直说没就没呀。于是乎，保卫科长们坐不住了。反正正统继承人都没了，谁还不能竞选下？做皇帝。所以，一场由保卫科科长们引发的内乱上演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八王之乱。可怜的晋朝真是刚上线就地狱模式啊！而一个喵的出现，则彻底将这场内乱带上不归路。他便是赵王司马伦喵。伦喵辈分很高，老喵。傻皇帝还得管他叫叔公。叔公，喝肉粥吗？客气了。可作为老司马家的小儿子，好事却从来跟他无关。无论是他哥当皇帝，他侄子当皇帝，还是他孙侄子当皇帝，反正都没他的份儿。不过，上天总是能给你惊喜。别慌，那就是晋三代突然被搞死了，这让冷板凳王伦喵意外有了上场的机会。终于要轮到我了吗？他立刻带着为太子报仇的口号跟我走，一路开过去。凭借着口号和自己的辈分，不仅成功占领了皇都，还自己称了皇帝，上位。你说原本大家都是科长，这会儿突然成了董事长，其他保卫科怎么能忍呢？凭啥？于是乎，从伦喵开始，凭啥是你？不要脸！讲话敢激动我！诸王们便轮番互砍。具体怎么打的不用在意，简单点讲就是一个王上位了，另外几个王就搞他，搞完再上位一个，剩下几个接着搞，找死！反正就是一家子打个不停。这场持续5年多的内斗，成了拆解皇权统治的利器。统治阶级因为争斗无暇治理天下，期间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喵民们则在饥荒和瘟疫中痛苦不已。这使晋王朝的统治力急剧下降。
而在这个时候，帝国北部的游牧民族势力开始抬头。随着这场大型内斗的发生，他们开始进入中原。经历过八王之乱的晋政权已经岌岌可危。那么游牧民族的到来，局面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下一，随着司马一家的互掐，整个帝国乱成一锅粥。看什么看啊！司马玩意儿！你才司马，你全家都司马！我呀，要骂人呐！不仅中央统治力不断下降，真怪司马，晋皇朝甚至摇摇欲坠。而这时，一个喵的出现，更是加速了它的灭亡。它就是刘渊喵。嘿嘿，渊喵是游牧民族，烤肉肉，烤肉肉，烤肉肉。在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也被称为胡。从东汉那会儿起，胡喵们就开始往中原迁徙。到晋朝时，已经与汉喵们杂居在一起。而胡喵里最主要的有5个民族，分别是匈奴、鲜卑、羯、氐和羌。渊喵就是匈奴的首领。嘿，老大！虽然是少数民族，但渊喵却自认为是大汉的外甥。因为当年他的祖上就是跟汉公主结的婚，原本是于富罗一家，不是田富罗，后来干脆改姓刘。作为一个汉胡合资的喵，嘿嘿，渊喵既学得汉民族的文明，又拥有匈奴族强悍的体魄，健壮，简直是文武全才，炫酷。不过他却完全得不到重用，没用。晋的统治者不仅对他各种防范，皇上要小心他，还处处排挤他。他有狐臭，离他远点儿。难怪，难怪。这让渊喵很不爽啊！眼看着要当一辈子小透明，可这时晋朝突然乱了。不仅皇族们忙着互锤，喵民们的生活更是惨兮兮。受不了了！这一下，渊喵意识到机会来了。嘿嘿，如此一个王朝，不推翻，留着过年吗？我也不想呀。于是他借机回到老家，然后举起了灭晋的旗帜。你受苦了吗？跟我一起灭晋吧！而且为了得到支持，还以汉为旗号。这就是历史上的刘汉政权。耶！晋皇朝的无能，早就让天下喵民积怨已久。干翻他！刘汉政权的出现，一下就得到了各民族的响应。渊喵的实力瞬间大涨，超强！带着大军就不断向晋进攻。而这时的晋已经是个内耗严重的空壳子，根本打不过凶猛的刘汉军。不到6年的时间，国都就被刘汉给占了。残余人员只能灰溜溜地逃往南方，重新开业。从这儿开始，晋的历史被迫分成2节。原来的晋皇朝史称西晋，逃到南方后则史称东晋，而剩下的北方大片土地则由胡喵们占有。那一刻起，华夏大地的南北两方相对而立。然而，作为一个多部落集结起来的政权，胡喵们却并不团结。作为争端主体的5个民族，随后纷纷建立政权。
一时间山头林立，其中先后有16个较为强势的政权。这就是史称的五胡16国时期。整个华夏北部从统一又陷入到新的分裂状态中。这样混乱的局面，将由谁来打破它呢？英雄。晋朝被先藩后，残余势力就逃到了南边窝着，而北方呢，则彻底断了套。胡喵们先是建立了许多政权，其中带头灭尽的刘汉政权风光一时，然后就被小弟们搞掉了。在随后的几10年里，小弟们自立山头，互相争斗，形势基本上就是旧小弟上位变成新大哥。现在我上位，以后听我的。然后新大哥又被新小弟干掉。哎，反正就是一直不消停。不过，最终还是有2个国家脱颖而出，这就是前秦和前燕。从实力来看，前燕已经是北方一霸，而前秦则还是个刚赶上来的新秀。就像老家伙总是看不起小年轻一样，前燕显然没把前秦放在眼里。然而，一个喵的出现改变了这个局面，他就是狠人苻坚喵。史书里说，坚喵出生时就天降神光，眼带紫光。跟其他热衷于喝酒打架的胡喵不同，坚喵从小热爱学习，8岁那会儿就主动要求请家教，没问题。到13岁已经当了将军，跟我冲！而且作为一个胡喵的他，还十分崇尚汉文化，梦想着哪天能亲手一统天下。奋斗！这样的设定简直就是霸王之相啊！可惜他却没有拿到皇帝剧本。当时前秦的老大其实是他堂哥，堂哥性格残暴，动不动就给大臣发便当，快吃，快吃！甚至还想干掉坚喵。不过可惜的是，坚喵的耳目却遍布朝廷，堂哥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坚喵给干掉了。没了阻碍的坚喵，这才获得征服世界的资格。要命！为了提高国家实力，他开始推行汉喵们的治国方法。政治上打击贵族豪强，老实点；经济上发展农业经济，军事上则积极扩张。让你拽，让你拽！还不断做公关攒名声。乖乖投降，保证不砍你。10来年的时间，前秦的国力不断提高，而这时的对手前燕呢，倒是乱成一锅粥。此消彼长之下，坚喵大军就正式进击了。干他！这对前燕来说完全是碾压，好吗？打的过程中，前燕一边挨揍，让你拽，让你拽，一边还被不断挖墙角。快投降，不然砍瓜你们！哎，简直是委屈。1年时间，前燕就嗝屁了。昔日最强大国倒在了坚喵剑下，而周边其他小国也无力抗衡，稍微抵抗下也陆续称臣。于此，北方大地尽归前秦所有，南北形成了真正的两方对峙。
然而，北方的大小政权虽被前秦所兼并，但这些被征服的小弟们却只是表面上忠诚。作为一代雄主，奸喵的统一大业能顺利进行吗？公元4世纪，天下分为2个阵营，南边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东晋，北边呢，则是在狐喵争霸赛中胜出的前秦。比起喜欢文艺的东晋，前秦的气质确实显得更上进一些。老大苻坚喵是个热衷帝王成功学的男人，学习，做梦都惦记着统一天下。19年的时间，苻坚喵就干翻北方所有对手，完成了北方的制霸。下一步就是南方的东晋了。可在当时的情况下，苻坚喵虽然战无不胜，但前秦的士兵们也累得够呛。而被他收服的那些将领呢，表面上臣服，暗地里却不是一条心。然而，作为一个有雄心的帝王，奸喵大一统的志愿却不可阻挡。我不理，我要去。于是乎，南征东晋的大军开动了。而东晋这边呢，虽然很头疼，但还能怎样？于是，双方最终在一条叫淝水的河边碰头，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战。从距离上看，淝水离东晋近，奸喵号称100万大军从北方而来，差不多等于从陕西走到安徽，士兵那个累呀！再加上内部不够团结，实际跟过来砍人的也就20万。而相比之下的东晋呢，虽说只有8万，士卒们却士气高涨，做好准备，警惕起来！就是数量上差一点，所以该咋办呢？老头，这时一场无间道上演了。奸喵阵营里刚好有一个二五仔，这家伙原本是东晋那边投降过来的，两军一碰头，他就跑过去送情报。我跟你说啊，不仅出卖了前秦的弱点，还跟东晋密定了一条计谋。在当时，两军对阵于河两边，除了隔着河干那远，谁也奈何不了谁。有种过来呀！你试试过来，笑死你！这也不是办法呀。此时的东晋突然发来了短信，表示希望苻坚喵能够往后退一点，晋军好过河打架。来，疯狂的干一场吧！谁都知道大军淌水，保证被怼。难道东晋想送人头？没多想的苻坚喵，于是下令大军开始后撤。撤吧。是。这一撤，苻坚喵军中的二五仔便喊了起来：“他chiến敗了，快逃啊！”谣言一张嘴，吓得士兵跑断头。前秦大军瞬间乱成一团，而这时的东晋军则趁机渡河追击。走，干他们！整整20万前秦军被虐到溃逃。经过了这场大战，雄极一时的前秦遭到重创，本来被征服的其他部族也纷纷造反，一时霸主最终泯灭在战火中，而失去统治者的北方则再次回归分裂，
中断了华夏统一的进程。那么，赢得战争的东晋又会走向何方呢？随着游牧民族的南下，晋朝皇室迁都南方。虽然重新建立了东晋政权，但实力却显得尴尬。没办法，只能选择跟当地的士族合作，共同治理天下。可俗话说，共患难易，共富贵难。局势一稳定，皇族就开始想压制士族。士族是那么容易搞的吗？于是反手就一个造反，败下阵来的皇族只能认怂。可在往后的过程中，东晋皇族势力却疯狂试探，局势一缓和，他就想膨胀。一膨胀，士族就造反。反正就是来来回回的互掐。而在这过程中，有一个力量非常重要，它如同砝码般倾向谁，谁就获胜。这就是北府兵。作为一支由北方流民组建的军队，北府兵战斗力爆表。老上！在淝水之战干掉前秦军的就是他们。然而，这支队伍强是很强。上！要上！就是脑子有点儿。说啥？在皇族和士族后期的拉锯中，北府兵有点像雇佣军，一会儿投靠这儿，一会儿又投靠那儿，反正迷茫的不行。这样的情况持续到一个喵的出现，它就是刘玉喵。刘玉喵其实也是北府兵中的将领之一，小头目，据说是汉朝老刘家的后代。不过这都几百年前的事啦。到他这儿已经是个穷光蛋。虽然书没咋读，但刘玉喵却胸怀大志。收起，冷静点儿。打起仗来勇猛无比。在加入北府兵后，作战勇猛，一路晋升，并且暗暗地等待着机会的到来。在当时的形势下，皇族和士族已经干过几轮，但在获得北府兵的帮助后，士族最终干趴了东晋皇族，甚至篡夺了皇帝位。这个动作让刘玉喵嗅到了时机。原本的北府兵是跟着别人打仗，无论谁赢，东晋政权的主体不变。可这会儿呢，东晋直接被干没了。于是乎，刘玉喵立刻集结了北府兵将领，宣布讨伐逆贼。走，匡扶进士！你要知道，北府兵可不是吃素的。2-3个月的时间，篡位的士族就给端了。至此以后的南方，东晋皇族失去力量，而本地士族呢，则基本被灭。刘玉喵一下成为了东晋皇朝实质的掌权者。随着政治格局的转变，他运用强大的军事实力平定国内叛乱，还保卫了边境的安宁，由此获得了极大的威望。最终，苟延残喘了1个世纪左右的东晋皇朝被刘玉喵所取代。这就是历史上的刘宋政权。而刘宋的建立
也意味着全新南北格局的出现。那么，作为对手的北方，又将发生什么变化呢？淝水之战是五胡16国时期影响重大的战争。经过这场大战，南北政局发生了变化，南方进入了内部迭代，从东晋更新成了刘宋，而北方呢，又回到了分裂模式。前秦的败亡使原本被降服的各部重新复国，霸主争霸赛重新打响。而在新的争斗中，一个政权慢慢崛起，这就是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政权。作为北方的游牧民族，拓跋一族作风彪悍，能动手的绝不动口。从1代目开始就疯狂干架，不论是小部落还是大邻国，反正通通干掉。经过2代家主的奋斗，北魏已经成了北方的超级强国。而到第3代家主的出现，更是将北魏政权推向新的巅峰。他就是太武帝拓跋焘喵。跟他的祖辈一样，焘喵也是个干架的主，还未成年就敢亲自上场动刀子。剁了他们！全朝上下无人敢不服从他。作为新一任家主，焘喵一上位便开始准备统一战争。可就当时的情况，北魏虽然实力雄厚，四周敌对的政权却也不少，而且最重要的，北边还有一个庞大的游牧部落，这就是柔然。确切来讲，柔然不是一个国家，他们零散地分布在北面的大漠里，时不时就过来打个结，或者烧个城。在焘喵刚上位那会儿，他们就曾经过来搞过事儿。老大，柔然来了。虽然来势汹汹，走，喝他喜酒去。却差点被焘喵干翻了。看我弄死你们！打不过。退回大漠的柔然也只是一时的，他们并不固定住所，所以就算主动追击，走，过去揍他们！柔然也能顶起帐篷，光速闪人。给我站住！磊呀磊呀！面对这样一个流氓，北魏很无奈呀，没他办法。然而，作为一个志在统一的雄主，焘喵却必须干掉他们。公元429年，焘喵亲举大军征讨柔然，大军浩浩荡荡进入大漠，然后进行了闪电战。意思就是把行李给我扔了，抄上家伙跟我上，走！不带辎重的北魏骑兵移动速度迅猛，柔然军根本反应不过来。这么快！就这样，柔然被干得七零八落。没有了柔然之患的北魏，如同破笼而出的猛虎。在随后的10年间，焘喵逐个消灭了北方的其他政权，华夏以北的局势重新回到了统一状态。至此，五胡16国的乱局正式结束，南北双方完成了新的迭代，这正是南北朝时期。那么，作为新时代的开始，南北之间又将会爆发怎样的冲突呢？故
随着五胡16国的结束，华夏大地进入了南北朝阶段。北朝是由战争之鬼拓跋焘喵带领的北魏。南朝呢，则是刘宋的第2代皇帝刘义隆喵。说起来，隆喵原本不是正牌皇位继承人，但大臣们觉得他是。他太有魅力了，你看他那样子，跟先皇长一个样。别烦了，是他了。所以，他的2个哥哥就被光荣干掉了。实在抱歉，只能辛苦2位皇子去死一死了。硬是扶了隆喵上去当皇帝。上位后的隆喵也确实努力发展，在他的治理下，南方经济实力得到了提升，这就是历史上的元家之治。而作为南北各自的领导人，焘喵和隆喵同样少年英才，同样文韬武略，也同样看对方不顺眼。为了统一天下，他们2边都想着干掉对方。很拽吗？你这个暴力死变态！小少爷，给我等着，看我灭了你！于是，一场影响南北朝的大战爆发了，这就是瓜埠之战。公元450年，焘喵带着10万小弟率先出击，走，削他们！但没得逞，无效。于是轮到隆喵，他不仅动员全国兵力，走，干回去，还砸下大量军费，结果却遭到焘喵反杀。栽跟头的隆喵边打边退，最终去到瓜埠山附近。有种别跑！理你是傻子！双方隔着长江对峙了起来。你过来呀！等着！对峙过程中，刘宋因为打不过，咬紧牙死守。稳住，别让他们过来！北魏则因为坐长途车过来，也累得不行。好累呀！最后双方熬不下去，只能宣布散场。Game over。声势浩大的瓜埠之战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北魏劳师动众，却无所收获，而刘宋则因用力过猛，导致元气大伤。经过这次战役，南方实力开始弱于北方，此后更是引发了政局的动荡。瓜埠之战28年后，刘宋灭亡，且在随后的112年里，南方经历了齐、梁、陈3朝更替。每一朝的迭代，基本都是因为皇帝不靠谱，然后被小弟造反。走你！例如齐皇帝是个暴力狂，被小弟干掉。走你！梁朝取代齐朝，梁武帝热衷当和尚，也被小弟干掉。走你！最后，陈朝取代梁朝，直到陈后主上位，在位的皇帝仍然是个公子哥。要 signal， 跟我一起来！然而，南方政局虽说动荡，文化倒是极其繁荣。南朝的更替基本是上层政权的斗争，社会没有太多精力战火。咋又换皇帝了？谁能知道呢？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使文化得到发展，在文化艺术成就上，甚至影响了华夏后世2000多年。而在南方频繁更替政权之时，我们把目光移回北方。此时的北魏
也发生了变化，是什么呢？下一回是瓜布之战后，南北双方都变了天，南方菜鸡互啄，朝代换个不停，而北方呢，也没多好，麻烦。领导者不仅上一个死一个，朝廷甚至被权臣操控。这样的情况，直到一位女性的出现，扭转了局面。她就是冯太后喵。实话说，冯喵一生就像一出大女主剧。一开始是北燕国的贵族，然后北燕就被灭了，而凶手正是北魏。嘿嘿。虽然是作为战利品被送进北魏的后宫，但几年的时间，冯喵不仅成了妃子，还当上了皇后。可惜没多久，皇帝就死了。皇帝的死让北魏政权陷入了危机中，权臣不但把控朝政，还想替换皇位继承者，小皇帝瑟瑟发抖呀。然而，他们似乎忘了一个喵的存在。没错，这就是咱们的大女主冯喵。从14岁进宫起，冯喵就开始接触北魏政治，乱臣们的阴谋，她早有防范。所以在他的协助下，乱臣们很快就被消灭。新继任的小皇帝也开始亲政。虽然没多久，小皇帝也死了。为了稳定朝局，作为太皇太后的冯喵，于是亲自主政。100多年的战乱，使当时的北方田地荒芜，经济凋敝。这样的情形之下，想发展就必须改革。于是乎，冯喵颁布了3个法规。首先是俸禄制，北魏的财政主要靠战争掠夺，意思就是抢得多，官员就分得多。这样的习性导致百姓也受尽剥削。所以俸禄制就是统一给官员们发工资，然后规定官员不准盘剥百姓，谁敢盘剥，谁就死。那么发工资的钱怎么来呢？冯喵开始推行均田制，简单讲就是分地给农民耕种，农民则向国家交税。这样一来，耕地得到利用，国家也能收到更多的钱。而有了制度，自然要有管理。冯喵的第3个法规就是3长制，它将5户编为1邻，5邻编为1里，5里编为1党。邻长、里长、党长层层管理，代表国家向农民收税。到点给钱，别磨叽。经过4年的推行，北方的民生渐渐得到恢复。熬过来了，幸好。北魏也开始从游牧政权向农耕政权过渡。这些法规更成为中原之后几百年基本制度的基础，后世称之为太和改制。作为一名女性政治家，冯喵坚毅且果断，不仅维护了北魏政权的稳定，更为它的发展制定了方向。而要统一天下，目前的力量还远远不够。这个发展的重任，则落在了他用心培养的孙子肩上。他是谁呢？为了国家的发展，
北魏进行了汉化改革，冯太后喵颁布改制，奠定了改革基础。可真正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则是北魏新一任皇帝，他就是孝文帝拓跋宏喵。宏喵从小在冯太后身边长大，嘿嘿，据说出生时神光照世，香气满屋，好香。且打小就爱看书，坐车看，骑马也看，5岁就已经登基当皇帝，然后跟着冯太后学习治国。盘剥百姓该怎么处置啊？砍瓜他。等到23岁亲政时，已经是个老练的政治家了。北魏是个游牧政权，所谓上马能作战，下马放牛羊，战斗力虽然彪悍，就是抗天灾能力弱了点儿。游牧经济的不稳定，意味着北魏必须转型为农业经济。于是乎，宏喵决定继续深化改革。这第一步便是迁都洛阳，搬家。要学习汉文明，自然要去汉族的政治文化中心。可搬迁这个决定却受到了很大的反抗，很多旧贵族死都不肯走。不走！既然这样，宏喵换了种办法，他让不愿意走的就留着，但随后便宣布南征，打仗去！呼啦呼啦的就拉了30万大军往南走，一路上风吹雨打，日晒雨淋。等走到洛阳时，全体大军已经累到崩溃。这样的情况下，大家纷纷向宏喵请求停止行军。皇上，累成这样，打不赢的。可宏喵很坚定，理个屁呀！老子就是要打！被逼到不行的群臣只能大喊：去打仗，还不如就在这里落脚呢。你们说的？就这样，迁都完成了。在宏喵强硬的态度下，北魏的其他喵民也陆续迁移到洛阳。当然，除了一些老顽固外，而迁都的胜利也给了宏喵更大的信心。得逞，他开始实行全面汉化，胡服一律改穿汉服，鲜卑语一律改成汉语。30岁以下官员要是敢讲鲜卑语，直接滚蛋。鲜卑喵的姓也全部改成汉姓，他自己就率先从拓跋宏改叫元宏，甚至颁布诏令，鲜卑族死了都必须葬在这里。作为一个改革者，宏喵用强硬的手段深化了胡汉的大融合。经过全面汉化的实行，汉文明逐渐承认了北魏的正统性，北方民族之间的矛盾得到缓解，而汉化过后的北魏也获得了提升，农业经济得到发展，喵民数量大增，国家税收大幅上涨。孝文帝的改革是西晋以来各游牧民族与汉民族之间争斗和融合的一次总结。他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各民族融合的成果。然而，随着国家中心的南迁，原本留在北方的鲜卑旧族地位开始下降，特别是镇守边境的贵族们。他们失去了原有的一切光荣。在这样的不平衡之下，一条撕裂北魏的导火索埋下了。六镇是镇守北魏边疆的地区，
身为六镇喵民，不仅待遇好，而且充满荣誉感。然而，随着孝文帝汉化改革，首都南迁至洛阳，六镇的喵民们便失去了昔日的荣光。更糟糕的是，洛阳通过迁都发展越来越好，而六镇则还是老样子。在这样的不平衡下，暴动发生了。这就是历史上的六镇起义。虽然在后来的发展中，暴动被逐渐平定，但镇压叛乱的将领们却变成了威胁中央的军事力量。在这之中，有2个喵最为突出，一个是汉族的高欢喵，一个则是鲜卑族的宇文泰喵。这2个喵原本都是起义军那边的，后来却都跟上了同一个老大，转头帮着朝廷平叛。可惜他们老大虽然权倾朝野，却跟朝廷不对眼。经过一番争斗，蠢货，听我的！你以为你是谁呀？他跟他拥立的皇帝双狗带，一时间整个北魏竟成了权力真空状态。于是乎，高欢喵和宇文泰喵趁机自立门户。宇文泰喵去了关中地区，而高欢喵则通过武力控制了北魏政权，甚至扶持了一个小皇帝。而这时的北魏虽然名义上还是元氏的，皇上，今晚吃炸鸡可以吗？但一切却轮不到小皇帝做主。他不想吃，实在是不爽啊！所以小皇帝宣布讨伐高欢喵。可恶，老子就是想吃炸鸡！但是很快就失败了。不，于是他干脆掉头投靠另一个喵，这就是去了关中地区的宇文泰喵。嘿嘿嘿，有了皇帝的加持，嘿嘿，宇文泰喵瞬间实力大增，开挂。大家都知道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道理，嘿嘿，天子跑到宇文泰喵那边去，高欢喵就尴尬了。大傻子，对不对？无奈之下，他索性重新搞了一个皇帝。而投靠了宇文泰喵的小皇帝呢，嘿嘿，名义上是皇帝。皇上，今晚吃炸鸡可以吗？可一切还是轮不到他做主。他不想吃。是。时间久了，宇文泰喵见他不仅啥用没有，还唧唧歪歪，反手就给他发了个便当，干掉吧。然后也扶持了一个皇帝。这一下可好，两边都拥有武装力量，且两边都说自己的皇帝是正版。老子这个才是正品，放屁！我这个才是原装的。北魏从此分裂开来，高欢喵那边叫东魏，宇文泰喵那边则叫西魏。元氏皇帝成为两家的政治傀儡，直到20多年后才被高家和宇文家取代。这就是北齐和北周。为了消灭对方，北齐和北周持续争斗了多年，最终北周获得胜利，正式统一北方。经历了北魏到北周的巨变，北方民族大融合已经基本完成，烈火锤炼出北周这样胡汉结合的政权。然而，当北周沉浸在统一北方的喜悦中时，一个外戚即将登上历史舞台，他是谁呢？跟随
随着北魏的分裂，北齐和北周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争斗，最终北周获得胜利，宇文家成为了新的北方之主。然而还没来得及欢喜，一个喵的出现便终结了北周的统治。它正是杨坚喵。杨坚喵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官恩代，喵喵喵喵。祖上从东汉起就开始做官，一直到他爹为止，都还是北周的开国大将。所以他当官就像坐火箭一样。14岁入职长安市委，15岁当上大将军，30多就已经是军队一把手了。不过杨坚喵倒不是那种靠祖宗的二世祖，他不但能打仗，别发愣，给我开炮！也懂得爱护百姓。杨大人，么么哒！简直优秀的不行。然而这魅力太出众，也会招来坏处。当时就有很多大臣觉得他日后必定是个祸害。这个可恶的死靓仔，他太有魅力了，不可饶恕。日后一定反骨，要小心他。哪有帅哥不搞事啊？这样的舆论确实很危险呀。杨坚喵只能收敛自己，处处谨小慎微。可是命运有时就是这么奇怪。北周3代皇帝不仅没弄掉他，还不断给他神助攻。开门，送人头了。周武帝时期，虽然猜忌过他，陛下，这家伙盛世美颜，绝不是好东西。最后却选择支持他。你不会的。等到周宣帝继位，嘿嘿，这货是个昏君，嘿嘿，上来就干掉了自己的2个忠臣，还娶了杨坚喵的女儿当皇后，让他以老丈人的身份进入权力中心。嘿嘿，虽然周宣帝也警惕杨坚喵，可没来得及动手，就先挂了，还很体贴的留下一个小皇帝，简直是服务周到啊！于是乎，杨坚喵便以外戚的身份入朝辅政，开始一步步蚕食北周政权。这小皇帝只有8岁，自然不是他的对手。但北周当时却有很多封国，也就是说，小皇帝有很多亲戚王，这些家伙就不好对付了。咋办呢？杨坚喵实施了一条奸计。他先是用借口把亲戚王们通通叫进京做客。在吗？最近有喜事办，都来热闹下吧。等亲戚王们一到皇都，就切断他们与各自封地的联系，这让诸王的马仔们很紧张啊！老大，怎么回事？回话呀！媳妇咋了？于是纷纷起兵造反。哇！救老大去！这一造反，杨坚的计谋就得逞了。各亲戚王迅速被以谋反之罪逐一击杀。就这样，北周皇室被消灭殆尽了。历时24年的北周皇朝被一个新的政权所取代，这就是杨坚喵开创的隋朝的建立，标志着北方300多年胡族政权的结束。华夏大地
又回到了汉家天子的天下。然而，在此时的南方，同样存在着一个汉族政权。杨坚喵的下一步将如何发展呢？公元581年，隋取代北周，南北朝大治终于到了最终阶段。先说北边是隋朝，老大是隋文帝杨坚喵，靠着老东家范二和自己能力强，坐上了皇帝位。杨坚喵是个不错的皇帝，认真加班，勤政爱民。好累啊！隋朝实力疯狂暴涨，而南方则是陈朝。陈朝皇帝叔宝喵，不仅琴棋书画个个精通，诗词歌赋更是样样都行。除了治国。在南北朝历史上，南边就属陈朝混得最差，领土面积最小，喵民数量最少，国家经济最差，反正一个能统治天下的细胞都没有。那么强大的隋朝为啥不赶紧把陈朝给灭了呢？原因是陈朝家门口有条长江，这座天然屏障的存在，确实让隋朝不敢轻易乱动。来呀！于是乎，杨坚喵决定细化讨伐方案。看老子熬死你！他先在上游造船，使劲造，然后每天灭陈的口号喊得飞起。我们的目标是高全国，高全国！还将大量造船废木料顺流往下漂，这让下游的陈朝小不起。咋回事？要打过来了吗？所以隋军一有动静，他们就集结军队，快点集合！是。可当陈朝把架势摆好，隋军就迅速解散。到，下班。喝酒，消毒了。留着陈军在那儿一脸问号。这样的行动，杨坚喵还专门找准农忙时期。陈朝一开始干农活，隋军就假装要进攻。我们的目标是打过去，打过去。陈军准备好了，隋军就鸣金收兵。走，下班了。久而久之，陈朝被搞得警惕性全失。即使号角吹响，隋军有动静了，也都懒得戒备。这样的结果完全在杨坚喵的掌控之中。时机已到。紧接着，他还写了陈朝皇帝的20条罪状，骂死你！然后搞了30万份到处发。陈朝的喵民本来就对皇帝很不满，经过杨坚喵这么一顿唱衰，更是盼望着解放。当陈朝的军心和民心都被充分掌握时，杨坚喵等待的时机也就到了。公元588年，杨坚喵召集隋军50万，分8路进攻陈朝。而当时的陈朝上下则还在开派对。等到真反应过来时，皇上，隋军真的打过来了，一切已经来不及了。就这样，陈朝很随意地退出了历史舞台。陈朝的灭亡标志着南北朝时代的彻底结束。西晋末以来的民族矛盾，此时已不复存在。在经历270多年的分裂后，华夏大地重归一统。而这个新时代的开启者，正是隋朝。大一统的胜利，使全国范围内
形成相对安定的局面，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得到发展，为国家政权的巩固和强盛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国即将步入封建统一帝国的稳定发展阶段。那么接下来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下一季《隋唐风云篇》要记得来看哟。隋的建立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面，但300年的纷争使天下历经战火的蹂躏，政局混乱，民生凋敝。作为一个新生的政权，隋将如何面对困难呢？这个重任落到了他的开创者肩上，他就是从乱世里存活下来的杨坚喵。嘿嘿。作为隋的初代目，杨坚喵非常刻苦，每天早上开始开会，晚上回去还要接着看文件。好困。发生饥荒了，要与民同苦。好饿。连上朝坐的小破车都修了又修。好累。反正就是符合了一个开业皇帝的标准。而他做的事主要是3个方面。第一是权，杨坚喵自己就是篡权上位的，他自己可以，别人可不行。于是乎，他实行制度改革。从那时起，中央设置尚书省、门下省、内史省3个部门。内史省负责起草议案，门下省负责审定，再由尚书省去执行。这样一来，原本的相权被一分为3，防止了权臣的出现。而地方上则实行州县2级制。南北朝时期基本天天打仗，要士兵打得卖力，就得给好处，而好处基本就是封官许愿了。锵锵。所以那会儿，无论是哪个政权当政，都封很多官。到你了。隋初期，州的数量就是东汉时期的20多倍，更别提郡、县的数量更是多得不得了。于是，隋文帝干脆取消郡1级，只留州县2级，多出来的官员则直接炒掉。拜拜。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2个制度的实行，让君主和中央的权力大大提升。然而，光巩固政权还是不够的，钱才是硬道理。隋朝初年的时候，地方贵族的势力还是很大的。农民因税收的问题依附在贵族豪强那里。我们家只有2口喵。这使朝廷搞不清楚全国有多少户。你后面那些呢？我也不知道。而那些没有依附的农民又谎报年龄不交税。交税？不好意思啊，我才8岁，还没到年龄交税。这是我弟。反正就是一塌糊涂。咋办呢？人口普查。朝廷派出人员挨家挨户确定年龄。8岁？听说你才8岁啊！别怕，我们就问问。然后再根据户数、贫富分等级。富人多交税，穷人少缴税。这么一来，农民们纷纷脱离贵族豪强，跑去登记入户。走，登记去！光是当年登记的户籍就增加了40多万户。
这样一来，不仅增加了税收，还削弱了贵族的势力。加上裁员后省下的开支，隋朝的国库很快就填满了。这就是历史上的开皇之治。相比起其他朝代，几任皇帝才能缔造一个盛世，而杨坚喵却做到了开国便达到盛世的成就。开皇之治的成果，不仅使喵民快速从战乱时代进入繁华时期，更为后续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在国家治理的顺风顺水的时候，隋朝皇室内部的争斗正在悄然发生，一场关于继承者的争夺即将开始。储君之争。随着开皇之治的出现，大隋皇朝完成了政权的巩固。作为国家统治者，隋文帝不仅治国有方，跟皇后也很恩爱。老婆，总共生了5个皇子。在他看来，这样的配置并能防止兄弟相争的局面。但很可惜，他很快就被打脸了。打脸的那个喵，正是他的2儿子杨广喵。杨广喵不仅从小聪明好学，还长得漂亮、美丽。 13岁就外出打突厥，20岁平定江南，别跑！到32岁时已经出将入相。从能力上看，杨广喵确实是5个皇子里最强的，朝野上下也对他一致看好。 但可惜，他始终是个老二。根据礼法，皇位的继承人是他的大哥。大哥喵也是从小追随父亲。爸比，你安心搞事，我帮你看家。等我下班回来，就是皇帝了。性格温和，属于稳可安邦型。可作为太子的他，却过于喜欢享乐。吃要最好，用也要最好，甚至连老妈给他找的媳妇儿也嫌弃。你要知道，他爹妈可是创业出来的，如此放浪，根本是在作死。哼，逆子。 这样的情况让杨广喵看到了机会，嘿嘿，来了！他将大哥喵当成反面操作手册。叮！大哥喵奢华，他就艰苦朴素，把家里的乐器都弄坏了。大哥喵好色，来呀，小宝贝，好亮，他就憋着。 连婢女都选又老又丑的，甚至为了表现自己的专一，还天天拉着原配老婆秀恩爱。一顿操作下来，爹妈对他的好感度直线攀升。可好感归好感，要搞掉大哥喵这还不够。于是乎，他先是在老妈面前诋毁大哥喵，妈咪。 哥哥他，我好害怕。逆子，让老妈对大哥喵不满，又通过贿赂拉拢朝中大臣。你看，让他们为自己说好话。孩子不行啊。这样一个老妈加大臣的助攻小组，果然厉害。从此，大哥喵周边便充满监视。一旦做错点啥，就被告到皇帝那儿去。他不行的，太不懂事了。我就
形象在拔高，一边则在下降。大哥喵的下场只能是被抛弃。杨广喵最终靠着自己的手段，一步步走上皇位。这便是隋朝的第2任皇帝隋炀帝。杨广喵的胜利归功于他极深的城府和政治谋略，而这一场争斗也主观地引发了朝廷党争，造成了严重的内耗。除杨广喵外的其他皇子，死的死，废的废。那么，作为新一代的统治者，深沉而富有野心的杨广喵，能使隋朝延续下去吗？也难成。经过了残酷的竞争，大隋政权诞生了新的统治者，他便是大名鼎鼎的隋炀帝杨广喵。作为一个充满才华与野心的君王，杨广喵渴望成为千古一帝。上位后，便将年号改为大业，正式开始了追求功盖千古的统治。而要做的事情总共有3件。首先是加强内部统一。隋朝是由原来的北齐、北周、南陈3国合一的。3国虽然被统一，但内部的联系却并不紧密。于是乎，杨广喵下令在东部修建都城，这就是东都洛阳。再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南北开凿大运河。从此，南方的物资得以运往北方，经济交流得到加强。北方则可以通过河道运送士兵，加强了对南方的控制。这个系统的形成，不仅将政治和经济中心联系起来，更是巩固了天下的统一性。而内部的稳定，则需要国防力量的强大。隋朝的边境存在着很多游牧民族，走，打劫去！杨广喵就分别修筑了长城、长堑和驰道。长城是第1道防线，兄弟们，快上！长堑是第2道防线，快跟上！驰道则是高速公路，能确保快速调集军队。哎，上午好！内外的巩固使隋朝消除了后顾之忧。隋朝这艘巨轮在杨广喵的手上开始对外拓展。公元604年进攻临沂，公元605年进击契丹，公元610年攻打琉球。连年的征伐让四方臣服，国土面积更是达到了新的高峰。那么，隋朝是否能成为千秋极盛的大帝国呢？没有。从杨广喵继位开始，天下便进入超级工程状态，每个工程都消耗巨大民力，快点，干活！且要求工期极短。修建东都，每月用工200万人次；修筑长城，发兵100万；挖运河，则超过300万人次。男喵不够，则连女喵也征用。走，干活去！8年时间，就搞了22次全民总动员。当时隋朝喵民大概4600万，而动用民工
却多达3012万人次。杨广喵的计划远远超出了喵民们的承受范围，连年的劳役与兵役使喵民们无法从事生产，田地荒芜，民众苦不堪言。当隋朝走到巅峰时，也意味着灭亡的到来。公元612年，远征高丽成为了压死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忍无可忍的喵民们掀起起义浪潮，混乱的战火再次点燃。作为一个帝国的主宰，杨广喵不乏才智与勤奋，然而却缺乏了对苍生的敬畏。雄伟的都城和运河为后世带来了便利，却也成了他的催命符。倒隋的号角已经吹响，后续的发展将会如何呢？乾隆在渊。在隋朝连年的暴政之下，反抗的战火点燃了。偌大的帝国霎时间风云突起，倒隋的队伍此起彼伏。这里有以平民为主的农民起义军，也有趁机造反的贵族集团。而在这场大家都躁动起来的运动中，有一个喵却始终保持着冷静，他便是李渊喵。嘿嘿，李渊喵出身贵族阶级，7岁就继承爵位，嘿嘿，唐国公。论血缘，皇帝还得喊他一声表哥。作为贵族的李渊喵宽厚豁达，豪气。无论身份贵贱，都很喜欢他。迷人，太迷人了！超棒！曾经就有懂面相的说，他以后必成帝王。您这长相，以后一定发达。长大后的李渊喵入朝当官，从中央当到地方，又从地方当到中央，里里外外担任过很多要职。多年的当官经验不仅磨砺了他的性格，更让他收获了很多豪杰。然而，太优秀也是有风险的。皇帝就时时刻刻盯着他。恰巧当时还流行一句话，说李氏当为天子，这让皇帝更加疑神疑鬼，先后就弄死了几个姓李的大臣。这样的情形让李渊喵也不敢乱来，甚至每天喝酒玩乐，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废物。喝，那么李渊喵就要这么装下去吗？没有，他一直在看时机。恰逢那时天下开始动乱，李渊喵被派往太原任职。太原这个地方不仅是个战略要地，而且粮草充足，简直就是搞事的好地方。不过，李渊喵毕竟是个沉稳的喵，要搞事总是要先做好准备。他做了3件事，首先是制造气氛。李渊喵准备了一封假的皇令，说朝廷要把20到50岁的男喵都拉去打仗。要知道，隋朝的徭役本身就很重。这一听，喵迷们直接就炸了。情绪到位，起义自然就有了基础。嘿嘿，搞定。紧接着是稳住后方。
太原其实是隋朝的边疆地区，边上就是游牧民族，要安心搞事儿，自然得给点好处。那个，嘿嘿，你懂的。好说好说。这样一来，后方才有保障。耶，搞定。最后就是除去障碍了。其实朝廷也不傻，在太原就派了2个耳目过来盯紧李渊喵，一心想着监督他。可李渊喵是那么好对付的吗？反口就说他俩勾结外族，可怜的2个耳目就这么被随手端了。当一切准备就绪，李渊喵才正式宣布起义。李氏的命运也从那一刻起开始改写。而此时岁末的天下已经割据林立。作为一个刚参赛的新手，李家要如何突围而出呢？下一回，李氏崛起。因为连年的横征暴敛，隋末的天下乱了。隋炀帝的大业终究没有实现，带着满腔失落与绝望，躲到了南方，从此无心天下之事。与此同时，全国已经狼烟四起，各路势力纷纷起兵捣隋，而这之中，有一支新兴力量迅速崛起，这就是李渊喵带领的李氏集团。李氏起义比较晚，在当时的情况下，国内已经有大军阀存在，再加上边境的突厥，要在这里面成功崛起，那是相当困难呐。苦恼。于是乎，他决定认怂，不仅给突厥送礼，嘿嘿嘿，你懂的。我懂。还认起义军当大哥。哎呀，那么厉害，还得是您呢。客气客气，都是哥们儿。反正潜台词就是，嘿嘿，各位大佬，我要狗屎，你们看看就好，别出手。李渊喵的隐忍，为李氏集团争取了稳定的客观环境。可困难的却不仅在身后，在他面前就有个大障碍。李渊喵的目标很清晰，就是首都长安。可此时的朝廷已经派出2路重兵，守着2个关卡，牢牢地挡住了通往长安的路。面对这样的情况，李渊喵要咋办呢？他在发愁，头疼，因为还没开打，就遇到了连续大雨，淋得大家寸步难行。弓都裂了，而且粮食也开始吃紧了。最要命的是，后方还传来了突厥要背后捅刀的谣言，简直不知该前进好还是撤退好。于是臣子们分成了2派意见，一派认为赶紧撤，走人，等会儿突厥打进来，老家都回不去，后果很严重的。而另一派则认为必须攻，强攻，因为如果在这个时候退缩，士气一定会崩溃。你看，更何况这一退，前面打过来，突厥也打过来，你看，那不是渣都不剩。你说咋办？真让喵纠结呀。然而，经过一天纠结，李渊还是决定拼了。战争正式开始。
第一关将领因为是个暴脾气，李元喵就故意挑衅他。嘿嘿，蠢货，四肢发达，头大无脑。这一击就出来，干掉他们！一出来，直接就埋伏了。第二关将领则是个倔脾气，老子打死都不出去。所谓兵贵神速，李元喵干脆兵分两路，一边拖着他，一边绕过去，直接冲向目的地。等回过神儿时，仗已经打完了。就这样，李氏集团正式攻下隋朝国都，并且挟持了隋炀帝的孙子，将其立为新皇帝。而在南边的隋炀帝呢，宣布他退休。李渊喵则进阶为唐王。从此，整个关中地带成为了李氏的势力范围，隋政权名存实亡。然而，此时的天下仍是军阀割据，占领了关中要地的李氏集团将如何扫荡天下呢？展翅。公元618年，身处南方的隋炀帝死于叛乱之中。从此，隋政权从实质上灭亡，各地势力开始争夺天下。经过残酷的战斗，最后形成了三股大势力，分别是李、王、窦三家。李家控制了西北和山西大部分地区，王家占据了河南，窦家则占据河北。这三家的争霸决定着天下的走向。而在这个乱局中，一个少年英雄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就是李世民喵。世民喵天生聪慧，不仅从小学习战斗，左勾拳，右勾拳，还研究兵法。杀！包抄他！杀！18岁的时候，已经是父亲的得力助手。老弟别慌，马上到。在李氏一族的崛起中，世民喵展示了超群的才能。起事前搞招聘，哥们儿有兴趣来我们李家吗？搞公关，俺李家，谢谢各位。起事后定谋略，他家门口骂，你能出来？是。掐群架，他出来，小他！强悍的他如同雄鹰般翱翔于这乱世间。公元620年，李世民喵将李家周围的小势力逐一消灭，随后便开始发动对王、窦两家的统一战争。王家老大世充喵，喵品不咋地，不仅对下属不好，说是不是想背叛我？没有啊。对百姓也不好，让你们跑，都给我死！所以他那边的喵就一批又一批的往李家跑，快手！实力日渐下降，而且对手还是世民喵。有种，你别开门啊！对，根本搞不定。糟糕！恰好这时，一个消息传了过来。老大，电话。原来是窦家那边决定伸出援手。老王别急，等我来救你。窦家很清楚，老王家要是被干趴了，自己也得危险。到你了。于是乎，
他放出信号，决定联手老王家，把市民喵逼退。掏上家伙，我去打架。那么这场仗该怎么打呢？市民喵直接兵分两路，一边堵着老王家不给他出来，围着他们，别让他们出来。是。自己则带着部队过去找窦家算账。这就是著名的虎牢关之战。窦家虽然来势汹汹，可惜遇到的可是市民喵这么个神对手，上来就被小揍了一顿，士气瞬间受挫。且在这后面的2个月里，窦家军也基本没干得过市民喵，反而市民喵还老是跑去骚扰他们的运粮通道，弄他！这让窦家老大很焦躁啊。于是乎，他决定放手一搏，干他喵的！上！大军呼啦啦地冲了出来，打算决战。可市民喵呢，懒得理他们。窦家军就这么从上午等到了中午，在他们快要崩溃的时候，市民喵出击了。他带头就冲进敌军大本营，窦家老大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抓了。从此，窦家势力被市民喵瓦解。而在另一边等救援的老王家呢，已经被围得山穷水尽。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窦家盼来了。老窦来了，只不过是被绑着来的，也只能投降了。经过这次战役，天下再无可以阻挡吕家的大势力，其他小势力也在随后几年被扫荡干净。长达10多年的割据局面宣布结束，华夏大地重新统一到一个政权下，这就是大唐。大唐的统一代表着新朝代的开始，而作为开国元勋的市民喵，命运又会如何呢？经过了7年的纷争，李氏一族最终统一了天下，建立了唐朝。而在征伐的过程中，有一个喵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就是皇子李世民喵。帅哥！作为李氏一族的军事统帅，市民喵基本靠一己之力就干翻了所有割据力量，可以说是作为皇帝合适的继承者。优秀。可是呢，他只是个老二。按照规矩，皇位的继承者只能是嫡长子，也就是他的大哥。自李家出来打天下开始，市民喵和大哥就各自独当一面。大哥的才能也是很不错的，基本上父亲在外时，他就承担了家长的职能。儿子，你先顶着。没问题。在起义初期，更是与市民喵一起扫除了不少障碍。老哥，我冲啦！去吧。到李唐政权建立后，大哥喵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太子。太子是未来的皇帝，所以从那时起，大哥喵便镇守京都，而作为二皇子的市民喵，则主持对外征伐。大群架，大群架，大群架！随着统一战争的推进，市民喵的军功不断增加，甚至获得了天策上将的无上军衔。而大哥喵则因为身居长安，
威名慢慢不及市民喵。一个是名正言顺的太子，一个是功勋卓著的二皇子。兄弟之间的裂痕开始逐渐扩大，一场皇位之争正式打响。在当时的情况下，大哥得到文臣派的拥护，而市民喵这边则代表着武将派。市民喵虽然功劳大，名望足，但没有正统名义的加持，显然很吃力。兄弟俩暗地里你来我往，不断出招。例如市民喵就不断收买大哥喵的手下，哥们儿聊聊。而大哥喵则不断拉拢后宫的嫔妃。有啥消息记得跟我说。反正就是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势力。而正当两方干得火热时，一个关键的力量出现了，这就是他们的父皇李渊喵。老爹，作为皇帝的李渊喵，自然还是想维护正统。于是乎，大哥这边瞬间得到加持，更是借着父皇的力量，开始对市民喵动刀子。不仅使市民喵失去了军事统帅的位置，降职，手底下的武将也被调走。市民喵突然间一穷二白，权力的斗争显然是残酷的。此时的市民喵已经无路可选，一场血腥的行动开始了。他先是到父皇那儿告了一状，老爸，我看到楼哥他制造了一次御前召见。明天都过来见我。好嘞。然后亲自带兵埋伏在城门外。公元626年的那天清晨里，大哥如期到达皇宫进门前。这就是玄武门。随着一声弦响，冰冷的箭矢划破了血缘的羁绊。大哥喵永远的倒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至此，这场兄弟之争宣告结束。皇位继承权落入市民喵手中，史称玄武门之变。与大哥的皇位之争，应该是市民喵一生中最困难的一关。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下，暴力成了唯一的解决方法。那么，成功取得皇帝位的市民喵将如何治理大唐这个年轻的国家呢？贞观之治。经过漫长的动乱与斗争，唐代隋而立，战功卓著的李世民喵登上了帝位，是为唐太宗。不过，虽说得到了天下，但却是个烂摊子。隋朝的暴政和军阀战争使天下满目疮痍，这对市民喵来说真是块硬骨头啊！救我！只能硬啃了。作为一个新兴皇朝，首要任务就是要让国家恢复活力。简单说，得有小钱钱。于是乎，市民喵先从省入手，不准买！宫殿不修了，宫女辞了，走人！部门合并，好停！公务
员裁剪，下岗，反正能省就省，都给我省！而创收则鼓励发展农业。经过隋唐的折腾和战争的践踏，喵民数量锐减，到处是无主荒地。所以市民喵继续推行均田制，继续，也就是国家把无主的荒田分给喵民。这些田为口分田和永业田两种。口分田就是借给你种，死后还给国家。永业田呢，则是送给你的，死后可以传给自己的崽儿。这样一手租一手给的方式，大大提高了民众的热情。种地的喵民多了，国家收上来的税自然也会变多，所以连一些无处游荡的无业游民也被强制扔回老家开垦，成了税收来源之一。而生产力的提高，不仅可以交税，还能拿来抵徭役。那时规定，只要多交一定量的布绢，今年老子交付，就可以抵去当年的徭役。好吧，明年加油。反正你只要能创造经济，啥都好说。市民喵甚至制定法律，注意啦，农忙时节别搞事儿，乱搞工程打扰到人家种田的，都去坐牢。人家种地呢，让你搞。而在这过程中，市民喵也不忘发展文化，在朝廷设立国子监，收教官员们的子弟；在民间就设立府、州、县学，培养寒门士子。而选拔这些知识分子的方式，则是科举制。市民喵健全了科举制，士人们通过参加考试来获取做官的机会，这让更多有才之士能被提拔的同时，恭喜被录取了，成功了，也打击了士族垄断做官权力的局面。让你不服气，同时又巩固中央和君主的集权。一系列措施的实行，使天下喵民得以休养生息，国家从凋敝中慢慢复苏。这段时间的治理，便是后世所称的贞观之治。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市民喵坚守着以民为本的方针，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隋末以来的社会矛盾，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使唐朝成为中世纪史上少见的文化和国力双强盛封建国家。市民喵虽然在位时间只有20几年，却结束了隋末以来的残局，且为以后的大唐盛世奠定了基础，不愧为一代英主。那么，稳定后的李唐皇朝又将发生什么故事呢？凌空经过了20几年的治理，天下终于恢复了生机，唐政权也顺利延续了下来。然而，一位女性的出现，却为李唐王朝增添了一段插曲。她就是武则天喵。则天喵的父亲是跟着老李家出来创业的，后来老李家成了，胜利啦！
他们武氏一家也跟着晋升。因为工作关系，则天喵从小就跟着父亲到处去，这不仅让他眼界开阔，更让他比其他贵族少女多了不少生活经验。可惜没多久，他爹就挂了。芭比，先走一步了。孤儿寡母受尽了同族欺辱，尝尽冷暖的童年经历，使则天喵早熟且有城府。争斗的种子也在他的心中生根发芽。命运的转机发生在他14岁那年。凭借着美丽的容貌，则天喵被皇帝册封为妃子。这对他来说，真是一次翻身的好机会。我一定要翻身。可惜，上天似乎不打算让他太顺利。还没来得及上位，皇帝就挂了。更惨的是，因为没有子女，皇帝死后，妃子还得出家当尼姑。妈耶，简直太惨了！太惨了！幸好事情再次出现转机。新任皇帝对则天喵暗生情愫，而现任皇后又想让则天喵过来帮她一起对付另一个妃子。快来帮忙！则天喵就这么回到了宫中。这回他可以发力了。他先是帮皇后干掉了另一妃子，接着就掉头过来整皇后。因为则天喵又美又有才华，皇帝实在爱得不行，甚至企图让她取代原本的皇后。这样立你为皇后。这不符合规矩啊。于是乎，以国舅为首的老臣派强力反对。则天喵想求通融都没办法。不行。这个事情让他意识到，要想上位，除了称霸后宫，还得掌握外朝。有了这个念头的则天喵，开始想尽办法拉拢朝臣。他积极笼络站自己这边的官员，一点心意，有福同享吗？培养自己的官员势力，又通过皇帝打击反对自己的大臣。皇上，我觉得他挺不错哦。收到。反正在棍棒与蜜糖的并用下，朝廷上上下下都是他的势力。只要有人提出反对则天喵上位的意见，皇上，臣坚决反对，马上就会受到打击。这还有谁敢发话呢？最后，连老舅爷也反对无效。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就这样，则天喵在大家的拥护下，正式成为新的皇后。作为一名生活在封建社会的女性，则天喵的命运大多时候都会受到男性的影响。而坚强且富有野心的她，却极力争取和抗争，最终在残酷的斗争中一步步登上高位。然而，作为封建妇女顶端的皇后位，依然无法满足她的野心。那么接下来，则天喵的路要怎么走呢？这回五州女皇经过一系列宫廷斗争后，
武则天喵终于登上皇后宝座。从后宫到朝堂，都存在着她的势力。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她不断打击反对自己的官员，不是降职，就是直接干掉。这搞得连皇帝都在想，是不是不应该让她当皇后？看来，可你要知道，则天喵是有特务的，马上就制止了皇帝的心思。皇上，臣妾冤枉。好吧。可这次事件也让则天喵更加意识到权力的重要性。他更加主动地帮皇帝分担政务，因为政治能力的出色，使皇帝允许他一起治理朝政。既然这样，咱就好好来干一场吧。皇帝称天皇，则天喵称天后，史称二圣共治。可即便如此，则天喵还是充满焦虑。毕竟皇帝一直都病恹恹，权力终有一天会离他而去。于是乎，他将目光投向皇子们身上。则天喵与皇帝有4个儿子，大儿子当过太子，病死了。老二当过太子，被他废了。到老三当上太子的时候，他爹也在不久后挂了。这种爹死子弱的空隙里，正是搞事的好机会。则天喵暗中联合大臣，将最高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我想，这样即便儿子当上了皇帝，也只是个提线木偶。不过这孩子倒是奋起反抗过。我不理，我的皇位我做主。可惜反而成了则天喵的借口，顺手就给废了。最后等到老4当上了皇帝，则天喵已经正式全面掌权。卑微的老4只是待在小黑屋里，根本说不上话。不然能怎样？可这样就算完了吗？不然呢？难道他……没错，则天喵想当皇帝。作为一个女喵的她很清楚，只有皇帝才能拥有最高权力，所以李氏皇族自然成了她称帝必须铲除的对象。她不仅亲手废掉皇太孙，还下令处死和流放自己的2个儿子。那些反对他的宗室们也基本被他搞得一干二净。除此以外，则天喵还大搞玄学舆论，例如搞了块白石头，写着“圣母临人，永昌帝业”；例如利用佛经，说自己是下凡统治国家的。你看，反正在一顿操作下，则天喵称帝的势头已经无法阻挡。公元690年，则天喵正式登基称帝，自封为圣神皇帝。这是华夏历史上第1位，也是唯一一位女皇帝。虽然上位手段非常毒辣，可在位期间却很好地促进国家发展。不仅继续奉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且重视人才的选拔，使农田和喵民数量都大幅度增长。
然而，当武则天喵如愿地站到顶点时，一个问题产生了。作为一位封建社会的女皇帝，要如何选择继任者呢？公元705年，女皇武则天病重，一干大臣趁机发动政变，恢复了唐政权的统治地位，史称神龙政变。天下终于又回到老李家手上，回来了。而继任者正是原来被则天喵废掉的皇帝唐中宗喵。不过，这回的主角不是他，是他的老婆韦后喵。韦后喵出身官恩代，10几岁当上太子妃，没多久就成为了皇后。可以说一路挺顺的。可惜没多久，愣头青老公就得罪了自己老妈则天喵，哐当就被一脚踹下台了。韦后喵不仅跟着老公一起被扔到乡下吃苦头，还每天提防着则天喵会不会突然下毒手，简直可怜极了。幸好20年后，恶婆婆则天喵终于歇菜，老公中宗喵被扶回去登基，韦后喵这才过回了皇后的日子。幸好回来了。因为共同经历过磨难，中宗喵非常信赖韦后喵。感谢老婆对我的爱，以后我一定全力爱你。甚至让韦后喵参与政事，只要你愿意，啥都听你的。这使韦后喵的野心快速膨胀，逐渐有了效仿婆婆武则天喵当女皇帝的想法。于是乎，她开始积极筹划，按照则天喵女皇操作手册的做法，她先要打压反对自己的势力。当时的太子就是她的重要障碍，而且还不是她亲生的。于是她开始疯狂排挤太子，受死吧！没事就羞辱他，我没用。这直接导致太子起来造反。老妖婆，你等着，老子现在就要当皇帝！然后被锤爆了。对待其他大臣呢，更是只要对他不满的，就通通搞掉。而为了自己日后称帝做铺垫，他甚至模仿则天喵当年天皇天后的打法。中宗喵称应天神龙皇帝，他则称顺天意圣皇后，真是像素级抄作业呀！除此之外，造势更是少不了。例如说自己的衣服有五彩祥云，或者在民间搞一首歌颂自己的歌谣。随着韦后集团权力的不断膨胀，朝局也开始动荡起来。中宗喵虽然有所怀疑，可没多久就挂了。皇帝一死，韦后喵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他不仅控制了内外军权，连新任少帝都沦为他的傀儡。这一切简直跟当年的武则天喵一般。然而与则天喵相比，韦后喵的政治根基却明显不足。他的政治班底也不具备真才实学。专权期间的卖官行为，不仅造成官吏数量超标，
更使朝政愈加混乱。这一切都让李氏一族心生不满。上一任女皇清洗宗室的阴影还未消散，如今韦后喵的出现，必定勾起他们的噩梦。那么，李氏会让韦后喵成功称帝吗？主，女皇武则天喵的出现，影响了当时很多女性，其中有2个喵影响力甚大，一个是她的儿媳妇儿韦后喵，手段残忍，野心极大，目标是成为新一任女皇。而另一个则是她的女儿太平公主喵。太平喵是女皇则天喵的小女儿，从小聪明伶俐，深得则天喵的宠爱，宠爱到宁愿假装让她当道姑，也不愿意她嫁给外族人。哎呀，你看看，她都出家了是吧？打小时候起，太平喵就跟着则天喵参政议事，耳濡目染之下，也积累了大量的政治经验，甚至帮则天喵处理过不少事情。宝贝，收到。例如，帮老妈干掉不听话的臣子；例如，给老妈送可爱的小男蜜。老妈喜欢不？讨厌。说得上是老妈得力的小棉袄，暖心。可即便太平喵能力很强，母亲则天喵却警惕着她的势力发展。女王只能是我，知道不？在这样的威压下，太平喵只能收起自己的锋芒，小心翼翼地过了10几年，一直到则天喵病重，他才开始展现自己的政治才能。当时朝政上有奸臣当道，这可是会影响社稷安稳的问题。于是乎，太平喵联合大臣们迅速干掉了这些奸臣，恢复了李唐政权的统治。终于回来啦！对呀。而凭借着这个功劳，太平喵获得了丰厚的奖赏，嘿嘿，甚至封号为镇国太平公主，可以说威风八面呀。可惜呢，情况又出现了新的转折，这就是他的嫂子韦后喵。什么？由于新皇帝对韦后喵的纵容，老婆加油，使韦后喵有了效仿自己婆婆则天喵当女皇帝的梦。这老韦家要上位，老李家自然成了最大障碍。所以除了皇帝外，身为公主的太平喵自然也是要铲除的对象之一。然而皇帝突然先走了一步，太平喵这下危险了，乖乖等死还不如先下手为强呢。跟他拼了！于是乎，他开始秘密联系老李家其他势力。而韦后喵这边呢，不仅控制了朝廷，还派亲信去监管军队。可惜这些亲信实在不咋地，这里都听我的，知道没？一上任就把士兵们惹毛了。他打我，太过分了！以为自己是谁啊？瞬间就调转枪头，站到太平喵那边去。造反算了！公元710年，李氏人马直接冲入皇宫，措手不及的韦后喵当场领了盒饭，史称唐隆政变。在太平喵的协助下，
李唐皇朝躲过了一场篡位阴谋，老李家继续稳坐皇位。太平喵也因拥立有功而获得了更大的威望。然而，在此次政变的过程中，太平喵负责的是策划工作，真正执行的却是另一个李氏宗亲。他的出现即将引发新一轮的权力斗争。在这个漩涡里，谁又将是最后的胜利者呢？初唐是个文化发展开放的时期，可自女皇武则天喵称帝后，女性便开始站到了历史舞台前来。随后出现的韦皇后专权，更是彻底激化了外戚与李唐宗室之间的矛盾。最终，这场斗争以李唐宗室获胜，李氏一族重新夺回大唐政权。而这也让一个喵莫名其妙地当上了皇帝，他就是睿宗喵。是的，睿宗喵是真的莫名其妙，因为他在收到消息时，政变已经成功了。陛下，一切妥了，明天可以上岗。不过这次咱们要聊的不是他，而是通过政变送他上位的两个喵。一个是他的妹妹太平喵，另一个则是他的儿子李隆基喵。太平喵和隆基喵都因拥立有功而获得了巨大权力。太平喵权倾朝野，隆基喵则成为了皇太子。说起隆基喵，少年时期是比较悲催的。他爹是女皇武则天的小儿子，曾经就莫名其妙的被拉上去当过皇帝。就你了？但没多久就被踹了。他老妈也因为被诬陷，被处死了。长大后又遇到自己的伯母韦皇后专政，一心总是想着干掉他们一家，不能留你。可以说，整个少年时期都在女性干政的阴影中度过的，这使得他非常厌恶这种局面。这群老娘们烦死了！幸好经过斗争，如今政权已经回到李家手里，老爹又再次当上皇帝，而且还啥事儿都要询问他这份文件和他姑姑太平喵的意见。妹妹，您看一下。好说好说。这下就尴尬了。作为朝廷里最有权力的两个喵，隆基喵和太平喵一起抗争时是队友。姑姑年纪这么大了，不如早点回去歇歇吧。没事，你还小，我得帮着点。仗打完了，也就无法容纳对方了。妹弟要快回去！臭小鬼，识趣点。于是乎，一场姑侄之间的争斗正式展开。从隆基喵的角度看，虽然功劳大，功高，但排行老三。在古代嫡长子继承制里，只有嫡长子才能继承皇位，所以姑姑太平喵就抓着这一点到处舞。哎呀，有些事嘛，还是要讲规矩的好。他不仅跟大臣们说，哪有老三上位的，你说是吧？还跟睿宗喵说，哥，可要当心了，你家老三心眼多得很呐。这搞得睿宗喵后来虽然传位给隆基喵，儿媳好好干，今天起你就是皇帝了。好的，父皇。权力却没有全给他。不过你还年轻，
一些大戏还是交给我来决定吧。龙基喵这皇帝当得真尴尬呀！不仅如此，太平喵还大力提拔自己的文官集团，7个宰相就有5个是他的势力。龙基喵也曾尝试奋力反击，老太婆以为我吃素的吧？要你好看！可因操作不当，糟糕，搞得连武官集团都靠到太平喵那边去。这下龙基喵可就危险啦！一场生死的抉择摆在了他的面前。最终，退无可退的龙基喵只能选择最直接的方式，这就是政变。公元713年，龙基喵率兵入宫，先是当场斩杀太平喵的军事将领，接着又将文官头目纷纷处死，一路大开杀戒，直至将太平喵的所有势力屠戮殆尽为止。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先天政变。通过此次政变，太平喵苦心经营的势力被全面瓦解，最终黯然退出历史舞台。而龙基喵则正式接管整个大唐帝国。政变的完成，标志着从武则天时代开始的后宫干政现象的终结。李唐王朝也正式进入了政权稳定的时代。那么，龙基喵将如何治理这个国家呢？自女皇武则天被迫退位开始，短短8年间，唐政权就经历了4任皇帝的更换。皇室内部不仅矛盾激烈，政治环境也非常混乱。最终，在经历先天政变之后，政权才尘埃落定，大唐也迎来了他新的掌舵者。这就是唐玄宗李隆基喵。龙基喵可是在混乱时代里爬上来的苦孩子，小时候就因为政权斗争被软禁过，这使他非常向往自己先祖开创的治世，所以如今成为皇帝的他，目标便是振兴大唐。可这个任务好完成吗？简直难透了。首先就是钱的问题。在他前几任皇帝时期，赏官和卖官的情况非常严重，这就导致国家多了很多官员。你要知道，这些官儿都是要给工资的。谢谢老板。所以光工资就是天文数字。工资来自国家财政，也就是找农民收税。可当时的大唐存在着很多时封贵族，例如时封100户，就是100户农民的税收上交给这个贵族。在那个年代里，闹个旱灾啥的都是常事儿，贵族们就经常在农民们因天灾无法交税时放高利贷，借吗？农民一还不起，土地就被贵族收走，还不起钱，拿土地抵押呗。久而久之，农民越来越无地可种，国家财政自然越来越少。光听起来就很头疼啊！蛋糕。面对这样的状况，龙基喵从2方面下手。
首先就是省，无论谁都不准瞎花钱，不准买，谁买多谁省。他甚至把宫中漂亮的锦绣给烧了，以后就心如止水了。接着是朝，朝廷不是官员太多吗？那些买来的全炒了，坐好。中央和地方的官员还要交换学习，以保证工作效率。而农业时代，种田才是真理。龙鸡喵不仅要求大家种地，自己在宫里也种。水利工程，修它；灭蝗救灾，灭它。反正只要是能促进农业的，都全力推进。这么一顿操作下来，国家财政慢慢得到了恢复和增长，而足够的税收也让龙鸡喵能对国家的军事进行改革。以前唐朝实行的是府兵制，也就是喵民们有事儿就上场打仗，没事儿就回家种地。龙鸡喵将它改革为募兵制，简单讲就是国家出钱雇佣喵民当兵，士兵不用种地，专心训练。这样的方式大大的促进了唐朝军队的战斗力，使得周边敌军无法入侵边境。怎么回事？太强了吧！经过龙鸡喵的努力，大唐得到了方方面面的提升。不仅喵民数量大增，文化更是史无前例的繁荣。他的治理使大唐进入了鼎盛阶段，史称开元之治。然而，在这一系列的成功之下，却埋下了危险的种子。盛世大唐能维系多久呢？边疆兵变，经历了几代君王的积累，唐皇朝终于进入了鼎盛时期。而随着疆域的扩大，边境的战事也日渐频繁。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唐中央制定了内轻外重的军事策略，也就是帝国中心保留少量兵力，大军则派向边疆的各大军区，形成了地方拱卫中央的格局。而统领各大军区事务的是一个重要的官职，这就是节度使。节度使的出现大大增强了地方防御外敌的自主性，但同时也埋下了动乱的种子。而使这颗种子发芽的，正是一个喵，它就是安禄山喵。安禄山喵是个狐喵，杂狐，从小就机智能干，嘴巴还很甜。你看你这么帅，有啥好烦的嘛？你说是吧，小伙子？啥？你60岁了，一点都不像。因为懂得各种外语，外语10级，长大后就在边境贸易里做了个商业中介。嘿嘿，副业还搞点偷窃，不过也差点因为这个掉了脑袋。举起手，你被包围了！老实点，跟我们走一趟。幸好安禄山喵实在是能说，我不服为啥要杀我？我都上场打仗了，放了我！为啥不去打敌人？老大，咋整？愣是把自己说活了。这小子还挺能说，给他个机会吧。甚至还成功混了个小官职，翻身。从那时起，安禄山喵便靠着自己优秀的军事才能和卓越的拍马屁技术，一路高升。
不仅地方官员赞美他，连皇帝都非常欣赏他。可以说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然而，表面上粗枝大叶的安禄山喵，暗地里却时刻监视着朝廷。他不满足于这一切。当时的唐帝国共有10大军区，安禄山喵就掌管了3个，而且他还不断招兵买马，甚至通过做生意暗中积累资金。如此大张旗鼓，难道朝廷会不知道吗？自然还是察觉到的。事态不简单。当朝宰相就咬定安禄山喵绝对会造反，这家伙一定有问题，不得不防啊！还提议骗他过来干掉，把他骗过来，然后这样。可惜，安禄山喵并没有上当。我不去，并且表示这就反给你看。喂，跟弟兄们说下，开派对了。公元755年，安禄山喵率领15万大军杀向洛阳。对于这突然的反叛，朝廷这边完全是手忙脚乱的状态。怎么回事？怎么突然打过来了？他突然打了，谁去打一下呀？沿途关卡完全挡不住安禄山大军，仅仅35天，洛阳就沦陷了。安禄山喵趁机称帝，国号大燕。这就是影响了整个大唐历史的安史之乱。从那一刻起，盛世的大唐梦被一巴掌打醒。在叛军的铁蹄之下，天下陷入了战火之中。那么，偌大的唐皇朝将如何面对这场危机呢？卷土重来。安史之乱是大唐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安就是指叛乱祸首安禄山喵。在他的带领下，叛军长驱直入，大唐东都洛阳失守。安禄山喵一下子左右着天下的命运。可惜没多久，他就因为内斗挂了。可安禄山喵的死却并没有让动乱消散，因为这场反叛还有一个重要角色，他就是史思明喵。史思明喵跟安禄山喵是一起长大的小伙伴，哥俩好，连生日都只相差1天。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后面那句就省了吧。从一起玩到长大一起当中介。来，万事帮解决。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可以说关系非常要好。史思明喵生性精明狡猾，早年那会儿就因欠钱被抓，但愣是通过忽悠，老子是使者，放了我带你们见皇上。反而把对方给卖了。大人，你看，他们是敌人。最后跟安禄山喵一样，混了个小官。从那时候起，史思明喵和安禄山喵一路往上爬，从镇守边疆，一直到安禄山喵造反称帝。可惜，安禄山喵造反到一半，却歇菜了。这一下形势可就有变化了。大唐军队开始奋起反攻。
老大没了，叛军队伍自然阵脚大乱。所以从那时起，叛军分成了2股势力，一个是原来的安禄山军，另一个就是史思明的部队。队伍散了，要单挑唐军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乎，史思明喵决定投降。是的，他带着自己的部队就这么归顺了朝廷，并且调转枪头帮忙围剿叛军。走他！那么叛乱就这么顺利解决了吗？当然没有。没有。史思明喵不仅趁机招兵买马，还打着大唐的名义，把投降的叛军收到自己队伍中，力量不断在壮大。而另一边的叛军呢，已经被唐军打得喘不过气来。你要知道，大唐可是叫了9大军区过来围殴，眼看着就要给予最后一击时，史思明喵却出现了。他不仅没有帮忙，还疯狂骚扰唐军后方。喂，看好时机，从后面动一动。说起来，大唐真是闹心呀！一边没打完，另一边却跑出来了，而且我张娘还加上好友了。好，头都大了。就这样，在史思明喵的再度反叛下，大唐的围剿行动最终破产，而史思明喵则兼并所有叛军，实力大增。随后，更是效仿安禄山喵，登基称帝。至此，胜利的天平再一次倾向叛军。史思明喵的接力，使这场叛乱死灰复燃。面对这样的情况，大唐会被颠覆吗？平乱。安史之乱的爆发，彻底打断了大唐盛世的光景，天下陷入到一片战火之中。然而，安史叛军虽然来势凶猛，队伍却实在不行。首领安禄山喵一路猛进，破洛阳，取长安，登基称帝，然后就内讧挂了。等轮到阴险狡诈的史思明喵，一会儿投降唐军，一会儿反叛唐军，似乎搞得风风火火，但没多久还是挂了。事儿还没成，叛军的2个重要角色就这么交代了。而大唐这边呢，也没好多少。从叛乱一开始，皇帝就逃亡，然后太子夺权，父王交给儿臣吧！万岁！万岁！朝廷内部又各种内斗，反正就是叛军有叛军的乱，大唐有大唐的乱。但无论怎么说，这场动乱终归是到尾声了。平息这一切的，就是大唐的第8位皇帝，他就是唐代宗李煜喵。李煜喵一出生就比较高贵，因为皇孙100多个，就他是嫡皇孙。而且李煜喵从小就热爱学习，性格形象也超好，简直就是爽文主角。王子，可惜
叛乱却突然爆发了。本来可以安稳继承皇位的他，变成了要上阵讨贼。幸好李玉喵还是很有能力的，凭借着优秀的战功，李玉喵最终坐上了皇帝的宝座。然后接着平乱。喂，接着开炮。李玉喵当皇帝的时候，叛乱已经足足持续了7个年头，叛军其实快不行了。此时，李玉喵开始向外族借兵。喂，有个事，让他讲。这外族大军可是十分凶悍的，叛军本身就已瑟瑟发抖，突然两边联手了起来，直接就被打得喵仰马翻。而为了瓦解对方的士气，李玉喵还使用了招降，也就是只要肯投降，不但不处罚，还给奖赏。这一下，叛军那边内心是真的崩溃了。过来投降的是一茬接着一茬，没多久，叛军那边就基本跑光了，剩下光杆司令只能领便当收场。至此，唐皇朝这场历经8年的动乱宣告结束。它给大唐带来了极大的破坏，耕地荒芜，喵民数量锐减，且因常年集中兵力平乱，更导致边境空虚，从而也打破了原来大一统的局面，导致地方力量崛起，中央集权的力量被严重削弱，唐皇朝从此由盛转衰。那么，千疮百孔的大唐将何去何从呢？公元763年，经历3代皇帝的安史之乱，终于尘埃落定，唐皇朝勉强恢复了统治。然而，长期的内乱也使外敌有了入侵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唐只能以册封藩镇的形式，让降将们镇守边疆。而为了防止叛乱再度发生，中原地区也设立藩镇。从那时起，大唐国土上开始藩镇林立，最终形成了边境藩镇防御外敌，而中原藩镇提防边境藩镇的局面。而这之中，有一个喵利用这种局势迅速崛起，他就是降将田承嗣喵。承嗣喵出身于军官家庭，从爷爷那代开始就是乡里恶霸，全员恶喵。到他长大后从军，也彪悍异常。可以说，承嗣喵天生就是墙头草高手。一开始，他是跟着叛军那边搞事儿的，可无论叛军里谁当老大，他都照样高管。等到叛军快要坚持不住时，哥们儿，我先走了，堤坝靠你了。没问题。他又顺手把队友一卖，一点心意，不要客气。到了大唐那边去当官，真是贼得很呀。而唐朝为了防止降将们再次反叛，就尽力笼络他们。给，不造反一切好说。归顺了大唐的承嗣喵，
不仅没有受到处罚，还连续升官，高升。皇帝甚至把公主都嫁到他们家。公公，可即便如此，程四喵也没有一丝感念，他反而想要更多。为了增强实力，程四喵强迫所有青壮年喵民参军，快点！而且官员都由自己任免。来，连藩镇内所有税收也占为己有。在这一系列操作下，他的藩镇实力大涨。这样的行为自然也会招来朝廷的警告。喂，不准胡搞，听到没有？但根本没啥屁用。他还把其他藩镇的领地给抢了。老实点，叫爸爸。爸爸。这就真的把朝廷惹毛了。我生气了。公元775年，大唐派8个藩镇联手出兵。所谓双拳难敌四手，一挑8，程四喵还是很吃力的。于是乎，墙头草技能发动了。他开始离间前来围攻的藩镇。一会儿吹捧这个，任其当大哥。我实在太仰慕你了，爱你爱你。一会儿又去撩那个，承诺给他好处。老哥，咱们合作，完了那块地归你。一顿忽悠下来，8个藩镇被搅得一团糟。打了1年，愣是没打下来。而且程四喵也清楚不硬刚的道理。打不过了就写检讨书认错，发送。等风头过了，算你识相。又再搞事儿。骗你的！别！反正就是在搞事和认错之间反复横跳。仗着实力强大，朝廷也拿他没办法。我忍。程四喵的行为是当时大唐的一个普遍现象。拥有军事力量的藩镇，实际上已经脱离了中央的控制。他们各自都在追求更强大的实力，有时互相兼并，有时甚至联手对抗中央。藩镇的林立，严重影响了大唐在政治、军事上的统一。华夏大地在动乱平息后，又进入了割据状态。那么大唐又将如何面南河中心？安史之乱后，唐朝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河朔地区的藩镇更是长期与朝廷对峙。他们不仅自设官吏，领导权也内部世袭，简直如同一个个独立王国一般。藩镇的问题已经对中央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于是乎，从大唐的第9代皇帝开始，便决心打击藩镇。然而，藩镇的实力却非常强悍。经历2代皇帝的努力，割据局面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削藩这个担子继续传到新1代唐皇帝肩上，他就是唐宪宗李纯喵。嘿嘿，李纯喵出生时，大唐已经走着下坡路。他爷爷唐德宗就决心要解决藩镇割据的问题，让他们知道朕的厉害。可惜却被打了回来，搞得要带着他爹和他仓皇逃跑，史称奉天之难。后来他爹唐顺宗准备接班，
也决心要解决藩镇问题，让他们知道朕的厉害。可惜还没开始就中风了。虽然身残志坚地倒腾了一段时间，臣闻命令，但最终还是被大臣们拱成了太上皇。这才到了李纯喵上位。李纯喵同样以解决藩镇为目标，让他们知道朕的厉害。从继位开始，他就重用贤臣。你和你这块你们负责。不仅猛抓农业发展，让大家好好种田。是。对自己也很节俭，砍经费。是。虽然在削藩的问题上，爷爷和老爸都没能成功，但却为李纯喵攒下了一些家底儿。这就是两税法。在之前，国家征税是一个喵民交1份税，可安史之乱后，喵民数量锐减，田地荒废，国家的税收也跟着减少。而两税法则是根据财产来征税，简单点说就是喵民资产多的交的税也要多。拿来。这个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贫富征税不合理的现象，且富喵们多交税也增加了国家财政的收入。两税法从李纯喵爷爷那会儿就开始实施，积累到他一代，国家的钱袋子已经充裕不少，充足。这下子削藩这笔账总该要算一算啦。而相比起唐中央的发奋努力，藩镇各自内部反而矛盾重重，期间实力不断降低。这样的情况下，李纯喵的削藩行动开始了。这第一步就是控制邻近的一些藩镇，只要是不听话的藩镇，李纯喵上去就是一顿削。而对于一些藩镇，则是用钱贿赂，例如花大价钱犒赏当地喵民，使其归顺朝廷。万岁！万岁！这样的做法使中央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藩镇，只要谁敢拽，中央就指挥一堆藩镇一拥而上，给我上！这样的打法充分震慑了其他不听话的藩镇，只好纷纷表示归顺。至此，长达60年的藩镇割据宣告结束，大唐再次回到了统一状态，史称元和中兴。而唐宪宗李纯喵也成为了唐中期后唯一一位统一全国的君主。然而，藩镇的问题虽然得到缓解，朝廷内部却出现了新的问题。宦官是照顾皇帝嫔妃生活的官员。随着唐朝不断发生政变，在皇帝身边的宦官开始获得了参与政治的机会。渐渐的，他们甚至掌握了实权，国家军权尽数落入宦官手里。宦官实力的崛起，不仅能干预朝政，甚至左右着皇位的继承，皇权变得非常暗淡。这样的情况延续到一个新皇帝上台，这就是唐文宗李阳喵。李阳喵是个渴望有作为的皇帝，努力，没事就看太爷爷的书。太爷爷，他不仅生活节俭，工作也是非常认真。身为皇帝的他，
自然清楚宦官干政的危害，所以铲除宦官势力变成了他最大的心愿。必须！为了达成目的，他秘密培养自己的亲信，听我指挥，收到。又借机架空宦官的军权，再把他们一个接一个干掉。处理干净点儿。是。一顿操作下来，宦官们确实个个都瑟瑟发抖。然而，李阳喵的做法却为另一个喵的登场扫清了障碍。他就是大宦官裘氏良喵。氏良喵祖上都是宦官出身，祖传。虽然从进宫开始就一路晋升，却被其他大宦官所压制，一直没有出头日。可没想到的是，李阳喵的行动却给了他机会，征服他们。压在他头上的宦官被除掉了。氏良喵因此时来运转，成了新的宦官势力代表。作为大宦官，氏良喵伺候了4代皇帝，老练，还是很懂讨皇帝开心的。皇上，甜吗？还不错，但很可惜，宦官势力又是李阳喵必须铲除的对象。在这样的前提下，一场行动悄然开始了。公元835年，李阳喵假借甘露之名展开计划。报告皇上，发现甘露了。甘露在中国古代是预示天下太平的祥瑞。李阳喵借口让氏良喵去查看，你去看看哈。是。其实是准备在那儿把它给做了。计划通。可惜上天就是喜欢开玩笑。氏良喵却发现了埋伏，他立马拔腿就跑，太可恶了！还掉过头来把李阳喵给绑了。来啊！皇帝在对方手上，士兵一下子就懵了，反而被氏良喵带领的禁军逐一反杀。让你耍心眼，让你耍心眼！就这样，这场准备不充分的计划宣告破产。愤怒的氏良喵更是血洗皇宫，官吏平民死伤无数。这就是历史上的甘露之变。甘露之变的发生，标志着宦官势力的完全胜利，皇权从此受到禁锢，朝中军政皆决于宦官，宦官成了大唐实际的统治者。在此后的60多年里，宦官的乱政还激发了藩镇对中央的不满，致使藩镇经常以去除宦官为由骚扰中央。给我上！大唐这个曾经的庞然大物摇摇欲坠。然而，还有另一个问题的存在，成为了彻底压垮他的稻草。那么，加速大唐覆灭的是什么事儿呢？唐朝末期，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外有藩镇威胁，内则宦官专权，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成为了压倒大唐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就是朋党之争。一直以来，唐朝官员一般有2种出身，一种是门阀士族，简单点讲，就是祖上有功勋，世代都能当官的喵，靠边；另一种则是科举进士及第者，也就是靠考试上位的庶族，靠比。虽同朝为官，两派却互看对方不爽。很拽嘛，你也是啊。士族觉得庶族土，
乡巴佬。就是。庶族则认为氏族关系户。有种考个看看。对呀。反正就是撕个没完。而在这之中，撕得最久、最狠的便是牛李党争。氏族领袖姓李，被称为李党。李呀。而庶族领袖姓牛，则称为牛党。牛啊！两党的矛盾还得从一场考试说起。公元808年，牛党在进士考试中抨击当时的政策。我看要我鹌鹑都不行，垃圾做法，傻子吗？可这个政策就是李党和皇帝制定的。这一喷等于皇帝也中枪。简直就是给李党递刀子呀！皇上，他们欺负我。于是乎，牛党成功被贬。滚！别在这碍眼。此次事件的发生，标志着牛李两党的战争正式打响。在随后的时间里，两边都不断集结势力。都过来！集合！这边凡是支持的，就该揍他们。就是。那边一定就反对。揍个屁嘞！你很违规，懂不懂？是啊。只要哪边上了台，就绝对打击另一边。他们甚至不考虑朝政的得失。例如，公元831年，有外族将领跑来投降，并且想把以前抢走的地盘还给大唐。但因为受降的是李党，牛党就暗中搞鬼，愣是把降将给送了回去。而李党这边呢，只要有机会也绝不手软。我等着。发大水了，是牛党的错。叛徒不作为。就是。发生叛乱了，走，杀过去。牛党也一定有问题。他们叹气了，一定是同伙。就是。反正就是有你没我。牛李两党的斗争持续了整整40年，它迫使整个朝廷一分为二，官员们只能选边站，往往一党上位，另一党就会被集体打压。每次对决都会有大批官员下台，官员政令的频繁更换，致使朝政更加混乱，社会危机也不断加重。唐朝后期，皇权在受制于藩镇和宦官的情况下，大臣本该协助皇帝脱困，但牛李两党却沉迷于斗争。大臣的不团结，导致宦官侵蚀皇权，皇权暗淡，则藩镇问题无法解决。3个问题如同一个铁环，紧紧地卡住了大唐的喉咙。唐朝再也无力统御天下，历史的车轮重新开始转动，一场新的暴风雨即将到来。起义。随着皇权的衰落，李唐皇朝已经混乱不堪。宦官忙着买官卖官，发货没？手脚快点！是。官员忙着结党互殴，我弄死你，就爸爸！各地武装藩镇更是时不时就出来搞事儿。到点了，搞事去！而皇帝呢？皇帝只知享乐，天下喵民上受天灾之苦，下有重税压得喘不过气来，百姓实在苦不堪言。在这样的情况下，
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爆发了。浩浩荡荡的起义战争将极大的冲击唐皇朝的统治。而在这场斗争中，一个喵的出现意义重大，它就是黄巢喵。哇哈哈！黄巢喵是个有钱仔，因为家里是走私卖盐的。作为盐商的儿子，黄巢喵却并没有想继承家业，叛逆，倒是想考个公务员，上进。可惜官场的腐败使他考了好几次都没有考上，这让黄巢喵十分不爽，并决心改变这个腐朽的天下。这个见鬼的世界，去死吧！于是乎，他回家继承了家业，干起了走私盐的活儿。在走私的过程中，黄巢喵学会了一身的武艺。抓不到我，还是抓不到我，就是抓不到我。再加上行事仗义，跟着我干，保证你吃香喝辣。逐渐凝聚了一股势力。而他也一直在等待时机。公元875年，在朝廷的压迫下，起义终于爆发了。黄巢喵知道时机已经成熟，到点，随即加入斗争。是时候了，搞事去！作为一名走私商，黄巢喵可是长期与唐军交手，对地方的形势也非常清楚。开始导航。面对唐军，他们从不正面进攻，而是采用大规模游动作战。游动战，简单点讲就是，唐军一旦攻过来，他们就溜，就地解散。等唐军庆祝胜利时，他们又跑出来打，老子又回来了，搞得唐军又烦躁又狼狈。而在这过程中，黄巢喵的队伍则不断壮大，且一直保持着流动的打法。来呀，来呀，来呀！他在北方打一通后，就跑到富庶的南方打，走，去南边耍耍。打完又杀回北方，到点了，打回去吧。然后再回南方，走了走了，这边玩腻了。最后又打北方，来回机票也挺贵的。反正就是跑着打，打完就走，也不考虑留守阵地的问题。走了，回见。唐朝末期虽然军队众多，但地方藩镇之间却并不团结。往往起义军攻击某个藩镇，其他就这么看着。喂，别愣着，来帮忙啊！哎呀，俺也很忙了呀，谁不是呢？所以起义军到处跑，大唐怎么都镇压不下来。报告，敌军跑了！哦，敌军回来了！ No， 我们被包抄了。而黄巢喵正是利用了这个特点，迂回前进。不但多次击败唐军，又来了，快跑啊！更打进了大唐都城，给我杀进去！搞得大唐皇帝狼狈逃窜。公元880年，黄巢喵正式在长安称帝，建立大齐政权。而被赶跑的大唐，虽然气数未尽，但已遭到毁灭性打击，再无力维系以往的统治。天下藩镇纷纷趁机脱离控制，大唐帝国已经名存实亡。那么接下来，唐朝该何去何从呢？观叛变。为了反抗唐朝的压迫，农民起义爆发了。利用藩镇之间的隔阂，起义军一路胜利，最终攻入长安，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然而，起义军避实击虚的打法，虽然可以取得阶段性胜利，长官，城门被攻破了。但打完就走的方式，走，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却无法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走了？不用派兵占领吧？这不仅使刚建立起来的起义军政权根基不稳，也让大唐政权获得喘息的机会，且开始谋划反击。给我等着！而在这场争斗中，有一个喵起到了关键作用，它就是朱温喵。朱温喵从爷爷那辈起就是知识分子，而且还都是老师。可惜他爹死得早，所以朱温喵从小就没有受到什么教育。长大后的朱温喵和2个哥哥都成了有名的混混，而且属朱温喵最狠。虽然是个混混，但朱温喵却始终相信自己以后会飞黄腾达，等待机会。恰好那会儿，唐末农民起义爆发了，冲啊，跟他们拼了！反抗起来，抄家伙！朱温喵便加入到其中去。看我砍瓜你！作为老朱家最猛的崽儿，朱温喵打仗还是很牛的。我打！除了多次扛住了唐军的进攻，还为起义军攻城略地，成为了组织内部重要的力量。然而，朱温喵虽然很能打，却也经不住形势的变化。首先是被赶走的大唐又杀了回来，走，杀回去！起义军遭到包围，另外粮食也快要耗尽，还遇到粮荒，简直雪上加霜啊！但最可怕的还是起义军内部开始分化。例如，当时就有很多将领看朱温喵不爽，朱温喵被派往前线抵御唐军，唐军喵多势众，要开始没？而朱温喵却少得多，这没法打呀！差这么多搞毛啊！没办法，朱温喵只能赶紧给组织写信求救。开什么玩笑啊！可每次写，喂，让首领看邮箱啊！却每次都被同事拦截。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这还打个屁呀！去你的！于是乎，朱温喵把心一横，带着兵马就投到唐军那边去。这对于唐朝来说，简直天大的好事儿。就这样，朱温喵成了大唐那边的打手。给老子打！反过来打义军。别打！谁跟你自己撂见鬼！这个事件不仅大大削弱了义军的实力，还助长了唐朝的战斗力。在之后的围剿下，起义军节节败退。朱温喵凭借着大唐军队不断追击起义军，给老子追，一个都别放过！最终，起义军被消灭殆尽。历时10年的农民起义宣告结束。然而，在这场斗争中，唐朝虽然重新夺回胜利，但中央的兵力却几乎全部打光，再也无力维持对各地藩镇的控制。天下再次进入到失控的状态中，各藩镇间互相攻伐，竭力扩张自己的地盘。而这之中，靠着镇压起义上位的朱温喵迅速崛起。那么，他会对大唐尽忠吗？
经过了农民起义的冲击，大唐的统治已经全面崩溃。我裂了。原本用于遏制藩镇的中央军，在平叛中消耗殆尽，而各地藩镇则通过镇压起义迅速膨胀，最终，中央能管辖的地方萎缩到只剩下首都一带。大唐皇朝再也无力量对地方进行约束。于是乎，朝廷里的宦官和大臣两派开始各自依附藩镇势力，双方各自以藩镇为后盾，展开了权力的争夺。那会儿的大唐皇帝完全沦落为筹码，今天被这个劫持，明天被那个幽禁，里面待着，反正就是撵得到处跑。而此时，大臣提议向一个喵求助。皇上，不如叫他来帮忙。他就是朱温喵。朱温喵原本是起义军那边的，但因被戳脊梁骨，兵权在握，一定背叛。无子不是好人，小心开眼。于是跳槽到大唐这边，帮忙打起义军。给老子撵过去！凭借着超强的业务能力，朱温喵迅速崛起，不仅封官进爵，还通过大量收编起义军降将，扩充自己的队伍，逐渐有了称霸天下的实力。在当时，各藩镇之间往往互相混战，我弄死你！我找你试试。而朱温喵则有套路的多。这样是不行的。他总是先联合一批，应该先揍他，去打一个，打完再联合。我觉得这家伙也不是啥好东西。再打下一个，而且他也不四处火拼，没事就先打自己的邻居，以自己的老巢为中心，慢慢扩张势力。10几年下来，朱温喵逐渐并吞了周围的势力。然而，这并不能满足朱温喵，因为他想要的是天下。恰巧这会儿，朝廷来了电话。喂，那个朱总，想请您帮个忙。这样。这下机会来了。朱温喵带着军队迅速赶往京城。跟我走！原来此时的朝廷已经乱成一锅粥。糟糕！皇帝被宦官和其他藩镇所劫持，他们想着号令天下。可你要知道，朱温喵是那么好对付的吗？他一到，其他藩镇就不行了，只好乖乖把皇帝交了出来。这皇帝在手，天下我有。是，办好了。朱温喵终于开始为称帝扫清道路。公元903年，朱温喵处死了700多名宦官，结束了宦官专权的局面。公元904年，谋杀皇帝，把持了中央皇权。到公元905年，又将30多名大臣诛杀。从此，朋党之争的历史也宣告完结。宦官、朋党、皇帝，最终都被藩镇所消灭。公元907年，朱温喵正式称帝，国号大梁。
历经289年的唐朝正式完结。这个曾经在废墟中建立起的帝国，在经历了盛世的荣光之后，最终也在废墟中结束。然而，代唐而立的大梁，并没有统一天下。各地藩镇纷纷趁机割据自立，混沌分裂的时代再次降临。那么华夏大地又将发生什么新的故事呢？经历了宦官、党争、割据后，近300年的盛世唐朝正式完结，天下再次进入战乱割据的时代。而消灭唐朝而代之的，便是梁朝。不过，梁并没有统一全国，在当时华夏大地上，还有大大小小好些势力。这梁朝一上位，大家就把不爽写到脸上了。你说老几？二五仔，不服，垃圾，就是。例如西边的齐国，东南边的吴国，西南边的蜀国等等。这之中刺头最大的，则是晋国。梁晋两方的战争简直无休无止。怎样，不爽吗？没错，这就想抽你。而晋的领导者，则是一个非常强力的角色，他正是李存勖喵。据说存续喵出生时就自带主角气息，11岁已经上战场了，冲呀！17岁更是成了他爹的得力助手。反正就是配合的挺好。儿子，可惜没多久，他爹就挂了。这下可把梁给乐坏了。趁他病要他命。而存续喵这边呢，爹刚死，他叔叔就已经打算要造反了。到我了。不仅掌握了兵权，还弄掉了存续喵的手下。走你！真是烦死了，烦死！幸好存续喵也不是好惹的。别怕，我们很温柔的。等你好久了，一下子就把造反的火苗给掐了。招呼他。是。这才回过头来专心对付梁。当时的梁还是很轻敌的，毕竟他们觉得存续喵还是一个24岁的小可爱。可惜他们估错了。存续喵决定好好利用下对方轻敌的心理。他先是假装害怕，把前线的军队都调回来，让他们回来。是。等敌军大意后，他害怕了，自己又亲自带领大军绕过去偷袭，把对方揍得半死。给我等着，我会回来的。这一战也奠定了存续喵上位后的主基调，那就是争霸天下。存续喵在这之后，不仅平定了河北地区，服了没，还击退了边境的外族大军。就是！但他最终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彻底消灭梁朝。存续喵除了自己攻打，还联合其他军阀一起打。梁军真惨呐！最终，在存续喵的进攻下，梁朝皇帝自杀。和番这好了。立国17年的梁朝就此结束，取而代之的便是由存续喵建立的新政权。
这就是后唐。后唐继承了梁朝的所有遗产，成为了梁之后的第2个霸主。但与此同时，天下却并没有结束分裂，形成了中原政权与周边诸多小国并存的局面。这就是历史上的5代10国时期。存续喵在这场争霸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强大的谋略与军事才能，可以说是一位当世豪杰。然而，打江山和治江山却是不同的工作。这位骁勇的君主，是否能带领后唐走向繁荣呢？邺都之变。随着梁朝的覆灭，后唐成为了新的霸主，而后唐的领导者李存勖喵也成了新的皇帝。存续喵打仗是一把好手，好玩，但治国嘛，显然是不咋地。面对喵民的生存问题，他毫不关心。皇上，老臣以为，哎呀，知道了，知道了。倒是每天各种闹，打猎去，打猎去！因为喜欢音乐，就养了一堆乐队。下面观众和我一起来！因为喜欢享受，就到处掠夺美女。宝贝们。对功臣又随便发便当，我先去办了，简直糟透了。不该咋整？但最致命的，还是他搞差了跟军队的关系。在5代时期，统治者都是靠武力夺取政权，所以要位子巩固，就得得到军队的支持。存续喵江山是打下来了，却把士兵们给忘了。于是乎，一个大事件随之爆发，而事件的关键角色正是存续喵的义兄李嗣源喵。嗣源喵原本是一个将领的孩子，可惜爹死了。于是就被老李家收养了。嗣源喵武艺高强，虽然战场上打仗英勇，但平时却很低调。每次获得奖励都分给部下们。在存续喵打天下时，嗣源喵帮他玩命打仗，为后唐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以说是共患难的情谊。可惜这一切，却在存续喵做皇帝后悄然改变了。存续喵不仅开始忌惮嗣源喵，还猜忌自己的军队。于是乎，军队就造反了。天下亏待我们！没办法，存续喵只好让嗣源喵过去镇压。你去看看吧。可嗣源喵一到现场，各位老弟，我说，士兵们却威胁他当皇帝。老大，没错，意思就是要让嗣源喵当老大，回过头推翻存续喵。来当皇帝，让我造反。就是。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就这样，嗣源喵被迫带着军队打了回来。兵变的发生，可把存续喵吓傻了。下令，赶紧带兵出来，走，赶家去。可走到一半，前线就传来了失守的消息，军兵丢了。他又只好下令撤退。那算了，赶紧回去吧。军队本身就对他不满，这下更不爽了。鬼！你个哪头鬼啊！
于是乎，在士兵们的愤怒当中，存续喵领了便当，而四元喵在军队的拥护下，成了新的后唐皇帝，是为后唐明宗。这就是历史上的邺都之变。四元喵的上位是五代十国时期第2次兵变立地，反映了五代十国时期军权的膨胀。它昭示着皇帝并非神圣不可侵犯，而是只要通过武力便可更换的事实。当更多军阀有了夺取皇位的想法，天下也变得更加混乱和动荡不安了。而当华夏大地纷乱割据时，北方边境有一股势力，则正在悄然崛起。他们是谁呢？契丹崛起。在五代十国时期，除了中原王朝和多个政权并存之外，北边还有个游牧民族，这就是契丹。契丹并非国家，而是由8个部落组成的联盟。传说契丹是炎帝的后代，但实力嘛，却不怎么行。很多个时期，基本都是靠着抱大腿生存着。然而，一个喵的出现改变了契丹，它就是耶律阿保机喵。阿保机喵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 ，VIP。传说他妈妈梦见太阳掉进自己的肚子里，妈妈，我来啦！然后就生下了他。而且阿保机喵3个月大就能走能说话，有啥大惊小怪的？甚至能预知未来。我感受到明天是晴天。说他不是主角，我是不信的。长大后的阿保机喵更是英武雄壮，号马哈子。30岁就成了部落里的军事老大。32岁掌控了联盟。36岁已经成了联盟的首领。可阿保机喵并不只想当部落首领，因为契丹是部落联盟，所以实行的是选举制。也就是说，阿保机喵的弟弟们也可以参选当首领。这可不行。于是乎，把契丹联盟变成契丹帝国，成了阿保机喵的重要目标。因为只有当皇帝，他才能永保权力。为了当皇帝，阿保机喵干了很多事，例如干翻周边部落，巩固契丹势力。听话没？听话没？听话没？例如削弱贵族集团，加强自身地位等。叫爸爸，叫爸爸，叫爸爸！然而，首领的位置诱惑力实在太大，阿保机喵的弟弟们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来争夺权力。不公平啊！我也好想下是不气呀，不可以。分别有暗中策划选举大会行动，逼迫阿保机喵参加选举大会行动，和劫持阿保机喵参与选举大会行动。可惜都失败了，史称朱棣之乱。而想当联盟老大的，除了阿保机喵的兄弟外，还有其他部落的首领们，他们甚至联合起来要求阿保机喵下台。你要是不乖乖听话，别怪我们不客气。就是。然后阿保机喵答应了。哦，好吧。不过
他要求让自己的部落去一个指定的地方独立发展。这里，给了，我马上走。这可把其他部落的首领们乐坏了。真的吗？真拿你没办法。行吧，行吧，去吧。但他们不知道的是，阿宝鸡喵选的那地方可以生产食盐和铁。盐可是每天都要吃的呀。果然没过多久，阿宝鸡喵便靠着盐和铁再次崛起。而其他部落则都要来跟他买盐。这下机会来了。阿宝鸡喵表示，意思下总是要的吧？好，我们 OK。于是乎，其他部落的首领们便拿着礼物来参加阿宝鸡喵的宴会。当大家喝得迷迷糊糊时，再来，干杯！阿宝鸡喵登场了。一通操作就把所有部落的首领们当场搞定。就这样，阿宝鸡喵成功统一了整个契丹联盟，然后改制为契丹帝国。阿宝鸡喵也自称天皇帝。契丹帝国的建立，使北方各游牧民族统一到一个政权下，就此成为了北方的强大势力。与此同时，也成为悬在华夏大地头顶上的利剑，与后唐形成对峙状态。那么，后唐是五代十国时期的第二个中原政权，可因为统治者不善于治理，政局却动荡不断。这原本只是皇权之间的斗争，然而却因为一个喵的缘故，使整个华夏大地遭受了巨大损失。这个喵就是石敬瑭喵。敬瑭喵是军官家庭的孩子，长大后便在后唐任职。敬瑭喵可是个狠角色，帮后唐的1代皇帝打天下，削他们！得令。又帮2代皇帝夺天下。我觉得嘛，你赶紧下手。可惜3代是个弱鸡，被篡位了。懂你。而到了4代，他则不喜敬瑭喵。这么狠的家伙，那简直是个祸害呀！所以4代皇帝不仅处处提防，看这家伙就不是好东西，早晚要害我！臭八怪，二五仔，还老是盯着他，这可让敬瑭喵难办了。难搞。于是乎，他开始卖起惨来。哎呀！不过当时他确实是病了，皇帝这才放他一马。逃过一劫的石敬瑭喵，一边在家窝着，一边则传播北边外族要入侵的消息，借此让皇帝调运军粮给他。喵富宝到账100万元，还老是偷偷打探皇帝的动静。报告，一切 OK。这皇帝本身就怀疑他，这个混蛋，他这么搞，谁受得了啊？招抽啊！于是乎，皇帝找了个借口，就把他围了。敬瑭喵虽然猛，但实力还是跟中央有差距的。老大，粮食快吃光了，咋办呢？这时有部下建议他找一个外援帮忙。老大，你可以。谁呀？而这外援就是指北边的契丹国。作为以游牧民族为主体的契丹国，一直对中原虎视眈眈，而敬瑭喵却与契丹做了一个魔鬼般的交易。这就是割让燕云16州。
有了这个承诺，契丹立马大军出动。在契丹大军的协助下，后唐军大败，史称靖安寨之战。经历了此次大战，后唐受到了重创，军队几乎打光，大臣之间争斗，还有很多干脆投降的。后唐政权已经无力回天了，最终在慌乱中灰飞烟灭。取而代之的，正是晋唐庙建立的后晋政权。后晋是5代十国时期第3个中原皇朝，但它的建立主要依靠的却是契丹的力量。晋唐庙为了自保，主动向契丹低头，自任儿皇帝，且割让燕云16州给契丹。燕云16州是中原皇朝重要的经济和战马来源。它的割让不仅使华夏大地中门大开，缺少战马来源的中原皇朝更加难以抵挡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而获得燕云16州的契丹帝国，则得到了丰富的士兵来源和财政收入。燕云16州健全的社会制度，也加速了契丹从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变。契丹帝国由此更加如虎添翼。那么，暴露在契丹铁蹄之下的华夏大地，又将迎来怎样的动荡呢？随着后晋的建立，5代的历史正式来到了第3代。可惜，后晋却是个糟糕的政权，因为它几乎沦为了北边契丹帝国的附属国，不仅要向契丹交保护费，一不小心还要被骂，反正就是跪着求活命的那种。然而，一个喵的出现，最终还是要了后晋的命。他就是契丹的第2任皇帝耶律德光喵。从出生开始，德光喵也是主角设定，嘿嘿。例如出生时神光异常啦，还有出现白鹿和白鹰等等。年纪轻轻就开始参与政事，20岁已经是天下兵马大元帅，吼吼吼！反正就是牛的不行，优秀。作为老二，德光喵本来是继承不了皇位的，可因为战功卓著，又招老妈疼爱，乖仔，成功踹走了哥哥，拜拜，当上了新一任契丹皇帝。然而，皇帝可不是那么好当的。契丹是游牧民族组成的国家，会放羊，会骑马，打仗也贼溜，却不咋会种地。农业的落后使契丹的经济非常脆弱。啥时候能吃啊？再等等。一旦有个刮风下雨的日子，搞不好连饭都吃不上，粮食不够吃，于是只能去抢了。走，干饭去！所以，契丹与中原皇朝之间干架，基本都是为争夺资源。契丹喵们虽然打架勇猛，但对面的中原喵不仅会种地，粮食多，养活的喵也多。契丹喵要干过中原喵，还是很困难的。特别是燕云16州，有钱、有粮、有军队，就是为了抵御契丹存在的。可惜
燕云16州被后晋送了出去。没错，送给了契丹。作为协助后晋夺取政权的条件，契丹就这么得到了燕云16州这块肥地。赚了！但也有点头疼，毕竟燕云16州的喵民还是不愿意被契丹统治的。去你的，老子不接受！怎样才能摆平这件事儿呢？头大。德光喵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有了，他决定因俗而治。简单讲就是契丹喵用契丹的管制管，而华夏喵则仍用华夏的制度。这就是有名的南北面官制。而且德光喵还要求保护16州的农业。如此一来，16州的喵民生活没啥改变，生产方式也没啥影响，反抗情绪才得以缓解。小心我揍你们！嘿嘿，老实点，我们不好惹。这还差不多。有了16州的帮助，靠天吃饭的游牧民族得到了很好的补充。发达的牧业可以提供大量战马，保证契丹的军事力量。发达的农业则可以提供丰富的农产品，保证契丹的经济发展。契丹帝国在德光喵的治理下，战斗力暴涨。与此同时，他的野心也不断膨胀。公元943年，契丹正式攻打后晋。敢不听话，给我削！虽然后晋军民顽强抵抗，谁怕谁啊！休想过来！但始终不是契丹军的对手。3年后，正式灭亡。至此，契丹喵完成了夺取中原的目标，并就此改国号为大辽。这是辽政权第一次深入华夏大地并进行统治。从这时起，辽政权更加向汉文化靠拢，汉化程度也再一次加深。同时，辽的到来也使华夏大地大受震动。那么，辽的统治能持续多久？后汉建立。经历3年多的战争，后晋皇朝被契丹消灭，契丹帝国正式改名为辽。作为战争胜利者，辽帝国获得了垂涎已久的中原大地，可以说，简直就是辽帝国的高光时刻。然而很快，它就开始堕落了起来。华夏大地丰富的文化与物产，简直让游牧民族两眼放光。于是乎，不仅辽贵族们沉迷享乐，军队也跟着作威作福。删我的塔！把我的漫画还给我！这样的统治方式，自然是让华夏喵民们非常不满的。把漫画还给我！还有我的手办！没多久，各地便出了反抗运动。冲了他们！浩浩荡荡的起义运动一下子燃遍全国，而这之中有一个喵成为了反辽的强大力量，它就是刘知远喵。知远喵是个没啥表情的家伙，平时也不怎么爱说话，甚至不爱动。外卖要拿进来吗？有。知远喵从小家里就穷，长大后也就在军队里混了个低级军官。怎么说呢，就是普通的不行的那种。要你管！然而，上天却给了他一段奇遇。开动！那就是他在打仗时救了一个同事。走，我背后。而那个同事后来造反，又成了皇帝。没错，就是之前的后晋皇帝石敬瑭喵。嘿嘿。因为救命之恩，
金堂喵火速提拔知远喵，嘿嘿嘿，哥带你飞。知远喵一下子就混得风生水起，甚至起到有点飘。到后面连金堂喵的命令都懒得理。这做皇帝的也是有脾气的，忘恩负义的家伙。于是乎，知远喵很快就被踢出了中央。金堂喵还不断削他权，降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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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金堂喵削到一半就挂了。到了新一任皇帝上位，他也同样不喜欢知远喵。降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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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状况下，知远喵开始萌发了造反的心思。恰好此时，北边的契丹打了过来。老大，契丹打过来了！而没本事的后晋朝廷又反过来求知远喵帮忙。老大，皇帝找你。朝廷这一下不仅不削他权了，皇上，这些降级文件还签吗？签个屁呀！毛着应付契丹呢！还不断给他升官。快给他升官，让他来帮忙。而知远喵这边呢，大官是做了，但只在边上吃瓜，看着禁军挨揍。不是本台前线记者，现在火箭情况不妙。同时还一边积攒自己的实力。等到后晋被干翻了，他又在老巢待着不出来，静静看着契丹喵作死。他们实在太过分了，未来究竟会怎样？最后当喵民们恨透契丹喵时，把外还给我！跟他拼啦！知远喵这才出场，闪亮登场。此时的他不仅实力充足，超大，民众也支持他。有了知远喵这杆大旗，整体的形势开始了逆转。其他反辽势力纷纷合力出击，加上此时的辽内部还产生了内乱，中原的天气他们也不习惯，于是乎开始撤回北方。就这样，知远喵没费太多的力气就收回了中原地区。走，随我入城，成为了新一任的中原霸主。这就是他建立的后汉政权。后汉的建立意味着华夏大地摆脱了辽的残暴统治，辽统治华夏的意图从此受到重挫。之后的几十年都没有再次南下。那么在政权频繁更替的五代，后汉的统治又能维持多久呢？郭氏开国。趁着辽帝国入主中原，不得民心之际，后晋大将知远喵趁机夺取天下，建立后汉政权。可皇帝位子都还没坐暖，就病死了，留下年纪轻轻的儿子和一群辅助他的大臣。那么，后汉政权有没有稳固发展呢？没有，因为不恰当的操作，却将一个喵推上了历史舞台。他就是郭威喵。郭威喵出生时，据说就有红光照入室内，还有炭炉炸裂、火星四射的剧情。这真的不是家里着火了吗？郭威喵老爸是个将领，不过在他3岁那年就挂了，然后没多久，他娘也挂了，惨兮兮。幸好长大后，郭威喵不仅高大威猛，还聪明，爱读书，就是
不爱当农民。于是乎，他选择了去当兵，上了战场杀敌，下了战场学习。经过磨练，郭微喵逐渐成为了一个文武双全的存在。后来随着知远喵南征北战，跟我上！最终知远喵成了皇帝，而郭微喵则成了开国元勋。这本来感觉前途应该是一片光明的，可知远喵很快就病死了，留下包括郭微喵在内的几个老伙计，一起辅佐年轻的小皇帝。你要知道，老臣们都是打天下打出来的，彼此之间本来就谁都不服谁，遇上点叛乱啥的，根本没办法形成有效战斗力。不过，幸好还有郭微喵在，他不仅与士兵们同甘共苦。老大，赶紧吃吧，豆馅没了。那是啊，他们可不会等你的。还凡事冲在前。老大人呢？已经带头冲过去了！冲啊！把叛军打得服服帖帖。这样的功绩，自然让他获得上下一致的好评。太棒了！谢谢。除了一个喵以外，他就是小皇帝。作为一个没啥资历的菜鸟，老臣们根本不把他放眼里。不用理他，小屁孩就是根本不行。小皇帝也是会长大的，这样的情况让他非常不爽。于是乎，小皇帝行动了，他一下子就把辅佐大臣们全都砍了。而更糟糕的是，郭微喵的全家老小也被一起砍了。老大，少爷他们被……这让在外面执行公务的郭微喵一下傻了。怎么回事？他疯了吗？灭族之仇，不共戴天。再怎么忠心，郭微喵也无法无动于衷了。终于，在公元950年，郭微喵正式出兵复仇。沿途阻挡的后汉军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小皇帝也在混乱中领了便当。仅仅7天，郭微喵就攻进了首都。立国不到4年的后汉政权宣布覆灭，取而代之的则是郭微喵建立的新政权，这就是后周。郭微喵经历过贫苦，长大后又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4代的混乱。成为皇帝后的他，积极革除各种弊政，从而改善了喵民们的生活，逐步消除了中原地区长期的动荡和不安。后周的建立，使大唐以来分裂的局面开始转向统一。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原大地，终于看到了和平的曙光。而深化改革的任务，则留给了郭微喵的继任者。他是谁？5代十国是唐朝之后从分裂走向统一的过渡时期，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4代的迭代，统一的趋势已日渐明显。到了后周的建立，领导者郭微喵决心完成这一大业。可惜，没多久，还是病死了。
他将这未完成的心愿和皇位托付给了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养子，这就是柴荣喵。柴荣喵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里，有钱。出生时很普通，没啥奇怪的异象。不过后来因为战乱，家里就破产了。柴荣喵于是就寄托到姑姑家里，而他的姑父正是后来的后周皇帝郭威喵。不过那会儿的郭威喵还只是个小军官，家里条件也一般。你工资发了没？家里东西快吃光了。快了。这时，年纪轻轻的柴荣喵却发挥出了不错的经营天分，不仅把家里的钱管得妥妥当当的，还能做生意增加收入。喂，上周那笔尾款要给没？是不是不想混了？这让郭威喵非常欣赏他，继而收他为养子。以后就叫我爸爸吧。从那以后，柴荣喵便一直跟随着郭威喵，跟着爹爹走。好的，爸比。郭威喵带兵打仗，干掉他们。柴荣喵上场动刀子，一个不留。郭威喵起兵讨汉，太可恶了，跟我杀过去。柴荣喵帮忙守大本营，有种过来！连郭威喵全家被砍了。柴荣喵全家其实也没了，可以说，俩喵的命运紧紧地绑在了一起。爹，我只剩下你了。我也是。所以，到了郭威喵成了皇帝，柴荣喵也就当上了皇子。可惜，郭威喵没多久却病死了。治理国家的担子一下落到了柴荣喵肩上。面对当时天下割据的混乱局面，柴荣喵心中同样有着统一的志愿。拼了！而要统一，就需要强大的国家力量。为此，他以富国和强兵为目标，继续推进改革。首先是经济。从唐末割据开始，喵女们不是在打仗，小爸爸，滚！就是被抓去打仗。走，打仗去。还有一些就出家当了和尚，因为这样不用干活也有饭吃。这个情况导致大量耕地荒芜，于是乎，柴荣喵执行了2件事。一是把军队中老的、病的士兵送回家种地，不需要了，回去种地吧。还鼓励失去家园的喵去开垦荒地。喂，别闲晃了，来种地吧。二是废除大量的佛寺，把僧尼们赶回去种地。给我种地去！这样一来，全国一下子出现了很多劳动力。有了生产，自然有税收，国家经济得到了很好的恢复。而小钱钱有了，小拳拳也得跟上。古代时期的士兵们素质其实并不高。看什么看？找抽是不是？走路小心点儿。临阵逃跑是常有的事儿。溜喽！不爽了还会造反。以为你是老大就很牛吗？这对柴荣喵来说是必须要搞定的。要动手就得强硬，所以柴荣喵上来就先把之前不守纪律的将士们给砍了，吓得大家规规矩矩的。接着又将能力不行的炒了，再从全国招了一些强壮的进来。经过这么一顿操作，后周的军队焕发了新的面貌，战斗力简直暴涨。
出身的柴荣喵，亲身经历了5代以来的混乱。他的治理对于恢复经济和增强中原政权有着显著的效果，为日后的统一大业提供了基础，可以说是5代时期最为杰出的政治家。然而，在后周不断发展的同时，南方也有个政权正在扩张。他是谁？5代10国，大约能以北、南划分。5代在北方，天下战乱不止。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依次迭代，而10国则基本在南方，相对而言战争较少。大家想的更多的是各自稳固自己的政权。在这样一个山头林立的局面下，有一个喵完成了自己的逆袭，他就是徐知诰喵。知诰喵本来姓李，出生时天下已经乱得不行。怎么回事？不应该是出现异象吗？爹打仗直接就打失踪了。等爹回来，再一起出去玩哟。小小年纪就成了孤儿，虽然开局不行，但上天对他还是可以的。么话？在巧合之下，知诰喵就被老徐家给收养了。老徐家可是个豪门，当时的南方有很多的小政权，吴就是这里面最强的那个，而老徐家正是吴的权贵。长大后的知诰喵不仅仪表堂堂，对养父还十分孝顺。宝贝，那个新的模型开卖了，我帮你预定了哦。好啊。因此受到了重用。靠着出色的能力，知诰喵在战场上能立功。跟我走。做地方官则备受喵民爱戴。乡民们好，徐大人好，简直是明日之星。优秀。不过，这也让他开始受到老徐家猜忌。例如，老徐家的大哥就想干掉他，不能忍受。不过搞了3次都没杀成，嘿嘿，没成功。倒是因为自己太拽，以为他是什么东西啊？敢骑在我头上？被手下给砍了。养父后面也开始猜忌知诰喵，我觉得吧，你小心他。打算让自己的2儿子替代他。喂，儿子呀，我觉得你得动手才行啊。可是刚要动手，就挂了。爹，你怎么了？2儿子虽然有点势力，可恶，但同样不咋地。无论是自己的亲人还是部下，他都得罪过。于是乎，大家全都掉头去了知诰喵那边，顺手还把要对付知诰喵的计划告诉了他。好，明白啦，明天过来入职吧。你说这样，不被知诰喵搞掉才有鬼。随着老徐家的喵一个个被搞定，知诰喵从一个孤儿成了新的权臣。吴国的一切大权尽在他手中，而他的目标也逐渐明朗，那就是夺取吴国的政权。不过，这时的吴国老大其实也没啥过错，要搞掉他还是有点说不过去的，所以只能慢慢弄。例如，把重要的岗位全都安排成自己的心腹，调岗。例如，在吴王身边安排监视，还不断提升自己的地位。反正就是想尽办法把吴王架空。都这样了，
老吴只能自己退了。不干了，不干了。自此，至高喵正式上位。后来更将国号改为唐，这就是历史上的南唐政权。将近30年的磨练，使至高喵拥有很丰富的统治经验。在他当皇帝后，非常努力工作，对内与民休息，减轻喵民们的负担。搞啥呀？这样不合理！减税减税！对外则积极与周边政权搞好关系，交个朋友，有啥帮忙的别客气。反正就是尽量不打仗。No， 至高喵的治理为喵民们提供了更稳定的生活环境。好久没打仗了。是啊，有了这样的状况，南唐在很多方面都有了长足发展，逐渐成了当时的经济文化中心。然而，在南唐不断发展的时候，北边的中原政权也在不断扩张。南北双方的战争，第一回，南北一战，分裂、入侵、饥饿、5代的混乱，给华夏喵民们带来了巨大的苦难。在这样的混沌下，只有统一才是拯救苍生唯一的办法。作为5代时期最强的中原皇朝，后周逐渐具备了这个实力。后周皇帝柴荣喵更是拥有着强烈的统一信念。然而，要统一，还是得有规划的。当时的后周其实处在各种势力的中间，北边有辽帝国，南边有诸多割据政权。不过此时的辽皇帝是个昏君，经常通宵喝酒玩乐，白天就睡觉，外号睡王。因为他的放浪，使强大的辽皇朝不断变弱。这对于柴荣喵来说，是个收复北方失地的好机会。不过，要北击辽国，还得解决一个问题。没错，这就是南方的割据势力。在这些独立的政权中，南唐的实力最为强大。经过了10多年的发展，南唐在经济文化上都有不错的积累。而他目前的领导者正是第2代皇帝李景喵。嘿嘿，景喵是个帅哥，靓仔，会玩音乐，会写诗，但却是个败家仔。南唐能发展的重要原因，主要就是初代皇帝尽量不打仗积累下来的。要记住，别打。然而，作为2代皇帝，李景喵却忘了这回事儿。父皇说啥来着？在臣子们的鼓动下，他开始盲目扩张。前进，前进！是男人就征服世界。依靠着老爹留下来的家底儿，李景喵取得了一些胜利。天下统一，超帅！嘿嘿。但错误的战争无疑是在削弱南唐的实力。这简直是要命的。因为他很快便要碰到一个硬茬。这就是打算南下的后周。统一！统一！作为战场老鸟，后周的柴荣喵上来就疯狂进攻，出击！南唐军被干得节节败退。李景喵求和了3次，大哥，别打，握个手吧。还是被打。握个屁呀！就这点诚意，想得美。不过呢，面对有淮河优势的南唐，柴荣喵还是只能暂时收兵回家。走，别恋战，收拾行李撤。他干啥呢？
他打算练一支水军，还抓了南唐水军俘虏当教练，然后又宣布免除占领区喵民们的各种杂税。对面的喵民只要被我们占领，杂税免除。这样一来，后周军队不仅能水陆作战，还收拢了南唐的民心。万岁！到第二次作战时，后周照样打得南唐丢盔弃甲。敲他！第三次更是打到了南唐的家门口。开门！没办法，李景喵只能赶紧投降了。我求饶了，别打了。算你识趣。并且割了一大片土地给后周。历时2年多的南北对抗，最终以后周的胜利结束。在南征的过程中，柴荣喵始终没有对南方政权赶尽杀绝，只是占领了富庶的地区。这一方面是使后周获得了更多的物资和兵源，另一方面则是震慑了南方各政权，使其不敢与中原皇朝为敌。后周局势上的枷锁自此解除，而作为后周领导者，柴荣喵也威名远播，大大的震慑了辽国统治下的河北诸县。趁着这份气势，柴荣喵正式北伐辽国。强盛的军威使后周军锐不可挡，北伐仅42天便夺回17个县，这是5代以来中原对辽作战取得的最大胜利。然而，就在后周北伐一路顺利之时，柴荣喵却突然病倒。那么后周是否还能取得统一的？陈桥兵变，在柴荣喵的带领下，后周趁势开始了统一天下的行动。可当一切都很顺利时，柴荣喵却病死了。为了延续后周的统治，柴荣喵为继任者精心挑选了辅助的大臣。而在这之中，有一个喵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就是后周大将赵匡胤喵。匡胤喵老爹是当兵的，从5代的后梁朝当到5代的后周朝，所以匡胤喵就是出生在这么一个军官家庭里。据说匡胤喵出生时跟一团火一样充满红光，全身还冒着香气，小名就叫香孩。少年时期的匡胤喵学习兴趣一般，格斗天赋却是满级的。但他不只是喜欢舞刀弄枪，其实更喜欢当领导。长大后的匡胤喵气度非凡，他决定出去闯闯世界。可惜闯了快1年，却啥事儿没干成。没办法，只能跟老爹一样入伍当兵了。而也正是从这里开始，他的境遇迎来了转折点。添加了点剧情，因为他认识了未来的后周皇帝，这就是柴荣喵。凭借着出色的才能，匡胤喵成为了柴荣喵的贴身侍卫。小赵，过来我这干活吧。等到后周建立后，更是跟随着柴荣喵南征北战。上！前有力挽狂澜逼退辽军，后有把南唐打得割地求和，反正就是超能打。而在柴荣喵的支持下，他的地位也不断飙升。英明的君主加勇猛的战将，统一天下简直指日可待呀！可惜没多久，
柴荣喵就死了，留下一众辅臣和一个年幼的崽子。这下局势就复杂起来了。不好的预感。在5代那个时期，换皇帝其实就跟玩似的，士兵们普遍也没有啥忠君思想，反而每次拥立一个新皇帝，大家都能捞到大大的好处。皇上，你看我们挺辛苦的，咱们说好的有福同享。现在旧皇帝死了，新皇帝又还是个小崽子，这要出现个政变啥的，也很正常，你说是吧？有了这样一个大前提，一连串巧合就发生了。首先是收到了北方敌军打过来的消息，报告，北边敌军打过来了，一下把大家吓了个机灵。于是朝廷就赶紧调动军马出发抗敌。可出发没多久，军中便开始骚动了起来。我觉得现在的皇帝根本不行，没错，应该由咱们老大当皇帝。那么他们说的老大是谁呢？没错，恰巧就是匡一喵。而他这会儿在干啥呢？他恰巧在睡觉。于是将领们冲进了他的房间，威逼他必须当皇帝。老大，今天必须听我们的，这个皇帝你当定了。没错没错，不当也得当。而且不知道是谁，恰巧又带了件黄袍，硬是给踢到匡一喵身上。哎呀呀，好吧好吧，我只能被迫当皇帝了。你说这一切是不是很巧？反正在将士们的胁迫之下，赵匡胤当天就带着大军回到皇城里，然后就进行了皇位过户。皇上，我是被逼的，咱们把手续办了吧。好。更恰巧的是，手下身上还带着退位制书，刚好带了。一切实在是太巧了。这个事件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从此，后周政权正式消亡，取而代之的则是匡一喵建立的新政权，这就是宋。5代以来的政变多以血腥的方式发生，而匡一喵这场充满巧合的政变却非常和平，仅仅1天就完成了从后周到宋朝的改变，由此也争取了京城百姓的民心。哇塞，吓死！这次好和平啊！是啊，似乎又换皇帝了。然而，宋只是继承了后周的地盘，除开辽这个游牧民族政权外，华夏大地仍然是分裂状态。匡胤喵又将如何面对眼前的局势呢？公元960年，后周政权灭亡，取而代之的则是宋朝，而宋的开创者正是原来的后周大将赵匡胤喵。一上位，匡胤喵就着手巩固自己的政权，例如大力提拔自己的亲信，上岗；例如干掉那些反对自己的反对派，给我打；甚至办了个酒局。我睡不好，总觉得你们会找我，把军权收了回来。老大，别开玩笑，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了。而做这些事的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统一。当时的南方还剩7个割据政权，基本上都抗衡不了宋。于是，匡胤喵决定采取先弱后强、逐个击破的策略。在宋的铁蹄之下，
小政权们根本没啥招架之力。而说到南方，就不得不说到一个政权。嘿嘿，没错，就是南唐。这是在下。南唐虽然是南方一哥，但其实也不怎样了。而此时的南唐已经是第3代国君，他就是南唐后主李玉喵。嘿嘿，李玉喵是六皇子老六，本来是不需要当皇帝的，可惜前面5个哥哥都挂了，没办法，只能顶上了。作为一国之君，李玉喵其实没啥当皇帝的才能，诗词歌赋倒是溜得很。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面对宋的虎视眈眈，李玉喵并没有想办法反抗，他选择认怂。别打我！每天就是玩。动起来！啦啦啦啦啦啦！皇上，住手啊！每年还给宋交保护费，给。皇上，不要啊！反正就是不反抗，只求苟活着。哎呀，根本打不过呀，不是吗？但你要知道，你想活命，人家老赵可不这么想啊。这时的南唐虽然国力不行了，国君也不咋地，但有些臣子还是很给力的。皇上，让我带兵去灭了他们。对，输了责任推在我们身上。更何况还有一条长江保护着南唐。要拿下南唐，匡胤喵还是必须得使劲儿的。于是他开始用离间计，离间他们。领命。一离间南唐，竟然就自己搞掉了那些忠臣们。放回去！唉，实在不是很聪明的样子啊。不对吗？接着南唐那边又来了个投降的。哎，陛下。帮匡胤喵在长江上搭了座桥。这一下南唐忠臣没了，长江优势也没了。匡胤喵的时机终于到了。公元974年，宋朝分5路大举进攻南唐。而这时的李玉喵呢？还是很悠哉，每天依然各种玩。等到有天登上城墙去看，好久没出来看看啦，现在都怎么样啦？这才发现宋兵已经来到了家门口。唉，还能怎样？已经没救了。咋回事啊？最终，在宋兵的围城下，南唐宣布投降。自此，整个南方再也无势力足以阻挡宋前进的步伐。统一的大势自此尘埃落定。作为一个将领上位的皇帝，匡胤喵解决了5代以来军队左右皇权的问题，更以正确的军事策略，逐一消灭各个割据势力，基本结束了从唐末以来持续几10年的分裂割据局面，为后来开创新的稳定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作为一个新兴的王朝，大宋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匡胤喵将如何面对这些难题呢？宋初集权。在经历了动乱的5代十国后，宋皇朝成为了新的华夏正主。50多年的战乱，
简直把喵民们折腾得够呛。而这一切的主要原因，可以说就是政权频繁更迭导致的。作为一个新的统一皇朝，宋必须改变这个问题。这个重任自然落到了宋的开国皇帝身上，他就是宋太祖赵匡胤喵。对于皇朝的短命魔咒，匡胤喵决定破除它。所以他必须做一件事，那就是集权。在宋朝以前，皇帝虽然是老大，但下面还有个宰相。宰相分别管理着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3个重要政治机构。中书省管起草，今晚吃饭，我觉得可以吃炸鸡。门下省管审核，通过，要加孜然那种。尚书省再去执行。收到，我去买鸡肉，我去烧油锅。在这个过程中，宰相涉及了国家的一切大事，可以说权力巨大。可到了匡胤喵这儿呢，宰相就得靠边站了。是的，从宋朝开始，匡胤喵就要求宰相和大臣们都站着汇报工作，然后还分别设置了枢密院来管军事，设置了3司来管经济，最后中书门下来给宰相管行政。这么一来，宰相的权力瞬间大幅度缩水。但这还没完，为了分宰相的权，匡胤喵还给增加了副宰相，并在各个部门都安排了更多的官员。经过这些手段，宰相彻底沦为了打工仔。而同样的，军队也不能幸免。五代十国之所以混乱，其实就是军队一不爽就造反。看你平时挺拽呀，持续点，叫爸爸。匡胤喵也是这么上来的。所以宋朝建立没多久，匡胤喵就把禁军最高统帅这个职位给取消了。对呀。接着又把原来的殿前司和侍卫司2个军事部门换成殿前司与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3个部门，3个部门将领互相牵制，隔三差五还调动来调动去，而且士兵平时跟着将领出去打仗，回来后则不归将领们管。全体到这边集合。也就是说，将领只负责带兵出去干架，但带多少兵和带哪些兵都得听皇帝的，而且将领还得归文官们领导。真是被吃得死死的。这些手段下来，无论是文官还是将领，都失去了与皇帝叫板的可能。匡胤喵成了无上权威，而要说被打击的最狠的，还得是地方武将。啥？我们也……匡胤喵可是一点不手软。地方要造反，必须得有军队才行。于是匡胤喵干脆就在地方征兵。明天来报道。每年从地方把最强壮的收中央部队去，然后把老弱士兵调到地方，同时也派文官去当地方的领导，还顺便要求地方税收也要交到中央。这兵不行，钱没有，想造反都难了。就这样，在匡胤喵的一顿操作下，宋朝的统治得到了极大的巩固。至此，天下再无分裂割据。
喵民们终于再次过上了安定的日子。然而，就在国家政权逐渐稳定的时候，一场皇室内的阴谋却正在悄悄酝酿。那新兴的宋朝又将经历什么呢？补上。在赵匡胤喵的改革下，宋皇朝完成了进一步的中央集权，巩固了这个新政权的统治。可就在一切稳步发展的时候，匡胤喵却离奇的挂了，而他的死牵扯到了一个喵，他就是匡胤喵的弟弟赵光义喵。嘿嘿，光义喵是匡胤喵同父同母的亲弟弟。匡胤喵老二，他老三。爱你三弟。二哥，据说哥哥出生时红光满屋，他出生时也一样。香香，不知道是真是假，不准质疑。因为老赵家是军官家庭，光义喵成年后自然也就跟着当了兵。嘿嘿，但似乎没啥成绩，不仅战斗力一般，更没啥战功。在能征善战的哥哥面前，确实只是个弟弟。不过在哥哥的提携下，光义喵还是获得了成长的机会。弟弟莫慌。哎，在宋朝建立后，哥哥出去打仗，亲爱的弟弟，哥哥出去打架了，光义喵就留下来看家，等你回来哟。后来还当上了首都市长。嘿嘿，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仅掌握了一定的兵权，也积累了不少的政治经验。渐渐的，他开始有了争取继承皇位资格的心思。为了皇位，光义喵渐渐发展自己的势力，例如招揽才俊，来，别插队。例如拉拢大臣们。走啊，去我家玩玩呀！哎呀，有啥需要帮忙跟我说。还养了很多手下在家里，只要有能力，甚至连罪犯他都敢收留。这些可以吗？啊，没问题。反正就是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这么明显的事儿，自然是有喵去打小报告。老板，我觉得要小心他呀。可惜哥哥并不在意。不准说我可爱弟弟坏话。就这样，光义喵的地位提升到了仅次于哥哥匡义喵的地步。不过皇帝位还是不一定会传给他的，毕竟有哥哥匡义喵的皇子在呢。这对光义喵来说可不是一件好事儿。公元976年10月19日夜里，大雪纷飞。光义喵进宫与哥哥喝酒，在烛光下，房间内只有他们兄弟俩。那天夜里，究竟谈论了什么，也没有谁知道。但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大宋的开国皇帝在那晚之后离奇的死去。而皇帝死亡首先被通知的却不是皇子们，而是另一个喵，他就是弟弟光义喵。此刻的光义喵在地位与势力上已经没有谁能与之抗衡，他很自然地坐上了皇帝的位子，这也就是宋的第二任皇帝宋太宗。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光义喵上位后做了大量工作，例如制造天命所归的舆论，当当，哎呀，例如解除一些元老的权力等等。下岗。但同时，光义喵也大力发展科举，逐渐让文官占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职位，
彻底结束了武将威胁皇权的局面，确立了宋朝以文官统治国家的国策。重文轻武的政治环境，确实让民生经济和文化得以快速发展。但光义喵过度打压武将的做法，也破坏了哥哥匡义喵设计好的军事平衡，致使武将地位下降，从而导致宋朝的军事力量日渐衰弱。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而此时在宋的北面，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对手，那就是辽。这个曾经被赶回北方的政权，此刻又在上演什么故事呢？在经历完制度改革和皇位更替后，宋朝的统治终于稳固了下来。然而，在它的北边，还有一个敌对势力，这就是契丹喵们建立的辽朝。在五代十国时期，契丹喵们经常南下掠夺汉喵们。抢！他们不仅拿走了汉喵们的燕云16州，还曾经入侵过整个中原。可以说称霸一时，可惜也就风光了一会儿。后来吃了败仗，契丹喵也就撤回到北边去了。从那时起，辽朝就开始了长时间的内斗。辽皇帝要么被干掉，要么只知道享乐。反正辽的朝政就是搞得一团糟。幸好这时一位政治家的出现，大大的推动了整个辽朝的转变。他就是承天太后萧绰喵。萧绰喵光出身就十分尊贵。爸爸是辽朝大官，妈妈则是公主，简直贵气爆棚。后来他爹还因为帮助皇帝上位有功，官职更是蹭蹭蹭的往上升。而作为功臣的女儿，萧绰喵自然也就进宫做了妃子。当当，很快又成了皇后。萧绰喵的老公其实是个不错的皇帝，他很有治理好国家的热情，奋斗，但却是个病秧子，所以让萧绰喵帮着处理政务。然而这个情况却引来了一些奸臣的不满。知道厉害，幸好他们并没有起到啥作用。皇帝反而强调了萧绰喵的地位。以后皇后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这倒是搞得奸臣们自己被收拾了。在萧绰喵的配合下，皇帝的工作进展得很顺利。加油！不仅辽朝内部稳定了不少，经济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眼看着一切都挺好的，嘿嘿。可病秧子皇帝突然就病死了，留下个12岁的小崽子，这简直是谋朝篡位的经典剧情啊！幸好还有萧绰喵在，临危不惧的他，先是下令削去诸王们的兵权，回家待着，没通知不准出来。接着又把他们的老婆扣了起来。走，王后请你去喝茶。诸侯王们真是被搞得一点脾气都没有。经过这些手段，小皇帝才顺利得以继位。小好。而老公虽然死了，国家的改革可是不能停的。确实。于是乎，
小丑喵遵循着原定的路线，正式临朝听政。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承天太后摄政时期。当政后的小丑喵更加着力于国家的改革。辽朝的乱，其实说到底还是中央权力不够导致的。贵族们时不时就想搞事儿，看我是不是更适合当皇帝呀？我觉得我也可以。为了解决这个病根儿，小丑喵上来就要搞定贵族们，不仅没收他们的军队和奴隶，还把最强的士兵调配到中央。这么一来，贵族们也就失去了对抗中央的资本。而面对百姓们，小丑喵更是加大了改善措施，例如减免赋税、奖励开垦等等。整个小丑喵当政期间，辽进一步学习汉政权的统治理念和方法，使契丹社会在经济、文化层面上迅速发展。自17岁开始，小丑喵就参与政务，不仅辅助了辽朝2代皇帝，还实现了辽朝的中兴，可以说是位极其优秀的政治家。然而，辽的发展必定关系到相邻的宋朝。面对强大起来的辽，宋又将如何应对呢？宋虽然是一个统一王朝，但疆域却并不完整，因为有很大一块土地其实在北边的辽国手中。可以说，自5代十国时期落入到辽国手中后，历代中原王朝统治者都想夺回这片土地。到了宋朝也一样。而如今的宋朝统治者正是他的第2任皇帝光义喵。嘿嘿，光义喵虽然是皇帝了，皇帝，但他有点虚。因为皇帝位是因哥哥匡义喵离奇死亡才拿到手的，既没有战功又不合礼法的他，难免有点镇不住场子。我觉得就是他干的，我也觉得，感觉他啥也不行，啥也不会。于是乎，把土地从辽国那里拿回来，成了他立威的重要事项。绝对要找回场子！其实，在刚上位时，光义喵就主动打过一次辽国，给我打过去！哦，可惜打败了，还逃得很狼狈。在那之后，宋辽2国因谁也吃不掉谁，平静了一段时间。那么，又是啥事情让光义喵又觉得自己行了呢？因为他收到了一个消息，老大，辽国那边的皇帝挂了，而且只留下了12岁的小崽子和年轻的太后，这让光义喵十分高兴。嘿嘿，很好，孤儿寡母最擅长了。然而，他只知道辽国的新皇帝小，但却不知道新皇帝有一个厉害的老妈。是的，这就是承天太后萧绰喵。萧绰喵虽然年纪轻轻，嘿嘿，但手段却很高明。嘿嘿嘿嘿嘿。在他的治理下，辽国不仅重整旗鼓，实力还更强了。不过，这个情况光义喵似乎并不知道。就这样，30万宋军分3路开向辽国。喂，出发吧！是。面对宋军的挑战，萧绰喵并不慌乱。冲啊！拿过去，把土地抢回来！他先是通知前线的军队，先跟他们耗着。收到。
白天装作一副要进宫的样子，让宋军不敢轻举妄动。晚上又派出小部队骚扰宋军，使得宋军不敢睡觉，还派兵专门攻击宋军运粮的队伍，搞得宋军吃饭都成问题。然后自己和小皇帝带着援军亲自赶往战场，全速前进。而宋军这边呢，只能说不止有点惨。本来辽军就已经不好对付了，而他们则还有一个糟心的事儿，那就是光义喵。光义喵既不敢亲自上战场指挥，又信不过前线的武将。于是他就在京城远程遥控。上啊！来这边收兵！哎，往那边打！你要知道，战场可是瞬息万变的，将领们自己指挥呢。兄弟们，给我冲！那是违抗圣旨。且慢，陛下还没下达这个命令呢。可要是硬等到光义喵发指令过来，报告，皇上说可以进攻了。形势又早就变了。我感觉进攻不了了。反正就是搞得前线宋军混乱的不行。在这样的情况下，宋军的结局几乎是必然的。等小丑喵的援军一到，宋军一下子就崩溃了。光义喵的北伐终究还是以惨败收场。Game over。这一仗打下来，宋朝的精锐力量几乎全部打光，从此再也无法对辽发起大规模进攻。而辽国之后，虽然几次进攻宋朝，也没占到便宜。双方在边境僵持了很久，终于在公元1004年决定和谈。这就是著名的澶渊之盟。澶渊之盟的签订，结束了长达26年的宋辽战争。此后，双方维持了100多年的和平。稳定的环境使两国社会经济得以继续发展。然而，在和平之下，却有一股逆流在悄然崛起。他是谁呢？崛起。羌是华夏西部一个古老民族，而在这之中，有一支渐渐崛起，这就是党项一族。党项族一开始是依附于大唐之下的。大哥，乖。作为一个小族群，在大唐的保护下，他可以免受欺负。碰他一下试试。可惜唐朝后来却乱了。唐末的起义把唐中央搞得焦头烂额。然而在这个时候，作为小弟的党项族却很英勇地帮了唐朝老大哥一把。上，保护大哥！因为这件事儿，大唐划出大片土地让党项去管理。干得不错，这里以后归你管了。谢谢大哥。这就是党项一族发展起来的起点。虽然在唐之后的5代时期，中原老大哥不断变换，但党项族基本保持着在领地范围内自治的状态。即便到宋朝建立，也依然如此。然而，一个事件的发生却改变了这个状态。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党项族的老首领挂了，
但因为儿子小，就让弟弟继位。可是呢，弟弟却不受待见。你绝对不行！就是蠢货一个，没错。族内就因为这事儿打了起来。混蛋，要你好看！这就是党项族的内讧事件。这个事件里，新首领其实挺惨的，不仅自己喵不支持他，下台！宋王朝也想趁机插手。我来帮你搞定吧，乖乖听我的就行。真的好烦啊！于是乎，他干脆做了一个决定，这就是把领地给宋朝。爸爸笑了。怎么说呢？真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喵啊！不过，今天这个故事的主角并不是他，而是一个反对他的喵。他就是李继迁喵。哼，继迁喵的祖上是党项一族的英雄。他从小就聪明，10岁出头就射死了一只老虎。12岁的时候已经当官了。可以说，在党项的这片大地上，前途一片光明。可是，新任首领却打算把土地交出去，这就让继迁喵非常生气了。这是说给就给的吗？于是乎，他带着10几个小伙伴决定出走。气死我了！祖宗的脸都丢尽了！让他小点声。而且还到处召集不满宋朝的党项喵们。你受够了吗？快起来反抗吧！然后组成了反宋势力。耶！不过这个势力确实有点小，根本不是宋军的对手。不仅经常挨揍，跑，快上！连老婆和老妈都被宋朝抓走了。儿子，是真的打不过呀。不过他并没有放弃，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所谓仇敌的仇敌，就是战友。宋的死对头，那绝对是辽国啦。虽然宋辽两边谁也吃不掉谁，最近过得怎么样啊？对你好，不缺钙，但彼此看不顺眼还是有的。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基于同样不爽宋朝，辽和继迁喵于是瞬间看对眼。继迁喵认辽朝当老大，老大，好说。辽朝则给钱给装备。从此，继迁喵一边跟着辽朝打宋朝，休他！一边向待在宋朝的党项喵们收集情报。这样，然后那样，然后里应外合打宋朝，休他！宋朝原本光是对付辽朝就头疼的不行，现在还要对付继迁喵，简直身心疲惫。头大。公元997年，被闹得没办法的宋朝最终妥协，同意把党项族的领地归还继迁喵管理。党项族失去了15年的土地，这才回到自己手中。而这也奠定了党项族未来发展的基础，使一直依附着中原皇朝的党项族开始发生转变。此后数十年，党项族开始不断向西部扩张，势力也越来越庞大。那么，作为在宋辽夹缝中发展起来的力量，党项的未来将会走向何方呢？经过对抗，党项族成为了宋、辽间的一股割据力量。为了生存和发展，
党项族一边对宋朝客客气气，大哥好，大哥妙，大哥呱呱叫，嘿嘿，一边又保持跟辽朝眉来眼去。有机会咱们一起玩啊！反正就是左右逢源。嗨 ，baby。这倒是搞得宋辽两边都想争取他。辽给好处，哎呀，怎么说都是个腕儿啊！以后你就当王吧。宋也跟着给。没错没错，做个王吧。有了这样一个和平的大前提，党项一族得到了迅速发展的机会。计划通。而发展的重任也传到了第3代领导者肩上，他就是李元昊喵。嘿嘿，硬要说的话，元昊喵的出场还是挺传奇的。他刚出生第2年，作为族内领导者的爷爷就挂了，他爹成了第2代首领。元昊喵从小就爱看兵书，精通多种语言，善于思考和谋划。将军，偶尔还研究一下佛学。24岁的时候已经战功显赫，超强。就是很主角设定的那种。嘿嘿嘿嘿嘿。在当时，党项虽然实质上是个割据政权，但名义上还是宋朝的一个地方。为了取得发展空间，党项族依然保持着臣服的样子。大哥，喂，不仅接受宋朝的封号，还得跪着接受，这让元昊喵很不爽。在他看来，党项就该跟宋朝平起平坐，懂不懂啊？甚至说服他爹要反抗。爹爹，我觉得你这样不太妥。可以说野心勃勃了。于是乎，上天就给了他实践的机会。OK，没问题。因为几年后，他爹死了。好儿子，我一直觉得你说的对，要努力哦。我先走一步。就这样，元昊喵正式成为党项族领导者。党项首领换届了，宋辽收到消息后也马上过来拉拢。恭喜啊，李总！贺喜啊，李总！可元昊喵却没给啥好脸色，甚至还刁难宋的官员。因为此时的他心中只有一个想法，这就是建立党项帝国。从唐末到宋初，党项族一直是中原政权的附属，所以在日常生活习惯上，很多党项喵都学着汉喵来，穿汉喵的衣服，学汉喵的文化。然而，这对于要建立帝国的元昊喵来说，就是不可以的。不可以！汉喵的造型禁止。给你3天时间。换成党项喵的造型。汉喵有文字，党项族自己也要有。还规定对外文件需要2种文字都要有。麻烦快点，这还有。是。反正就是要突出党项自己的民族特色。当然，要建立帝国，还是得抄汉喵们的礼乐制度，抄个低配版。官制，抄个低配版。兵制，这个嘛，需要认真抄一遍。经过了这种种改革，党项族的民族意识大大的得到提高，进一步摆脱了宋王朝的控制和影响，最终，一个以党项族为主体的国家慢慢成型。这就是历史上的西夏。西夏的建立意味着宋王朝彻底失去了对党项族的领导地位。
这无疑是对宋王朝底线的挑战。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局面，宋、义历经3代领导者的努力，党项一族终于建立了自己的帝国，这就是西夏。作为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族原本是宋王朝的小弟，可现在竟然要跟大哥平起平坐了，这当然让大宋气得不行。而这时大宋的皇帝已经到了第4代，他就是宋仁宗赵真喵。赵真喵13岁就当了皇帝，不过拍板的却是太后。要等到太后挂了，他才开始说得上话。作为一个领导者，赵真喵一开始还是很认真的，上进。例如坚持每日上班，打卡；例如减少开支，砍掉；遇到天灾了，会拿出私房钱赈灾。拿去吧。谢皇上。就连衣服都不舍得买新的，这听起来简直是个明君呐。可惜这种热情也就坚持了1年左右。好嘞。没多久他就玩去了。不行了，这不适合我。没事儿就搞搞音乐，搞搞文学。音音自由自我，永远高唱我歌。对于宋朝的国防，则干脆交保护费了事儿，给北边的辽国花钱，给西边的党项也花钱，反正就是花钱买平安嘛。哎呀，这不挺好的吗？不然打起来，你说咋办？可他没想到，党项这边竟然打算建国了。皇上，党项搞大事了！老子建国了！这下赵真喵就真的生气了，他这是想挑战我。于是乎，两边正式开火。西夏这边的老大是李元昊喵，在元昊喵的带领下，西夏军训练有素，而且还掌握了宋朝大量的情报。收到消息，可以说有备而来。而宋这边呢，完全一副自大轻敌的状态。切，小丑而已。就是。你要知道，因为长期花钱买平安，宋军已经很久没打过仗了。这突然要打起来，士兵们完全跟不上，打过来了。于是乎，第一仗 run， 不行也得行，冲啊！被打得头破血流。第二仗 round 2， 别走，再打一次，冲啊！被打得丢盔卸甲。第三仗 round， 不理了，上吧！同样被掀个底儿朝天。3仗下来，宋朝彻底懵了，而接连的战败又迫使宋不断增加军队。要养这么多人，那可是要很多小钱钱的呀。于是国家就不断向百姓收税，可收上来的钱呢，又大多落入各级官员口袋里，士兵也惨得不行。大宋简直头疼，怎么会这样？而西夏这边呢，虽然赢了，但也不轻松。毕竟宋夏两边家底儿不在一个档次上，长期打下去其实也耗不起。再加上还有辽这个搅屎棍，一开始支持西夏对抗宋，支持你啊，小老弟，弄他！等宋给了他好处后，快递到了，他又回过头来逼迫西夏停战，劝你见好就收，老实点儿。反正
就是挺乱的。在这场斗争中，宋、辽、夏都被卷了进去。最终在三方相互作用下，宋、夏两国决定停战。这就是历史上的庆历和议。庆历和议是宋朝对外的又一次妥协。西夏作为极小的国家，却取得了对大宋的胜利，充分展现了他的实力。至此，宋、辽、夏成三足鼎立之势。庆历和议的签订，虽然使宋夏两国百姓免受战火困扰，但屡战屡败的宋王朝将何去何从呢？加强中央集权是宋王朝建国以后的基本政策。然而，这个政策在巩固政权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大的问题，这就是三冗问题。为了巩固统治，宋朝对内需要分权，于是搞很多官员，这个叫冗官；对外需要防止入侵，于是需要很多兵，这个叫冗兵；而养官养兵需要超多钱，这个就是冗费。三冗问题就跟一个漩涡一样，不断吞噬着国家财政。政府因财政不足而剥削百姓，快点，老实点，造成了国家积贫。百姓又因为无法忍受剥削而不断起义，加上辽、夏两国的侵扰，这就形成了国家积弱。积贫又积弱的状况，已经让宋朝到了危急关头。于是乎，宋的统治者开始意识到改革的紧迫性，而这也使一个喵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就是王安石喵。嘿嘿，安石喵是个官二代，爸爸是个好官，哈哈哈，去到哪儿任职都为民着想，为民服务。妈妈也是个知识分子，所以安石喵从小就热爱学习。因为父亲做官的缘由，安石喵观察到了很多社会问题，所以他也有为社会做一番事业的想法。为民服务，好儿子。安石喵非常专心研究学术，而且还深入到基层做调研。可以说，这样知行合一的做法，使得他对事物的见解往往远超同时期的官员们。等到他开始当官，更是表现出了不凡的治理才能。而这样的表现，自然引起了皇帝的注意。于是乎，在皇帝的任命下，安石喵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来，大干一场吧！好嘞！这就是历史上的西宁变法。宋朝其实是个大手大脚的王朝，无论是养皇帝还是养官兵，都很花钱。应对入侵更是能花钱就花钱。可以说，在宋王朝这里，能用钱解决的都不是问题。可现在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没钱啦！所以在安石喵看来，变法最重要的就是让国家富起来，全民搞钱。他主要做了3个方面。首先是抑制兼并，农民种地需要缴税，可一旦遇到天灾，可能就交不起了。
于是就只能跟官僚地主们借钱。而一旦还不上，土地就会被官僚地主们兼并走。在宋朝，很多官僚地主是有不交税特权的。特权？于是乎，一方面农民无地，交不了税，交不上；而另一方面，官僚地主又有地，却不用交税，不用交，政府自然就收不上来税啦。于是安石喵规定，每年政府借钱给农民，有需要的快来。这样农民遇到天灾，就不至于拿土地去抵押。而且安石喵还重新丈量土地，让大地主无法偷漏田税。税啥的要记得交足哦。是。另外，他还设了交钱代替服役的规定，免服役，免服役，使农民们可以换取更多种地的时间。这样一来，农民有地种，能交税。好嘞。大地主也交足税，国家税收就一下子多了起来。而且他还要求政府对市场进行调控。政府平时会储备一些生活物资，市场上物资卖不出去时，政府买回来存着。来吧。等市场上缺货时，政府则再卖出去给普通商户，以此来防止奸商们囤积物资，垄断市场，避免垄断现象的出现。再加上一系列强兵和选拔制度的改革，大宋王朝的社会矛盾得以适当缓解，国家财富的提升也十分显著，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大宋的颓势，喘过气来了。然而，安石喵的变法却触犯了多方势力的利益，推进的阻力十分巨大，而变法本身的问题也逐渐浮现。那么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能进行到最后吗？经过王安石喵轰轰烈烈的变法，大宋国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然而，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例如青苗法，是通过政府借钱给农民们，使他们不用因为还不起高利贷而被大地主兼并走土地。这本来是规定有需要才借的，但一些地方官员却为了业绩，要求所有农民都得借。马仙子，这是你的，拿着，听到没？哎呦，有些还提高利息，搞得农民们同样欠了一屁股债。还有牧役法，本意是让百姓通过交钱来免除服役。虽然解放了劳动力出来，但要交这个钱，对一部分农民来说还是很沉重的。而青苗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则得罪了大地主、大官僚、大贵族集团。加上变法过程中，除了王安石喵品格高尚外，很多官员都贪污受贿，更是使变法的质量大打折扣。在这样的情况下，朝廷里分成了两派，一边是以王安石喵为首的变法派，另一边则是维护传统的保守派。保守派的领袖同样是当时的名臣，他就是司马光喵。光喵出身于书香世家，据说他是西晋皇族的后代，可惜家道中落，
到他爷爷那辈儿才考上公务员。光喵从小就聪明，7岁时就因为救了小伙伴上了热搜。长大后的光喵更是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公务员。进入官场后的光喵因能力出众，很快就成为圈中顶流，人气。同时也认识了一个好朋友，是的，就是王安石喵。他们俩年纪差不多，又都是当时的大文豪，可以说惺惺相惜，挚友。然而政治理念上却完全相反。安石喵是坚定的变法派，认为国家只有变法才有活路，不变咋办？等死吗？而光喵则是保守派，认为违背传统会危害国家的发展。老祖宗定下的，是说变就变的吗？这样截然不同的观点，最终使两方撕了起来。你就是想搞事！你懂个啥？你这个顽固鬼！在当时，光喵为首的保守派有贵族和大臣集团的支持，加油！而安石喵呢？他有皇帝，所以变法在皇帝的支持下强硬地推行了下去。可惜后来皇帝却挂了。这一挂，以光喵为首的保守派马上压过安石喵的变法派，冲了他们！哇！而且将之前的变法通通废除。这个事件的发生，使对立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两派之间从原本的政见不同，升级成了派系争斗。这就是历史上的元佑更化事件。在这之后，变法派和保守派随着政局的改变而轮番上台。统治者是保守派，变法派就倒霉；统治者是变法派，保守派就遭殃。每次一边上台，就会清洗对方势力，派系争斗成为了主要政事，百姓生活无人问津，最终搞得奸臣当道。宋王朝进入了它历史上最黑暗腐朽的时期。而就在宋王朝坠入深渊时，有一个民族即将崛起，他是谁呢？女真建国。自元佑更化之后，宋王朝就陷入到混乱之中，统治阶级昏庸腐朽，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而此时宋的两个老对手辽和西夏也没好到哪儿去。西夏从第2代皇帝开始就都是年幼继位，皇室内斗不断，政权则完全旁落。北边的辽朝虽然国力雄厚，却无奈昏君辈出。为了享乐，快拿来！够不着，还给我！更是不断剥削本国百姓。这之中就有一个民族，在辽统治过程中受尽压迫，那就是女真一族。女真是生活在东北地区的游牧民族，二人转，多包肉，小鸡炖蘑菇。在他们那儿不仅特产珍珠、锵锵，还有猎鹰、给我撒开！
刚好这2样都是辽贵族们喜欢的东西，所以辽朝不仅要求女真喵给他们上供，还动不动就打骂女真喵。蠢货！这是个谁都难忍呐！在这样的情况下，女真族迫切需要一位领导者来带领他们摆脱辽的控制。气死老子！不想忍了！这个重任落到了一个喵的肩上，他就是完颜阿骨打喵。从阿骨打喵的太爷爷开始，就是女真的部落首领，所以他的身份十分尊贵。阿骨打喵天生大力，10几岁就擅长骑射，长大后更是四处征战，功勋卓著，最终成为了女真一族的首领。是不是很帅？帅吧？可惜在辽朝的眼里，阿骨打喵却啥也不是。在某次宴会上，辽皇帝就羞辱了他。你跳个舞来看看。我甚至还想干掉他。最后虽然命保住了，那也是辽朝觉得女真族根本不值得他们动手。你说气不气？气死我了！于是乎，从那时起，阿骨打喵便积极准备对付辽朝，比如派出间谍打探辽中央的情况，我看那里有很多，比如修建堡垒，比如制造武器，可惜却被辽朝发现了。你干啥？这下就没啥好隐瞒的了。阿骨打喵干脆直接动手，不装了，来吧！公元1114年，阿骨打喵举起了反辽的旗帜。在他的领导下，女真军一路猛攻，而辽朝也派出了大批精锐部队。最终双方隔江对峙了起来。辽军这边装备充足，且兵力是女真军的近2倍，要正面对抗，还是有点困难呐。于是阿骨打喵干脆选择原地睡觉。是。而辽军因为隔着一条河，也放松了防备。睡吧，不会打过来的。可他们万万没想到，阿骨打喵竟然在夜里悄悄渡河杀了过来。猝不及防的辽军被打得丢盔卸甲。这就是历史上的出河店之战。经过这一战，辽朝的势力受到重大打击。平时那些受辽朝压迫的部落，也纷纷归附阿骨打喵。女真一族实力大幅增强。公元1115年，阿骨打喵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政权，这就是大金。至此，华夏大地上三国鼎立的局面被打破，而反辽自立的达成，则给了阿骨打喵更大的信心。他的目标从抗辽转向了灭辽。那么接下来，辽金之间，谁才是最终赢家呢？在金星，辽朝末年，统治黑暗，辽百姓受尽了压迫。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民族建立起了反辽的政权，这就是大金国。而金国的领导者正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喵。在阿骨打喵的带领下，金国虽然战斗力强悍，但
却穷得不行。作为皇帝的阿骨打喵，住的是茅草屋，吃的是粗茶淡饭，在土炕上跟大臣开会，甚至跟平民一起在河里洗澡，是真的艰苦呀。然而艰苦的日子却没有磨灭他的斗志，一定要灭辽！不过斗志归斗志，辽朝毕竟是个100年大国，要掀翻它，金国目前的力量还是差了点儿。于是乎，阿骨打喵一边进军，一边优化自身实力，例如打压旧贵族，加强政权统治力，例如搞离间计。家人们还在忍受吗？快来呀！挖辽朝墙角，还派间谍去策反被辽朝压迫的喵民，记得动手弄他一下。这些措施都在不断增加金国的优势。而辽这边呢，虽然一直在吃败仗，但皇帝根本不当回事儿，总觉得金国只是个小角色。那个小丑很容易就搞定了。可惜阿骨打喵可不是吃素的。皇上又有一座城丢了，是吧？他这才知道紧张。算了，看我亲自去一趟，让他知道厉害。是。于是，一场大战开始了。当时辽军这边有70万，金军呢只有2万，这是不是太悬殊了点呀？幸好这时阿骨打喵使了个小手段，他演起了苦肉计。对方实在太强了，咱们不行的，你们杀了我，去投降吧！这一演简直把士兵们的怒气值点燃了。看老子灭了他们！可恶，跟着进来！金军一下子士气暴涨，而辽军这边虽然数量多，却毫无斗志。更糟糕的是，后方还出现了内乱。皇帝出来打仗，大臣却在首都搞事儿。我受够这个蠢货了，跟我一起反了！吓得辽皇帝赶紧往回跑。快撤！跟我回去找回场子！这黑压压70万辽军刚到前线，却突然收到撤退的命令。什么？一下子乱成了一锅粥。皇上呢？咋回事啊？这简直就是给阿骨打喵送经验啦！于是他带着金军猛冲辽军。小的们，杀呀！小的们！70万辽军愣是被打得满地找牙。救命啊！史称布布达冈之战。经过这一战，辽的主力部队几乎全军覆没。在失败情绪的笼罩下，辽国社会动荡不断，同时也加速了其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甚至出现了北辽和西辽这样的割据政权。而获得胜利的阿骨打喵则越战越勇。公元1116年，攻取辽、东京。公元1120年，攻取辽、上京。公元1122年，攻取辽、中京、南京、西京。雄居北方200余年的辽朝，在金朝的铁蹄下，毫无招架之力。最终于公元1125年完全覆灭，而金朝则继承了辽的所有遗产，同时也成为了三国中新的霸主。
那么，在这个新的局势之下，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靖康之变。公元1125年，辽朝覆灭，取而代之的金朝成为了北方新的霸主，从此形成了金、宋、夏新的鼎足局面。而这也意味着宋的对手发生了变化。跟新兴的强邻金国相比，宋在经历了改革失败、党派斗争后，此时已经摇摇欲坠。而一对昏君父子的出现，更是加速了他的灭亡。这就是宋徽宗喵和宋钦宗喵两个皇帝。说来也是奇怪，这爷俩拿的都不是正常皇帝剧本。首先，徽宗喵不是嫡长子，第11，又喜欢到处耍，本来就没有继承皇位的资格，反正也轮不到我。但碰巧的是，他当皇帝的哥哥死了。我死了。更巧的是，哥哥还没留下崽儿，所以他就这么当上了皇帝。刚上位时的徽宗喵其实是想好好努力的，认真。可惜他遇到了一个奸臣，这就是蔡京喵。蔡京喵是个投机高手。宋朝变法时，他拥护变法；宋朝推翻变法时，他又支持推翻变法。推翻，反正左右横跳。而在他的引导下，徽宗喵开始变得奢侈享乐。不工作实在太快乐了，那当然要及时行乐嘛。对百姓的生死全然不顾。宋朝本来就虚，这一搞简直雪上加霜。而在徽宗喵时期，也正是辽金交战阶段。看着辽被金揍得连连败退，宋也想参一脚，咱们一起给他一下。行吧。但即便是面对奄奄一息的辽军，宋却依然打不过，最后还是靠金帮忙，才得以全身而退。然而，这也让金搞清楚了宋的实力。所以，当辽被金完全消灭后，也就轮到宋了。这可把徽宗喵吓坏了。不要过来啊！咋办呢？最终，他做了一个决定，只能这样了。这就是不做皇帝，辞职。是的，你没听错，他干脆拱自己的儿子上位。儿子，好好干。这就是钦宗喵。钦宗喵同样是个不靠谱的怂货。听到金军打来了，击打过来了，他就想逃跑。准备好了，快走！皇上！听到金军来责问了，你是不是想搞事啊？他赶紧赔礼谢罪。对不起，不是我的主意。皇上！军民们想拼死抵抗金军。皇上，我们一定誓死保卫国家。他则准备认怂求和。打个屁呀！你赶紧送钱过去，让他们放过我们吧。极品呐！完蛋了！最终，于公元1126年，金军还是攻进了宋朝国都。宋至此失去了最后的机会。作为皇帝的徽宗喵和钦宗喵，也沦为了金朝的俘虏。这就是历史上的靖康之变。而残余宋朝成员则逃往南方，重举了宋的旗帜。宋的历史
从此被分为2节。这之前的宋被称为北宋，到南方重建的宋就被称为南宋。南宋的建立，标志着汉政权政治中心的南移，而金朝在占领中原地区后，对喵民进行了残酷统治，这也导致大批喵民由北方逃往南方，从而驱使经济文化重心跟着南移。在往后的100余年里，金朝虽然在军事上占据上风，但经济上却是南盛北衰的状态。那么，新形势下的华夏大地又将会有怎样的故事呢？